沉思录，马可·奥勒留，第1卷。1。从我的祖父维鲁斯身上，我看到了温文尔雅，领悟到要克制自己的愤怒和情绪。从我父亲的名声和我对他的回忆中，我体会到了一个男子汉的谦逊和刚毅。从我的母亲那里，我学到了要做一个虔诚的人，慷慨的人。我学会了克制，不仅要戒除恶行，更不能心怀恶念。在生活方面，我要满足于朴素的饮食，即便拥有许多财富，也要远离奢华的生活方式。我的曾祖父则教导了我，要经常出入学校和礼堂，更要把优秀能干的老师请到家里，在教育投入上要慷慨解囊，不吝钱财。2。抚养我长大的前辈教导我，千万不要卷入马克西穆斯竞技场里绿队和蓝队两大派系的争斗，更不要偏袒露天剧场里的决斗士或击剑手，而且还要养成吃苦耐劳、心境清静、事必躬亲的好习惯，不要干涉他人，也不要轻信流言蜚语。3. 戴奥基尼斯教导我，不要将时间浪费在琐事上，不要轻信巫师术士口中那些魑魅魍魉，也不要被骗子们用装神弄鬼、驱妖除魔的把戏给糊弄了。你要不畏惧竞争，但也不好斗，要让别人有说话的自由，也要让自己投身于哲学思辨之中。还必须感谢曾经教导过我的巴奇乌斯、坦达西斯和马西阿努斯，年轻时我曾记录过与他们的对话。我也向往哲人先贤，依照希腊传统过那种朴素含真、布衣舒适的日子。4. 从鲁斯蒂克斯那里，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太过自负，我的生活需要反思和改进。得益于此，我没有落入一般诡辩家的窠臼。他们要么写一些人云亦云的公理，要么通过公开演说来劝导人们学习美德，暗地研究哲学。我也从来没有刻意炫耀自己多么强健能干，我不再一味地堆砌辞藻，或是苛求行文工整。我不再穿着华丽的长袍在家中走来走去，或是做那些可笑的事情。我还学会了以真实朴素的方式写信，就像鲁斯蒂克斯从西纽埃瑟给我母亲写的信一样，对那些言辞冒犯我的人宽容相待，只要他们又向我寻求帮助，我就乐意与之和解。我要勤奋阅读，不能满足于略知皮毛的肤浅知识，更不能不加判断就识人牙慧。必须感谢鲁斯蒂克斯，引导我学习了艾比克泰德的文集，或者说是后者的道德评论和言行记录。这也是鲁斯蒂克斯从他的收藏的书籍中传授给我的。5. 在阿波罗尼乌斯身上，我看到了他对自由的向往和坚定不移的意志，明白了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努力保持正确和理性，即便在失去爱子或罹患疾病这样痛苦的时刻，仍然要保持镇定。阿波罗尼乌斯与我是一个鲜活的榜样，他既能慷慨激昂，又懂得宽恕原谅，不会因为师从他的学者和听众表现出平庸而感到困扰。他天赋异禀，学识渊博，有出色的技巧和能力向他人介绍斯多葛学派的原则和道理，但从不为此骄傲。他教会了我，当从朋友那里得到恩惠和善意时，自己不要表现得卑微或高傲，也教会了我要做一个关心他人、懂得感恩的人，对朋友们不能置之不理。6. 从塞克斯图斯身上，我学到了温文和善。他以慈爱的方式经营家庭，以顺其自然的姿态生活，以返璞归真的风度显得庄严。我学到了细心观察朋友们的性情，不被愚者所烦扰，也不在不合时宜的场合用哲学的原理和法则去攻击庸俗的观点。塞克斯图斯善于与人相处，与他交往的愉悦远胜任何迎合奉承，但他同时又深受众人敬重，
他的幸福观和聪明才智，使他能理性而有条不紊地安排好生活，为自己设定了种种人生准则。他从不表现出愤怒的情绪，遵循斯多葛学派少思寡欲的信条，同时又有一副慈悲心肠。他有良好的信誉，却不夸夸其谈，知识渊博，却不张扬炫耀。7. 从文法家亚历山大那里，我学到了不要求完全地责备，不苛责那些表达粗俗或文理不通的人，巧妙地通过回答或请求证明的方式，而不是用言辞表达的方式来探讨事物的本质，或者通过一些间接而亲密的劝诫，优雅而不失风度地告诉人们怎样才是正确的表达方式。8. 弗朗托让我意识到，在一个暴君统治的国家，多么容易产生嫉妒、欺诈和虚伪。有些人虽然被称为贵族，所谓出身高贵，但他们没有才华，也缺乏自然的情感。9. 信奉柏拉图派的亚历山大教会我，除非必要，不要总是把我很忙挂在嘴边。当朋友和熟人有求于我的时候，也不能用这种方式来推脱拒绝。10. 从卡图鲁斯那里，我学到不能轻视朋友的规劝，他们也许有偏差，但忠言逆耳利于行。我学到了在任何场合都要发自内心地称赞我的老师们，就像多米提乌斯和阿特诺多图斯那样。我还学到了要发自内心地爱我的孩子们。11. 我的兄弟西弗勒斯教导了我宽容仁慈，爱家里的每一个人，也是他教给我特拉塞亚、赫尔维迪乌斯、加图、迪奥、布鲁图斯这些先贤的学识。他启发了我建立一个平等联邦的最初设想。这个联邦推行自由、公平、正义的治国理念，将民众的福祉视为重中之重。他告诫我要持之以恒，心无旁骛地学习哲学，尽力去做一个慷慨行善、宽容大度的人，对事物总是抱以最好的希望，相信自己被朋友们喜爱。此外，我还注意到，对他讨厌的东西，西弗勒斯从不隐瞒，他的朋友们也大概知道他会这样做，因为他就是这么一个直白而朴实的人。12. 从克劳迪乌斯·马克西穆斯身上，我学到了凡事要努力学会自制，不要被任何事情左右想法，即使遭遇变故、不测和疾病，也要保持乐观勇敢。我要做一个温和、稳健、庄重的人，努力做好自己的事情，不要抱怨。他知行合一，说的话大家都相信，做的事都出于好心。他的处世哲学是：从不大惊小怪，从不慌乱失措，从不拖大延宕，不陷入困惑沮丧，不做不合时宜的事，也不得意忘形，不生气，不多疑，做好事，少记仇，说真话。人们对马克西穆斯的评价，除了政治公义，更多是说他懂得不断自我完善。他从不轻视任何人，但也没有谁自认为比他更好。他亲切优雅，与他相处令人愉悦。13. 我的父亲，他是一个温柔的人，但一旦经过深思熟虑下定决心去做的事，则从不动摇。他从不计较浮华虚名，辛勤劳作，愿意听取任何人的建议，只要他们是出于公心。他任人唯贤，奖惩分明。面对严峻形势或极端环境时，他具备充分的才能和足够的知识去坦然应对。他克制自己不受青少年常见的不纯的爱情的影响。他温和谦逊，愿意与众人平等相处，从不会让朋友们等他落座才开席，更不要求别人鞍前马后地侍奉。在某些场合，一些仪式被推迟和省略时，他也丝毫不在意。我的父亲做事情总是经过深思熟虑，耐心听取他人意见。他总能够孜孜不倦地调查研究，从不轻易下结论。
他用心维护友情，从不表现出对朋友的轻蔑或厌倦之情。虽然他也不放纵自己太过温柔，他保持对事物的乐观心态，总是和和颜颜。他富有远见卓识，不受尘世的喧嚣影响。我的父亲拒绝别人对他称赞谄媚，他仔细观察治理国家所需要的一切，耐心坚持记录每笔支出，甚至因为太过严苛而招致责备时，也默默忍受。他不迷信神灵，不刻意取悦大众，更不好大喜功。相反，他保持头脑清醒，善于观察分析，从不标新立异。命运眷顾他，给他带来享用不尽的诸多财物。他也从不炫耀吹嘘，也从不矫揉造作地表现出非常受用的样子。没有这些外在的物质时，他也丝毫不渴求。我的父亲从来没有人说他是急性子，更没有人批评他巧言令色，喜欢争辩。相反，大家都认为他是一个成熟的男人，一个完美的男人，一个不接受阿谀奉承的男人，既能约束自己，又能约束他人。对于真正的哲学家，他非常敬重，对那些不够纯粹的他也不会指责。他善于交际，谈吐优雅得体，话从来不说太满。他懂得如何照顾自己的身体，不追求长生不老，也不过分要求整洁干净。通过自己的调理，他很少需要看医生或吃药。他热切地寻找贤才，对那些口才好、通晓法律、熟悉传统习俗的贤达人士，他都礼贤下士，善于利用，让每个人都尽力发挥长处，赢得尊重。他遵循祖先的习俗，兢兢业业做事，但从不刻意张扬自己如何延续传统。我的父亲喜欢安静，不喜行动。他喜欢住在同样的地方，做同样的事情。有时他头疼得厉害，但病症过后，他很快就能恢复如常，精力充沛地再次投入到例行事务中。他没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就算有，也都是与公共事务相关。在供人观看和娱乐消遣的公共建筑事务上，或者提供奖赏时，他表现得谨慎节约，因为在此类事情上，他更关注的是尊重人作为人，尊重事物本身，而不是借机沽名钓誉。他不在不合时宜的时候沐浴，不喜欢大兴土木，也从不对自己的饮食、穿着或其他外在的东西提过多要求。从他所有谈话中，丝毫找不出残暴、鲁莽、无理、贪婪、浮躁的痕迹。他做起事情来从来都一丝不苟，目标明确，但又能保持一种泰然自若的姿态，做事有条不紊，令人特别欣赏。那些对苏格拉底的评价也可以用于我的父亲。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享受自己所拥有的这一切。需求往往让人脆弱，享受又容易陷入无节制。但对于一个拥有完美且不可战胜之灵魂的男人来说，他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保持节制，头脑清醒，做事不违初衷。我的父亲在马克西穆斯生病时就是如此表现的。14. 感谢神明赐予我如此善良的祖辈、父母、姊妹、老师、伙伴、亲戚和朋友。我感恩自己所拥有的一切，还要感谢神明。我从未在仓促之中轻率地冒犯过他们其中任何一个。我自认为有这种气质，如果机缘巧合做成某件事，我更愿意把它归因于神明的给予。它让我避免了失败，让我免遭非议。感谢神明，虽然我父亲的小妾很早就不再抚养我了，我却依然保留着健康的青春之美。在成为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之前，我有充足的时间来让自己成熟。在父亲的庇护下长大，作为王国的统治者，他帮助我褪去了虚荣和自负，让我意识到自己虽然贵为王子，也可以不需要卫兵侍从，锦衣玉食，雕栏玉砌，要像普通人一样约束自我。
但不能因为生活朴素就放弃掌权或懈怠政务。我感谢神明给我一个兄弟，他以自身为道德榜样，激发我不断自我反省，又以他的尊重和爱让我欣喜愉悦。感谢神明保佑我那些天真烂漫的孩子们都能健康茁壮的成长。我感谢神明，虽然不通晓修辞、诗歌或别的学问，但假如能在这方面有所成就，我也许会在这些领域投入更多的精力。我感谢神明，那些抚养过我的人，在我长大后，我能回报他们以荣耀，没有辜负他们对我的希望与期待。我感谢神明，让我结识了阿波罗尼乌斯、鲁斯蒂克斯和马克西穆斯。我感谢神明，我能经常全身心地投入自省和冥想中，思考生命在于顺应自然，以及怎样才算得上自然之道。神明给我的建议、帮助和启迪，让我扫除心中挂碍。早就该顺应本性生活的我，事到如今仍未能实现这个目标，这都是我自身的不足所造成的，因为我没能察觉到来自神明的那些显而易见的指示和劝告。我感谢神明，我的身体在这样的奔波劳顿中能坚持这么久。我从没侵犯过本尼迪克塔和迪奥多图斯，尽管我曾陷入情欲，但都很快从中解脱。尽管鲁斯蒂克斯时常让我不高兴，我也从来没对他做过让我后悔的事。我感谢神明，虽然我的母亲没能尽享天年，但我能陪伴她走过最后的岁月。对于那些贫困潦倒、身陷绝境的人，我经常施以援手，而我的属下总能提供足够的财物让我去做。于我自己，我从未向他人请求过类似的帮助。我感谢神明，我的妻子如此温顺、深情而正直。我有许多身体强健、聪明能干的属下，我能把孩子们的抚养教育托付给他们。通过梦境预示，我受到了启示，譬如治好了晕眩等症状。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卡耶塔身上，他曾在海边向克律塞斯祈祷。当我第一次致力于哲学思辨时，我没有落入诡辩家的窠臼，也没有浪费时间去阅读那些平庸哲人浩瀚的作品，没有徒劳地试图用直言三段论来解决问题，更没有沉迷于研究天象或其他自然现象，没有神灵的庇佑和命运的眷顾。所有这些我都无法做到。第一卷完，写于格兰河畔与夸迪部落作战期间。第二卷。清晨时对自己说，今天我要对付的是懒惰古怪、忘恩负义之人。他们野蛮狡猾、虚伪善妒、固步自封又毫无慈悲之心。所有这些不好的品质都在他们身上体现，因为他们对什么是真正好的，什么是真正坏的一无所知。但我明白什么是好的，就是我们所向往的。我也知道什么是坏的，就是那些可憎的、可耻的。我还知道，他们这些罪人，不管是谁，其实都是我的族类。我与他们虽流着不同的血，但为同一个神圣的理由而战斗。我怎么会被他们中任何一个所伤害呢？他们根本没有能力给我招致任何责备，我也不会因为他们而愤怒，或对他们充满恶意，因为我们生而为人，本应携手合作，就像双脚、双手、眼睑像上下牙齿。我陷入沉思，这样的争斗是否违背自然？我们为何而愤怒、厌恶什么？我们为何要成为敌人？无论我是怎样的人，都不过是肉体凡胎。丢掉你的书吧，不要使自己分心，别再思前顾后。如果面临死亡，不用太担心你的身躯，那只不过是血液、骨头、皮肤，只不过是一张由神经、血管、动脉编织而成的复杂网状组织罢了，仅此而已。至于你的生命，想想它是什么？是空气，
但它不是总朝着一个方向，而是每时每刻都呼吸吐纳，然后才是统治和支配你的部分，即你的思想。你是一位老人，不要让你的思想被征服或奴役，不要被无理的、反社会的欲望和动机所裹挟，别让人操控你的思想，不要再自我折磨，不要为现在任何事情感到懊悔，也不要恐惧或逃避命运的安排。3. 我们任何人所能得到的，都来自于神明的旨意。至于所谓的命运的安排，即便看起来像是源于自然，但所有的千丝万缕实际上都是神明的眷顾。万物皆由此流出，无论是什么，它都是必要且有益于宇宙的。你亦是宇宙的一部分，无论是什么，只要它对宇宙的延续是必须的，那么它的每一个特性就是善良的、合理的。学会这些道理吧，让它融入你，指导你。至于生搬硬套的书本知识，迅速丢弃它吧。这样，当你死去的时候，就不会心生怨恨，而会感到真正的温暖与满足，发自内心感谢神明。4. 请记住，你已经拖延得够久了，神明给了你那么多启示，你却都视而不见。现在是时候明白这些道理了。你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造物主让你来到这世上走一走。你生命的时光是有限的，如果不在这有限的时间里锤炼你的内心和提升你的灵魂，那么它就会消逝，你也将消逝，永不回来。5. 请像罗马人一样，认真、真诚，保持热爱，用真实、朴素和自由公正的态度去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至于你其他那些担心和幻想的，全都把它放下吧。你应该这样去做，把每一次行动都当作生命中的最后一次，摆脱那些虚荣和浮躁，跳出那些不合常理的界限，不再虚假的自夸，这样你才算获得了神明的眷顾。你看，对于一个人来说，要想让自己的人生道路充实，过上一种神圣的生活，有些东西是必不可少的，但这必需品其实不多。只要你意识到这些就够了，神明就不会再要求更多了。6. 灵魂，你委屈了自己，也轻慢了自己，给你自尊自爱的时光马上就要用完了。每个人快乐与否，都取决于他自己。但是你看，你的生命已经快要走到尽头了，你不去安抚自己的灵魂，却把幸福寄希望于他人的灵魂和幻想之中。7. 为什么那些外在的东西让你如此分心呢？给自己一点悠闲的时间，学点有益的东西，不要再犹豫不决地兜兜绕绕了。你也必须注意，不要让自己陷入漫无目的的游荡之中，因为这会让你缺乏行动的能力。那些终日无所事事的人，看起来一生都在忙忙碌碌，但是因为缺乏动机和渴望，所以失去了人生的方向。8. 不要去猜别人心里在想什么，这样就不会感到不悦了。那些不听从自己内心的人，必定过得不快乐。9. 这些是必须牢记在心。宇宙的本性是什么？更重要的是，我的本性又是什么？宇宙和我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我如何构成它的一部分？它的全貌又是怎样的？没有人能够阻止你去做符合本性的事情，而你本身就是本性的一部分。10. 泰奥弗拉斯托斯像一位哲学家那样比较了不同的恶行，他认为那些因淫欲而引起的恶行，比那些因愤怒而引起的要罪孽更重。在他看来，因愤怒作恶的人常常心里带着悲伤，因为自我封闭而失去了理智；而因淫欲作恶的人，看似是因为追求快乐，但他犯下的罪
却暴露了自己的无能和软弱。泰奥弗拉斯托斯像一位哲学家那样说，因追求快乐而犯的罪，比由于痛苦而犯的罪更应该受到谴责。因痛苦而作恶的人，可能此前遭受了别人的冤屈，痛苦使他深陷于愤怒之中。反之，因淫欲作恶的人听任自己的欲望驱使，他犯下的任何罪行都是由自己做出的决定。11，无论你喜欢什么，想做什么，尽管去喜欢，尽管去做吧，因为你知道，人随时随地都可能失去生命。至于死亡，如果有神明存在，离开人世间也并非一件痛苦的事。请放心，神明不会伤害你的。这样去想，如果神明不存在，或者他们不关心人世间，那我为什么要再贪恋这个缺少神明眷顾的世界呢？神明是存在的，他关爱着世界，并赋予了每个人这种能力。只要我们想，就能避免去做坏事。即使世间有诸多丑恶，神明也不会让我陷入其中。即使世间有诸多丑恶，行善或作恶也完全取决于我自己。宇宙存在的本性，并不是对丑恶视而不见，或者即使知道有这些丑恶，却冷眼旁观。然而，好事坏事会不加区别地降临在善人、恶人身上，这是上天的安排。生死荣辱、苦乐、贫富，所有这些事情都会同样的降临在我们身上，无论我们行善还是作恶，这些事情并不存在好坏之分。所以即便它在我们身上发生，也不会让我们丢掉脸面或者赢得尊重。12，想想世间万物消亡得有多快吧。人的躯体以及世间一切物质都溶解在了宇宙之中，而人世间的一切都化成了时光中的记忆。想想所有世俗事物的本质，特别是那些事物，它们伴随着令人快乐的诱惑，或者让人畏惧的烦恼，又或者表面上光鲜亮丽、姿态昂扬，但它们实际上却是多么空虚，多么卑微，多么低劣，又多么容易腐坏。所有真实的生命和存在都逃不过这种空乏的命运。13，人要有理智的思维，从自负、虚荣和歌功颂德里跳出来，认真思考作为人的本质，思考何为死亡，以及如何看待死亡，并在脑海中把死亡与它通常带给我们的感受区分开，把死亡看作是自然的一部分，还有什么畏惧可言呢？何况，它不仅是自然的一部分，更是让自然运行更加有益的事情。14，想想人如何才能接近神明，必须通过身体的哪一部分接近神明，以及当他接受神明眷顾时，身体的那部分会产生怎样的改变。人最悲惨的莫过于灵魂四处游荡，寻找那些虚无缥缈之物。他通过各种迹象和猜想来窥探别人的心思，却意识不到只要全神贯注，把所有的意识都集中到自己的内心，去聆听内心的想法，实现内心的要求，这么做就够了。对内心的尊奉就在于让自己保持纯洁，免受所有激情和邪恶的影响，免除所有轻率和虚荣，免受无论对神明还是对他人的各种不满之情。神明给予的都值得我们尊奉，他人给予的都值得我们珍视。有时他人因无知而带给我们的好与坏，也同样会以怜悯同情之心，因为我们也无法做到完全分辨黑白是非。15，即使能活3000年，甚至数万年，也要记住这一点。一个人能享受的生活，不过是当下生命中的很小一部分人，也无时无刻不在与生命告别。再长的生命和再短的生命都是一样的，生命的长短也许不同，但那已经成为过去。此时此刻的当下，告别生命的那个瞬间，对所有人都是一样的。无论我们何时离开人世，与生命告别都只是一瞬间的事。
然后我们就溘然长逝。我们只有当下，因此我们告别的并不是过去或未来，本身就没有的东西，谈何告别呢？必须牢牢记住这2件事情。第一，世上万物无穷无尽，循环往复，皆有共同的本质，所以无论是100年、200年，还是在无限的时空里，一个人所看到的事物本质都是一样的。第二，不论最长的生命还是最短的生命，他们所失去的都是同样的东西，也就是与生命告别的那一个瞬间，因为那一刻是他们唯一拥有的。16，请记住，一切都只不过是个人的意见和自负的幻想，这是犬儒派的莫尼穆斯所说的，在他看来，这个道理如此显而易见。同样显而易见的道理是，如果事物本身是真实不虚的，那接纳它们就会是甜蜜而愉悦的。17，人的灵魂经常自我轻贱，首先在于他有时把自己变得像一个脓肿，成为世上的多余之物。因为当我们对世上发生的任何事情感到悲伤或不悦的时候，就是对宇宙本性的背叛。第二，当灵魂被他人厌恶时，或者被人怀着恶意、敌意攻击伤害时，那些愤怒的人，他们的灵魂就是这样的。第三，当灵魂被快乐或痛苦压倒的时候。第四，当灵魂试图自我掩饰、虚情假意地说话或做事的时候。第五，当灵魂没有目标、轻率而欠考虑的时候。如果没有目标，甚至连最细微的事情也不应该去做。人作为理性动物，应当遵循他的理性，遵循古代城市和联邦的法则。18，人的生命是时光中的一个点，生命的实质是永远流动的。我们的感官趋向于逐渐模糊，我们身体的整个构成趋向于逐渐分解和腐烂。人的灵魂焦虑不安，前途未卜，孤立无援。用一句话来说，属于身体的像是一道激流，属于灵魂的像是一场梦境或者一缕青烟。我们的生命是一场战争，一次朝圣，而死后最好的名声莫过于被遗忘。那么，我们应当坚持和遵循什么呢？唯有一物，那就是哲学。哲学能够让人永葆内心的精神，让它不受侮辱和损害，让它免于所有的忧虑和喜乐。哲学教人不轻率，不欺骗，不伪善，教人做事发自内心，行事恰到好处。哲学教我们欣然面对，把所有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都当作来自神明的眷顾。最重要的是，用一种没有悲喜的沉静心态坦然迎接死亡，把它看作是组成一切生物所有元素的再次分解罢了。既然在其永恒变化中那些元素并未遭受任何损害，那么我们对死亡这件平常之事又有什么好畏惧呢？这难道不合乎自然的规律吗？任何合乎自然规律的都不是恶。第2卷完，写于卡农图姆要塞。第3卷。1，一个人不能只顾着考虑自己的生命如何一天天地消耗下去，因为剩下的日子是越来越少的。我们还必须考虑另一件事，即便活的时间很长，他也不能保证自己的理解能力会一直保持足够好。这不仅适用于需要精打细算的商业领域，也适用于需要认真专注的思考方面。而我们对神明和人类最真实的认知，都依赖于人的理解能力。人开始走向衰老的时候，他的呼吸、消化、吸收，他的想象力、食欲以及其他功能器官，也许还能像以前那样正常运行。他可能也不会意识到自己变老了，变得昏聩了。但是，无论他还能活多久，人都应该如何发挥自己的价值，如何分辨是非，辨别对错，如何克服忧虑，战胜恐惧，这些事情都要充分地思考。
因为思考需要耗费我们巨大的体力、精力，而我们的能力却是不断的衰退的。因此，我们必须抓紧时间。这不仅仅是因为每一天我们都离死亡更近了一点，更是因为我们了解事物本性的能力，以及根据所掌握的知识来规范自己行为的能力，每天都在减弱。如果我们不抓紧时间，我们可能还没能做出什么作为，就要迎来死亡了。二，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只要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事情，本身就是赏心悦目且令人愉快的。就好比烘烤一大片面包，它的表面会有一些开裂和碎块，边缘会变得又硬又不像原来的形状。这些开裂和碎块，虽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并不是我们烘烤的本意，但却带来了一种特别的味道，让我们食欲大开。无花果也是一样的，当果实开裂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它已经成熟了，而成熟的橄榄也是在即将要腐烂的时候才是果实最好的状态。成串挂着的葡萄，狮子浓密又粗糙的眉毛，尖嘴獠牙，流着白沫的野猪，还有许许多多那些本身看起来没什么美感的事物，因为它们符合自然规律，所以让人感到愉悦。人如果能用一种深刻的思维和洞察力去观察世间万物，甚至是那些看起来毫不起眼的细微琐碎之物，那么任何事物都会让他感到欣喜和愉悦。所以当我们看到野兽龇着牙咧着嘴的时候，所感受到的快乐，并不比能工巧匠在绘画创作时感受到的要少。所以我们也能够感受到老人那成熟的沉淀之美，无论他是男是女。所以无论多么美丽诱人的东西，只要我们用纯真无邪的眼睛去看它，就能很快分辨出善与恶。我们还能分辨出许多其他事物，不轻易相信任何人，但相信那些真实存在和我们所熟悉的，相信自然本身以及所有符合自然规律的事物。三，希波克拉底在治愈了许多疾病以后，他自己也病死了。占星术士虽然能够预言他人的生死，但他们自己也难逃命运的掌控。亚历山大、庞培和凯撒，他们征服了无数城邦，把数十万生灵变成了齑粉，但到头来也必须告别这人间。赫拉克利特穷尽一生来研究火，最后死于水肿病，临死时浑身上下污秽不堪。狮子害死了德摩克利特，而另一种寄生虫，指那些邪恶且不敬神的小人，害死了苏格拉底。这些都意味着什么呢？如果把生命比作一次旅行，那么你登上船只，起航，到达彼岸，下船，如果还有来生，你一样会找到神明，因为神明是无处不在的。如果所有的生命和感知能力全部停止，那么你就不会再遭受痛苦或感到快乐，不用再为了生存而奔波劳碌。人有多卑微，侍奉的神明就有多高贵，因为后者代表着理智和神性，而前者不过是泥土和肉身而已。四，如果不是为了公共利益，就不要把生命浪费在与他人的纠缠和牵扯之中，因为那样的话，你就没有时间去做一些真正有益的事情。不要把时间花在思考别人做了什么，说了什么，在思索什么，在争论什么，那只会让你迷失自我，丢掉观察和审慎自己理性的能力。在你整个思维体系里，首先要抑制任何懒散或不当的想法，更重要的是要抑制任何奇特或邪恶的念头。如果一个人突然问你，你现在在想什么？你能坦然地直白地回答，我在想这个，我在想那个。你心中的所想所表露出来的，就是真诚而平静的。作为一个社会动物，你丝毫没有沉溺于快乐或感官享受，你也没有敌意、嫉妒、猜忌，更没有任何说出来会让你脸红难堪的邪念。如果一个人能够做到这些，
能够毫不拖延地坦诚地吐露心扉，那么他就是我们中最优秀的那一类，是神明的信徒和使者。他的内心像一座圣殿，悉心地供奉着神明。他所拥有的神性让他免于虚妄的快乐，免于痛苦的威吓，免于任何错误的行为，免受侮辱，也免受他人施加的任何恶行。他是为一个崇高的荣誉而战斗的战士，不会被任何激情所压倒。他深信正义，全心全意地接受和拥抱在他身上发生的一切，除非是为了公共利益，否则他不在意别人怎么说怎么做，因为他唯一掌握的，真正属于他的，只有他自己的想法、的行为，而那都是神明的眷顾和命运的安排。他确保自己的想法和行为是正直的，他也坦然地接受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他知道命运给我们的安排，每个人都是逃不掉的。他铭记，和自己一样，人都是有理性的，而关心普罗大众符合人的本性。至于荣誉和赞美，他知道不必希望得到所有人的称颂，只需争取得到那些按照自然本性生活之人的认可。对于那些不按照本性生活的人，他总是知道并记着他们在家是什么样子，离开家是什么样子，白天是什么样的人，晚上是什么样的人，做什么工作，和其他什么人交往日子。他也因此知道，来自那些人的称颂和赞扬是微不足道的，因为那些人甚至对他们自己都谈不上喜欢和认可。5. 不要做任何违背自己意愿的事情，也不要做违反公序良德的事情。做事需要三思而后行，但是决定好以后就沉下心去做。既不要装腔作势，故作姿态，也不要喋喋不休，更不要庸碌无为。重要的是，让心中的神明来守护你，指引你，做一个成熟的人，一个融入社会的人，做一个高贵的罗马人，一个贵族，打理好自己的生活。在你离开人世时，带着经历过风霜雨雪洗礼过的骄傲。所有的言行都不需要任何誓约，也无需任何见证。6. 做一个快乐的人，不需要别人的帮助或照料，也无需别人给你休息与宁静。自己要做一个正直的人，而不是被别人所纠正。7. 在这凡人的生命中，如果有什么比公义、真理、克制、勇气更好的东西，或者说有什么比神明赐予你内心富足还要好的东西，我说，如果你真找到了这样的东西，那就全身心地拥抱它，尽情享受它吧。但是，如果你找不到除了内心神性之外更好的东西，如果没有什么比顺从自己的想法更好，那就不要在充分考虑之前就听任心中各种幻想。你应该像苏格拉底说的那样，让自己摆脱所有感官的诱惑，把自己交给神明，去关心所有的人。如果你发现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与内心的神性相媲美，那就不要浪费心力在其他事物上，因为一旦那样做的话，你就会走上歪路，你就再也无法心无旁骛地追求那些真正适合你的、属于你的事物。无论是称赞、荣誉、财富、快乐，那都是次要的，它们都无法与理性相提并论。但这些身外的东西，只要想了一次，它们就会在脑海里占据上风，会将一个人引向歧途。所以我说，你一定要选择好的事物并坚持到底。有人说，有用的就是最好的。如果他们所说的有用，是指做一个理性的人，那就要坚持理性；如果仅仅是指对作为一个动物是有用的，那就摒弃它，谨慎地做判断，下结论，不要被表面现象迷惑，这样才能正确地分辨事物。8. 永远不要认为以下这些对你是有用的：驱使你放弃信仰的，让你不再谦逊的，让你憎恨、
猜疑、苛责、掩饰的，让你贪得无厌，为满足一己私欲不惜做不可告人之事的。相反，如果有人相比其他一切事物更喜欢自己的理性，更相信自己内心的精神力量，那么他就永远不会悲天悯人，既不需要刻意独处，也不需要别人陪伴。最重要的是，他活得恬淡寡欲，活得没有恐惧。关于生命，无论长短，他都享受自己的灵魂。至于能活多久，他完全不在意，因为他知道，即便此时此刻就离开人世，他也已做好准备，就像任何其他行为一样，可以低调而又体面地去完成死亡这件事。终其一生，他关心的只有一点，那就是他的思想从开始到结束都由理性掌控。9，在真正经过自我约束的心灵中，你不会看到任何污秽腐朽的东西，不会看到任何奴性的或不自然的东西，没有私心杂念，也没有丝毫恶意，没有令人讨厌的或刻意隐瞒的东西。这样过完的一生，死亡也不会让它看起来不完整，就像是戏剧的谢幕或演员的退场一样自然。10，一定要尊重地使用你所拥有的能力，确保你的主观意见既符合人性，也符合理性。保持理性，你就不会轻率做事，你就会善待他人，尊敬神明。把所有其他的东西都抛开吧，执着于内心就够了。记住，我们每个人都活在当下这个漫长时光中的一个点上，生命的其他部分要么已经过去了，要么尚未到来。因此，每个人活着的时间都是短暂的，居住过的地方只不过是世界上狭小的一个角落，人死后最长久的名声也是微不足道的，只不过会被后代寥寥数人祭奠罢了。那些人同样也只有短暂的一生，他们甚至都不完全了解自己，更不可能了解那些早已逝去的人。11，上面这些道理一定要铭记于心。另外记住一点，永远对你脑海中浮现的每一件事物都做仔细的描述和刻画，这样就可以完整彻底、毫无保留地思考它的本性，还可以把它分解成若干部分来思考，它由什么构成，又能分解成什么。这样一来，你对这件事物的本质以及它的组成就有清晰的认识，知道它到底是什么。这样做最容易让人的心灵得到升华，即能够真正有条不紊地审视和思考生活中发生的所有事情，能够看清事物的本性，同时又能思考世间万物的作用、宇宙的本性，还能思考一件事对于宇宙的价值，以及一件事对于人，包括所有家庭、所有城邦的公民，又有什么价值。12，我对事物的印象建立在什么之上？它包含什么？能维持多久？在所有美德中，应该用哪种美德来对待它？比如文雅、坚忍、真实、信念、诚恳、谦逊，亦或其他。实际上，你对所有事物的印象都是直接来自于神明，皆是命运的巧妙安排。我的邻居以及亲朋好友也会给我留下印象，但他们却不知道什么事情符合本性，而我知道。因此，我根据同胞之情的自然法则，善良和公正地对待他们。至于那些本身就无关紧要的事，我更不会在意。13，当你打算做一件事的时候，要认真遵循理性的原则，坚定不移，宁静谦和，不被其他事物分心，让自己内心的灵性神圣不受玷污，恬淡寡欲又无所畏惧。做任何事，说任何话，心中都充盈着勇敢和真诚，这样就能活得快乐，没有什么能阻挡你。14，正如医生们总是提前准备好各种工具一样，你也需要随时准备好自己对事物的认知，无论是神性的还是人性的。无论你做什么，即使是最细微的事情，也要意识到神性与人性的相互联系。因为如果你做事缺乏神性，
就不可能把关乎人性的事情做好，反之亦然。15，不要自欺欺人，因为你死后世人才能对你盖棺定论。你也无法追忆古代罗马人和希腊人的品行，也无法读到你特意为自己年老时准备的书籍。所以抓紧现在吧，放弃所有空想。如果你真正在乎自己，就做那些真正对自己有益的事情吧。16，偷窃、播种、采买、休息、观察，这些词语的本意是什么？又有多少我们不知道的意思呢？每个人都有身体、灵魂和理智，感官自然而然由身体来把握，欲望和情感则由灵魂来操控，为人处事的原则就需要理智来调整了。第4卷。1，如果一个人内心活得符合自己的本性，那么无论经历了怎样的世事变迁，欢笑与泪水，他都能保持坦然。他的内心会引导他专注于自己，专注于此时此刻，不会被其他事物分散了注意力。他也会努力保持本心，不为了迎合他人而做违背自己意愿的事情。这就好像心中有一团火焰，哪怕它看起来只是微弱的火星，它也能点燃所有被它吞噬的事物，让火焰越烧越旺盛。2，做任何事情时都不要轻率或随意，而要以精准和完美作为行动的标准。3，人们会寻找隐居避世的地方，比如乡村、海边或是山岭。你也渴望找到自己的桃花源，但是你必须知道，这一切都来源于一种最朴素的情感。因为无论在什么时候，你都可以放下所有的牵绊，完全地退回到自己内心。没有哪个隐居之所能比得上你的灵魂，特别是当你对它有所准备时，回到灵魂深处，才能让你获得彻底的解脱与宁静。而我知道，宁静意味着井然有序，摆脱任何混乱的喧嚣。所以，回归你的灵魂深处吧，洗涤心灵，让自己重新获得生命力。如果你以简单和纯粹作为信条，就能彻底净化灵魂，帮助你摆脱所有的不满足感，重新回到安宁的居所。为何会感到生气呢？是因为人们的邪恶吗？那就回想这句话吧，所有理性的动物都是互相依赖的，忍受他人也是正义的一部分。人们作恶，有多少并非出自内心呢？又有多少人敌对、怀疑、憎恨、杀戮，也无法逃脱尘归尘土归土的命运？现在是时候做一个了断了。那些偶然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你能对其中的任何安排表示不满吗？你想想看，我们的种种困境，要么来自神明的旨意，要么是德谟克利特所说的原子所构成。你要明白，只要重新整理好思绪，你就会发现自己的力量，不论是平缓的还是剧烈的，你都能呼吸，能获得一种超然的姿态。那么，关于你的身体，还有什么好害怕的呢？还有什么值得感到痛苦或快乐的呢？对荣誉和名声的关心会扰乱你的心智吗？如果你回首过去，想一想所有事情被遗忘的是多么迅速，想一想过去和未来无限的时空混沌，想一想赞美是多么空洞，人们的判断和观点又是多么善变长，以及我们所处的这个时间点是多么微小，你还会为这些虚名感到烦恼吗？因为整个地球都只是一个点，其中有人居住的那些更是极小的一部分。在这极小的部分里，有多少人称赞你，他们又是什么样的人呢？真正应该做的事情，是经常练习回到灵魂深处，回到属于自己的那一片天地，让自己心无旁骛，让自己宁静而远大，带着自由的心态去思考世间万物，做一个以德行行为为目标的人，一个慷慨大度、与人为善的人，
一个公民，一个凡人。你要回归灵魂，就要多留意这2件事情。第一种是不触及灵魂的事物，无论他们有多么躁动不安，都要记得所有的烦恼和困惑都来自于内心。第二种是你所看到的那些变化无常、转瞬即逝的事物，始终在脑海里提醒自己，看过多少世事变迁，沧海桑田，宇宙变化无穷尽，人生就像一场逆旅，而你也是一位旅人。4. 如果对所有人来说，理解他人和通情达理是共通的，那么我们所说的理性也应该是共通的。那么规定我们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的理性也应该是共通的。再进一步说，法律也是共通的。我们是同一类公民，我们福祸相连，休戚与共，是命运的共同体。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就像是一座城市，还有什么别的共同体呢？可以说所有人都是其中的成员。从这个命运的共同体里，我们能获得理解、理性以及法律，除此之外还能从哪里得到呢？正如我身上属于大地的部分来自我们共同的大地，属于水的部分由其他元素赋予，正如我的呼吸和生命有它的源泉，我的躁动和炽热也有它的起因。因为没有什么东西是来自于虚无，同样也没有什么东西能转化为虚无，所以我们所具备的理性也一定有某种共同的根源。5. 生命和死亡，它们都是自然智慧的秘密，前者是若干元素的混合，后者则再次分解成相同的元素。任何人都不需要对死亡感到愧疚，因为无论死亡是以哪一种形式降临，它既不违背理性动物的本性，也不违反我们自身的结构。6. 世事纷扰，人心难测，不必太过纠结。指望恶人不去作恶，就像指望无花果树没有树叶、没有水分一样，是不切实际的。总之，你要记住这一点，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你和他都将死去。再过不了多久，你们的名字和记忆也将不复存在。7. 如果人都没有想法，那就没有人会认为自己是被冤枉的。如果没有人认为自己是被冤枉的，那就不会再有所谓的错误。不能使人自身变坏的东西，也不会使他的生活变糟，更不会从内部或外部伤害到他。所以，把那些你自以为是的想法丢掉吧，这样才符合本性。8. 世上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有它的道理，你仔细观察就能明白。我要说的并不仅仅是指因果机缘，也就是事物本身的连续性，更是合理本身。这就好比所有事物的安排都是根据它们的真正价值所做出的平等分配。还要注意观察，无论你做什么，都要做一个好人，在一切行为中都必须做到这点。9. 不要像错待你的人那样自视甚高，也不要带着别人希望你拥有的意见来看待事物，回归事物本身，看清它的本质。10. 有2条准则必须时刻铭记于心。首先，以理性为指引，只做那些有助于人类普遍利益的事情。其次，如果身边有人能纠正你或者敦促你改变错误的观点，那就改变你的观点吧。改变不是因为它能带来愉快或声誉，而是为了显而易见的正义，或者为了更好的公共利益。11. 你具备理性吗？我具备。那你为什么不运用理性呢？如果连理性你都要与它分道扬镳，那还期望有什么会与你相伴呢？12. 作为特殊存在的一部分，你已经生活至今，现在你将消失到最初产生你的神性中，或者更确切地说，将重新回到原来的理性物质中，这也是我们所有人的宿命。
就像是同一个祭坛上燃烧的香油，一滴一滴落下，又汇聚在一起。13，如果你能回归并尊崇理性，那用不了10天，人们就会把你当神明一样看待。现在，他们看待你只不过比看待动物稍好一些，就像一只猴子罢了。14，你活不了几千年，死亡一直笼罩着你，趁你还活着，多行善事。15，如果一个人不去探究他的邻居说了什么，做了什么，想什么，而是只专注于自己做的事情是否神圣正义，或者用阿加顿的话来说，如果一个人不在意别人的种种恶行，而是专注于走好自己的正道，他将不再有任何烦恼。16，贪图死后名声的人不会想到，那些在他们离世后怀念祭奠他们的人，同样过不了多久就会消亡，一代一代下去，直到所有记忆全部湮灭。假设人们会记住你，他们对你的记忆永远延续，对你又意味着什么呢？我不说这对逝去的人意味着什么，而是说这对活着的人意味着什么。赞美，除非它有某种政治上的用途，否则还有什么意义呢？因为无论你得到什么赞美，那都是自然的馈赠与恩赐。如果还有其他非分之想，那都是不合时宜的。公平和美好的东西，无论它是什么，关乎什么，它的公平和美好都是属于自身回归本体的，而赞美并不是它的一部分。被赞美的东西并没有因此而变得更好或更坏。这一点我了解。那些被普遍视作公平和美好的东西，要么是因为其本身，要么是因为精巧的手艺。至于那真正美好的事物，除了正义、真理、仁爱、谦逊之外，不需要其他东西。真正美好的事物，哪个会因为得到赞美而变得更好，或因遭受诋毁而变得更坏呢？祖母绿宝石、黄金、象牙、紫袍、短刀、鲜花、树木，没有得到赞美就会使它们变坏吗？17，如果灵魂在人死后继续存在，那它在永恒之中将置身何处呢？大地又如何从人类发端就容纳那么多已逝之人的躯体呢？人死后，无论躯体变化分解成什么，都是在为其他没有生命力的躯干腾位置，而灵魂则在人死后不久，通过变化、分解、燃烧融入空气，重新回到最原始的理性本体中，同样为其他失去肉身寄托的灵魂让位。这也许就回答了灵魂在人死后是否存在这个问题。逝去的人数量巨大，被人类和其他肉食动物吃掉的动物同样也不计其数，每天被吃掉的动物数不胜数，就像是它们被埋在了吃掉它们的人类或其他动物体内，通过这种方式完成了转换，一些化为血肉，一些化为空气和火焰。那么，如何才能探究真理呢？就是要把事物分解开，哪些是被动的、物质的，哪些是主动的、形式的。18，不要逃避，而要在每一次所为所想中都坚持正义，对每一种幻想都努力对它形成真实自然的理解，看清楚它的本质。19，世界啊，凡对你有益的，对我都是合宜的，任何合乎你的事物，对我也都恰到好处。无论季节如何交替变化，所带来的一切，我都视之为幸福的收获。自然啊，万物皆来于你，皆存于你，皆归于你。有人说雅典是亲爱的凯克洛普斯之城，那么世界对我们来说，不就是亲爱的神明之城吗？20，人们常说，要想活得愉快，就不要有太多牵挂。当然，人们可以限制自己只做必要的事情，没有什么比这更好的了。知道自己生来就是社会的一员，
知道自己要听从理性的指挥和命令，做善事，只做必要的事情，就会带给我们快乐。我们平常所说的、所做的，其实大部分是不必要的。如果一个人不说、不做那些没有必要的事情，他就会有更多的闲暇，更少的麻烦。因此，做每一件事之前，人都应该扪心自问：我现在要做的这件事，是不是没有必要做呢？除了不做不必要的事，我们还应该摒弃不必要的想法，这样就不会横生事端，徒增烦恼。21，试着像一个善良的人那样生活，无论世事如何变幻，都欣然于命运的安排，并接受上天赐予的一切，行为正直，以至于在内心获得极大满足，对未来充满更加美好的期许。试着按照这样的原则去生活吧。从今以后，不再庸人自扰，把日子过简单些。有人对你作恶吗？那他也是对自己作恶，有什么好烦恼的呢？有什么事发生在你身上吗？无论它好与坏，都是亘古以来交织纠缠的命运带来的安排。简单来说，生命是短暂的，所以一定要用我们最好的判断力和正义感，努力抓住现在。休息放松时，也应该保持头脑清醒。22，这个世界可以把它看作一个秩序井然的宇宙，也可以看作一个复杂交织的混沌。如果说整个宇宙只有混乱和无序，那么在你身上怎么会有秩序之美呢？宇宙中的所有事物因为本性不同而各自区分，尽管它们相互离散，却因为天生的同感而彼此依存，形成宇宙这个整体。23，一种黑暗或邪恶的品格，一种柔弱的品格，一种冷酷无情的品格，一种狂野残忍的品格，一种羞怯的品格，一种幼稚的品格，愚蠢的、虚假的、粗鄙的、欺骗的、专横的。然后呢？一个人如果置身事外，仿佛不知道世上有什么，那为什么不对世上发生什么也同样冷眼观呢？24，他是一个遁世之人，回避理性，远离社会。他是一个盲目之人，不以理性看待事物。他是一个可怜之人，依赖他人而非自己获取生活所需。他是一个多余之人，对命运的安排感到不满，以至于他与人类共同的理性分道扬镳。他在城市里煽动叛乱，因为非理性的行为，他将自己的灵魂从所有理性动物融为一体的灵魂中抽离。25，有的人一件外衣都没有，有的人一本书都没有，他们却能把哲学付诸实践。有人说，我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但我不能没有理性。我想，我要从学习和教诲中获得滋养，要与理性同在。26，无论你所学的技艺是什么，都努力去热爱它，在学习的过程中获得满足感。在你的余生里，把你自己和你拥有的全部，全心全意地投入进去，献给神明，不要让自己成为暴君或奴隶。27，我想到维斯巴乡的时代，会看到和现在一样的事情。有人结婚、生病、死亡；有人交战、享乐；有人从事贸易、耕种田地；有人阿谀奉承、自高自大；有人迟疑不决；有人图谋不轨；有人盼望死亡；有人满腹牢骚；有人追求爱情；有人积聚财富；有人渴望权力；更有人觊觎王位。那些人和他们所处的时代一样，都不复存在了。我又想到图拉真的时代，在那时，你看到的人和事也都大同小异，那个时代也结束了。以同样的方式来观察其他时代和其他国家，就会发现多少人曾拼尽全力追求世俗之物，却都逃不开死亡以及重归自然的命运。
尤其是你要提醒那些人，那些因追求虚妄而心烦意乱的人，他们经常忽略一点，那就是要做符合自己本性的事。你必须记住，做每一件事都要评估它的价值和它在生命中应占的比重。想要摆脱疲惫不堪、烦恼困惑，就不要在琐碎小事上耗费太多精力。28. 那些曾经是普通平常的词汇，现在变得晦涩难懂了。同样，那些曾经为人熟知、赫赫有名的先贤也被人们遗忘了。卡米卢斯、凯索、沃勒修斯、列昂纳托斯，以及之后的大西庇阿、加图，然后是奥古斯都、阿德里亚努斯，还有安东尼努斯、皮乌斯。所有这些人在很短的时间里就会被彻底遗忘，仿佛是另一个世界的传说。他们曾在自己的时代耀眼夺目，但对其他人来说，一旦他们逝去了，关于他们的所有名声和记忆都会随之褪去。什么才值得永久铭记呢？一切都不过是虚无。什么东西才值得我们殚精竭虑呢？那就是确保我们的思想和意志是公正的，我们的行为是仁慈的，我们的言论永不欺骗，我们的理解不受错误干扰，我们总能坦然拥抱发生在身上的任何事情，将其视作必然的、普通的事情，视作上天对包括你我们在内的万事万物的安排。因此，心甘情愿地把自己托付给神明，交由上天安排你的命运吧。29. 只存在于当下的事物，日复一日都存在的事物，记忆中的一切事物，以及思想和记忆本身，不断提醒自己，所有的事物都在不断变化。经常冥想这一点，那就是宇宙的本性里最令人欣喜的，莫过于改变那些本就存在的事物，通过它们创造新的事物。这样，我们就可以说，任何东西都是它将要转换成的事物的种子，就像播撒在大地上的种子一样。30. 你将不久于人世，但你还没有达到那种完美的质朴，没能摆脱人世间的烦恼，没能打消对外界的恐惧和怀疑，没养成善待他人的性情，也没有做到以智慧来引导你所有正直的行为。31. 观察人们的理性部分，尤其是观察那些智者，看他们避开什么，追求什么。32. 如果你作恶，那你的恶意和恶行都不能说是别人的想法造成的，你的恶也不能归因于你的身体，那只不过是灵魂的外壳和栖身所。恶究竟在哪里呢？在于你自己，在于你的自负和恐惧。如果你能摆脱自负和恐惧，那就不会有恶。即便你的身体遭受刀割火烧、腐烂流脓，都要让你的理性保持冷静。要知道，如果一件事在好人和坏人身上都同样发生，那这件事就称不上善或恶。这是因为，如果一件事同样发生在顺应自然生活的人和违背自然生活的人身上，那它就既不违背自然，也不合乎自然，既不是善，也不是恶。33. 永远把这个世界看作一个活着的、具有灵魂的实体，所有事物都汇入这个独一无二的灵魂里，它决定了所有事物的运动方式，决定了事物的本来面目，决定了万事万物如何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和相互关联。34. 正如哲学家艾比克泰德所说，人如果没有神性，就不过是一个附着在身体躯干上的可怜灵魂罢了。35. 经历变化并不一定是坏事，也不一定是好事，但变化体现了存在的意义。时间仿佛一条湍急的河流，浩浩荡荡带走世间所有。一个事物刚出现不久，就将消失在那洪流中，取而代之的事物也旋即消逝。36. 在自然的过程中，世上发生的任何事情都像春天的玫瑰、夏天的果实一样普通平常。同样普通平常的是疾病、
死亡、诽谤、诡计，以及任何发生在凡夫俗子身上使他感到快乐或悲伤的事情。万事万物总是自然而然接踵而至，必须要意识到它们不是相互独立毫无关联的，而是有条不紊、和谐有序地连接在一起。从它们身上，我们看到的不仅是简单的迭代，还有一种令人惊叹的关联。37，永远记住赫拉克利特说过的：土死后变水，水死后变空气，空气死后变火，依次循环。记住理性如何支配世上所有事物，如何持续不断地慰藉人心，也记住那些迷失方向的人，他们通常最反对的就是理性。每天在他们身上发生的事，他们却感到十分陌生。我们不能像睡着一样，光靠意念和想象去做、去说，也不能像孩童一样只效仿自己的父辈，还声称这样是延续先人的遗志。38，如果有神明告诉你，明天或最迟后天就是你的死期，你大可不必在意到底是明天还是后天，除非你确实是极度贫乏、懦弱，才会把多活一天看作是莫大的欣喜。明天或后天有什么区别呢？所以，出于同样的原因，不要太在意什么时候会离开人世，无论是许多年以后，还是就在明天。9，经常冥想这些事。有多少医生曾因为患者的病情而紧锁眉头，脸色阴沉？有多少占星师提前很久预知他人死期？有多少哲学家著书立作探讨死亡与不朽？有多少英勇的战士和指挥官杀人如麻？有多少国王和暴君盼着长生不死，却凶残横暴，草菅人命？他们最后的结局都是死亡。又有多少城市和它里面住着的人一起消亡？赫里克、庞贝、赫库兰尼姆以及其他不计数的城市。再想想你知道的那些已故之人，哪一个不是刚埋葬了别人，不久后就被其他人埋葬？所有这些都发生在很短的时间里。你要始终意识到，所有的世俗之物都多么短暂易逝，又多么一文不值。比如，人是什么呢？生下来的时候哭哭啼啼，死后变成一具腐烂的尸体，直至灰飞烟灭。因此，必须以真理和本性为指引，想清楚人的生命不过是短暂的一段时光。当一切都结束的时候，也要带着满心欢喜，就像一颗熟透的橄榄果。当它掉落时，它赞美孕育它的土地，感谢生长它的树木。40，你要像海边的礁石那样，尽管惊涛骇浪不断拍打，却能屹立不倒。再汹涌的海水到它周围也被驯服得平静如常。41，哦，可怜的我，这不幸发生在我身上。不，我是幸福的。虽然这件事发生了，但我可以不再悲伤。我既不被现在的事伤害，也不害怕将来要发生的事。这件不幸的事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但不是每个人都能让自己免于痛苦。为什么是一件不幸的事，而不是一件幸福的事在我身上发生呢？可是，人啊，你所谓的不幸，有偏离违背人的本性吗？如果这件事与人的本性并不背道而驰，那它还是不幸的吗？关于人的本性，你又真正了解多少呢？这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是否让你不再公正，不再宽恕，不再文雅，不再明智，不再谨慎，不再真实，不再谦逊，不再自由？是否让你无法充分遵循人的本性，享受当下？我要说的是，从今往后，在任何悲伤的情形下，都要记住这条处事原则。无论在你身上发生什么，都不要当它是一件不幸的事。相反，坦然地接受它，就当是一件幸福的事。42，如果想战胜对死亡的畏惧，
不妨回忆那些贪婪求命的人，这不失为一个粗俗却有效的方法。那些人，他们比早亡的人获得更多吗？他们到头来不也要面对死亡吗？就像卡迪西亚努斯、费比乌斯、尤利安努斯、雷必达，或者其他在有生之年埋葬了无数生命的人，最后自己也被埋葬。任何一个人的整个生命空间都是很小的，但尽管生命短暂，人却要历经无数烦恼、无数痛苦。因此，不要把生命长短看作一件很重要的事，顺其自然。回首看过往，举目看未来，皆是混沌而无穷尽的时间。面对这种无穷无尽，活3个世纪与活3天有什么区别呢？43，永远走最简单的那条路。所谓最简单，就是要合乎自然。也就是说，无论在言语上还是行动上，都遵循最健全、最完美的准则。如果你这么做，就能摆脱一切烦恼、纷争、掩饰、炫耀。第5卷。1，当清晨你不想起床的时候，请立刻想想，你是要起来做一份让人感到愉快的工作。难道人生的目的不就是为了享受吗？难道不是为了忙碌起来、行动起来，过上更真实的生活吗？你难道没有看到世上所有的事物，每一棵树，每一只麻雀，每一只蚂蚁，每一只蜘蛛，每一只蜜蜂，它们哪个不是在工作？哪个不是井井有条地尽着自己的本分呢？生而为人，你怎么能不去尽到人的本分，去做符合人性的事情呢？你告诉自己说，我需要休息一会儿。是的，休息确实是必要的。上天已经给了你休息的时间，也给了你吃喝享乐的时间，但是你却仍然固执己见，将花在吃喝享乐上的时间毫无节制地使用，而付诸行动的时间却远远不够。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你不够爱自己。如果你爱自己的话，你也会爱你的本性，也会接受本性对你的要求。还有一些人，他们非常热爱自己的职业，他们勤奋不倦，废寝忘食。相比之下，你对工作这件事是符合人性的，却看得不够重，甚至不如一个匠人看重他的手艺，不如一个舞者看重他的表演，甚至不如一个贪得无厌的人看重他的财富，也不如一个浮华自负的人看重他的虚名。这些人，当他们对某件事情怀有强烈的喜爱时，宁可不吃饭不睡觉也要去追求。在你看来，难道那些对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有益的行为，却是卑劣的，不值得你尊重和为此努力的吗？2，对人来说，这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就是不去想那些纷乱的、异想天开的事情。这样做很快就能获得完全的平静和安宁了。3，只要是符合本性的事情，你就尽管去说、去做，永远不要让别人的批评阻止你。如果你的言行是正确的，是诚实的，那么你就不要低估自己的价值，更不要放弃。至于其他人，他们当然是以自己理性的原则为指导，做事也各有自己的倾向性，但你不能只是站着不动，被别人分散了注意力。你要走自己的路，要顺从你自己的特质，也要顺从人类共同的本性，要将这两者结合起来的原则遵循下去。4，我以符合本性的行动继续我的道路，直到我倒下，安息，向空中呼出我最后的一口气。我就是靠着不断的呼吸来延续生命的。我将倒在大地上。我的父亲是从他滋养的果实里收集了种子，我的母亲是从他获得了血液，我的奶妈是从他获得了乳汁，而我也是从他获得了多年的食物和水源。最后，我倒在养育我的大地上，多年来却一直怠慢它，滥用它。
5. 没有人会因为你的言语刻薄而羡慕你。如果你是那样的一个人，那更像是有着某种与生俱来的残疾。尽管如此，还是有许多其他美好的事物。你不能把先天的原因当作你缺少他们的借口。那么，向人们展示那些完全由你自己掌控的品质吧：真诚、庄重、勤劳，不贪图享乐，不怨天尤人，知足、仁慈、自由，不奢靡奢侈，不喋喋不休，宽容有雅量。难道你没有意识到自己能够展现出多少美好的品质吗？这些品质甚至都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都是你无法用先天的原因来做借口的。为什么还要自甘堕落呢？你也许会说，正是因为身体天生有缺陷，你才怨天尤人，卑躬屈膝，曲意逢迎，对人要么横加指责，要么谄媚逢迎。但那真的是你虚荣自大、草率行事、焦虑不安的理由吗？不，愿神明作证，你本可以很早就摆脱这些，但你却用我天生就比别人迟钝麻木这个理由，玩世不恭，自我放逐。你必须训练自己，对自己的先天缺陷既不要过分在意，更不能自暴自弃。6. 有这样一种人，当他们做了一件好事的时候，恨不得马上把这件事记下来，并且希望得到回报。也有另一种人，虽然不要求回报，但在心里还是希望别人知道自己做了好事，也希望被帮助的人记住自己的恩惠。还有一种人，当他做好事的时候，他并不在意自己做了什么，就像是葡萄藤上结葡萄一样自然，他不要求任何回报。马儿奔跑，猎狗捕猎，蜜蜂采蜜，他们都不需要任何掌声或赞美。人依照自己的本性做好事的时候，也不需要别人知道，而是继续去做下一件好事。就像在秋天，葡萄藤上结了葡萄，来年这个时候它依然会长出果实。因此，你也应该做一个这样的人，做好事不要想太多，也不要在意别人会不会知道。最重要的是，一个理性的人知道他应该怎么做。有人说，善于体察他人的，同时也希望与自己打交道的人体察自己，这是社会动物的特性。这个道理是正确的，但更深层的含义又是什么呢？如果你不理解的话，就会成为上面刚才说的第一类人，他们看起来似乎也是被理性引导的。但如果要真正理解我所说的，就别害怕因此而放弃某些社会行为。7. 雅典人是这样祈祷的：哦，下雨吧，下雨吧，亲爱的宙斯神，请让雨降临到雅典人所有的土地和田野上吧。我们要么不祈祷，要么就以这样绝对的自由的方式祈祷。在祈祷时，人也应该不能只为自己祈祷。8. 正如我们通常所说的，医生在给病人开药方的时候，可能会要求他骑马、洗冷水浴，或是赤脚走路。同样的，宇宙也会给人开药方，让他患病、失明、折断肢体，或遭受这样那样的痛苦。在第一种情况下，医生给病人开药方是希望能让患者的身体从中受益，而在后一种情况下，发生在一个人身上的任何事情，实际上都是命运的某种安排，是注定要发生的。就像工匠们所说，墙壁或金字塔里的方砖，每一块都被安放在特定位置上，这样它们才能与其他方砖紧密结合，形成一个和谐的整体。分开来，它们是不同的个体，合起来就构成了一个和谐的整体。整个世界是由所有个体组成的一个完美整体，它因此具备了与所有个体相同的特质。命运也是一样，它囊括所有因果关联，因此也具备了与每个因果关联同样的特质。我现在讲的这些道理，即使是白痴也应该懂，因为他们常说这是命运带给我的。命运恰如其分地带给我们的，
就好比宇宙给我们开的药方，所以就像接受医生开出的药方那样，接受命运的安排吧。即使命运让我们遭受坎坷挫折，仍然要接受它们，带着对病痛痊愈的盼望和健康兴旺的期许，对命运的安排努力去实现它，让它圆满，就像我们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健康一样。接受命运，要坦然面对发生在身上的每一件事，即便那可能是严酷的、艰难的，因为这样对宇宙是有益的，有助于实现宇宙的健康和福祉，也有利于宙斯神的幸福和繁荣。一件事如果对宇宙没有益处的话，它也根本不该发生。无论什么事物，它的本性都不会给它所支配的领域带来不合时宜的东西。对身上发生的任何事都欣然接受，有2个理由。第一，这是命运的安排，所有因果关联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这些事要在你身上发生。第二，宇宙之所以能完美运转，造物主之所以能延续，都依赖于这些发生在每个人身上的事。如果你打断了每个个体之间紧密而一致的联系，那么本应该是完整的、完美的整体就必定会受损，变得支离破碎。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如果你对刚发生的一件事感到不快，你就打断了这种联系。9. 如果你严格地遵循正确的原则行事，却没有取得成功，不要心怀不满，不要沮丧气馁，不要失去希望。你应该努力摆脱这些情绪，回过头重新来过。至于那些更频繁发生的事情，无论是世俗的干扰，还是人性的弱点，既不要屈服于他们，也无需感到不满。只要热爱你的理性原则就够了，像一个哲人那样生活，以恰当的方式从事适合你的职业。当尘埃落定时，回到你的哲学中去，但不要像玩耍后回到校长和老师身边的孩子那样，而是要将自己想象成眼睛酸痛的人，有的用海绵和鸡蛋擦，有的用膏药贴，有的用热敷。这样回归哲学，你就不会把它当成一件值得卖弄炫耀的事，而是在回归的过程中获得安逸和舒适。记住，哲学永远不会向你索取任何东西，只要你做符合自己本性的事情。你会想要什么不符合本性的东西吗？你问，符合本性的东西和不符合本性的东西相比，哪一种更令人感到欣喜呢？我说，快乐的东西通常被人们看作是最善良的、最自然的，但却时常给人带来伤害和痛苦。仔细想想，宽容、自由、朴素、镇定、虔诚，这些里面哪个不是善良的、自然的呢？谨慎行事意味着你要真正沉下心来思考，如何用理性智慧引导自己走向合理的目标而不跌倒。还有什么比这更善良、更自然呢？至于世上的事物，它们的本来面目是如此含混模糊，对许多哲学家以及那些不太出名的人来说，似乎完全无法理解，甚至对斯多葛学派来说也是难以理解的。这样一来，我们所有的认识都是容易出错的。谁的结论能保证绝对正确呢？正确认识事物的本质吧。它们的存在是转瞬即逝的，卑微渺小的，拥有它们的可能是令人憎恶的可怜虫，沦落风尘的娼妓，恶名昭彰的强盗。再想想那些经常与你交谈的人，他们的性情是多么难以忍受，即使他们中最可爱、最亲切的也是那样。更进一步，我们甚至都无法忍受自己。在这样的模糊晦涩和肮脏不洁中，在物质和时间的持续流转中，在运动本身和处于运动的事物中，我们能依靠和坚持的是什么？有什么值得我们去赞颂、歌唱和勤勉追求？我根本想象不到。10. 必须顺应自然的规律来看待死亡这件事，不要因为它悬而未决而感到悲伤。重要的是找到自己内心的平静。首先，任何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都是符合宇宙本性的。其次，
不做任何违背你自己内心神明和灵性的事，这是你的权利，因为没有人能迫使你违背内心。11. 现在我应该如何使用我的灵魂呢？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时不时问自己这个问题。属于我的那一部分被称为理性，它有什么作用呢？我拥有的又是怎样的灵魂呢？是孩子的、青年的、女人的，还是暴君的、家畜的，或是野兽的？12. 我们也可以思考这个问题：那些大部分人认为好的事物，他们的本性是什么？一个人如果经常听别人说起好的事物，比如谨慎、节制、公正、刚毅这些真正好的，他就会形成一种认知，以后再听别人说那些所谓的好的东西，他就不会轻易相信。如果一个人经常听别人说那些粗俗之物是好的，他自然会觉得那些事物的确是好的，他也会觉得滑稽演员说的话听起来很亲切且令人愉悦。但实际上，即便是普通人也能分辨出来，那所谓的好和真正的好是不同的。美德被称为好的事物时，我们只不过觉得理所当然，但当我们称颂财富、享乐和名声时，我们却带着欣喜和愉悦。那么试着扪心自问，当我们兴高采烈欣赏舞台上的表演，被演员插科打诨的俏皮话逗乐并使劲鼓掌的时候，是否意识到我们并不拥有这世上任何东西？嘲弄、嬉笑只不过是我们躲避的一种方式。我想说的是，大可不必太看重那些看似好的事物，而是要发自内心尊崇那些真正好的。13. 组成我的是一定的物质形态或者具体的物质，任何形态的腐坏都不会将这两者化为虚无，因为反过来说，虚无不可能变化成我一个存在的生物。我的身体的每一部分都将散落到宇宙的某个角落，由此生生不息。也是通过这种变化，我才得以存在。生我的父母也一样，再往上追溯，所有人也一样。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宇宙受到不断变化的时间周期的掌控。14. 理性与逻辑推理，二者各有自己的运行规律，从而各负着各自的责任。他们决定自己的行动方向，确立可行的目标，行动果决，有的放矢，不达目的不罢休。不能想当然地认为人都有理性与推理的能力，因为人的本性并不在意能否实现圆满，人的本性并不天然具备这些能力。一个人能到达的终点，或者说他能够实现的所谓至善，并不由他的意图和想法所决定。那些外在的世俗事物，如果一个人拥有其中任何一种，他就不应该谴责他们或站在他们的对立面。一个人故意表现得对世俗事物不屑一顾，也不值得赞扬。故意从自己身边拿走外在事物的人，也称不上有多好。但反过来说，一个人越是回避那些外在的浮华和伟大或其他类似的事物，他就越能忍受这些表面的损失。我们也可以认为他是一个更好的人。15. 你的想法和惯常思维是什么样的，你的心灵就会变成什么样，因为灵魂的颜色来自于思想。带着思考和认知去勤勉地映染你的灵魂吧。比如，无论在哪里生活，人都有能力过得幸福快乐，住在宫殿里也可以感到幸福快乐。再思考另一个问题，一切为什么而生？人又是为什么而生？万事万物的自然倾向就是人的最终结果，万事万物的结局都在其中，人的至善至美也在其中。因此，对理性动物而言，社会就是一个合适的、好的事物。我们生来就在社会中，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任何天生更坏、更低劣的事物，通常都从属于更好、更高等的事物。有人质疑这点吗？那些最好的事物，不都休戚与共吗？显然，那些具有灵魂的存在要优于没有灵魂的，而在具有灵魂的存在中，
最好的莫过于那些具有理性灵魂的。16，渴望不可能的东西，那是疯子才做的事情。不过对恶人而言，让他不做这种事是绝不可能的。如果一件事根据其本性不会发生，那它就注定不会发生在任何人身上。发生在一个人身上的事，同样也会发生在其他人身上。事实上，当一件事在某个人身上发生时，要么他真的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要么他是在做作，故意表现得能够保持耐心，不感到悲伤，并希望以此得到称赞。可是这样的话，无知和欺瞒竟然压倒了真正的审慎和智慧，这难道不令人痛心吗？至于在我们身上发生的事，它们既不能触及灵魂，也无法接近灵魂，更不能以任何方式影响或打动灵魂。对灵魂而言，只有他自己才能影响和打动自己。他根据自身的原则和主张来指导自己的行动，与他共存的那些附属事物也是一样的。17，我们注定要对他人行善，并忍受他们的过错。就这一点而言，每个人的存在都是相似的。但是，有些人可能会阻碍我们的恰当行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对我而言就变成一种中性的事物，就像太阳、狂风和野兽。他们可能会妨碍我的行动，但他们妨碍不了我的思想和决心，因为我的思想和决心是恒定不变的，具有改变和限定行为的能力。似是而非的任何事物都遵循我的内心而变化，我的思想也能改变和扭转任何障碍，将其变成我实现目标的助力。这样一来，曾经的障碍如今变成了我的动力，从前阻止我的现在推动我前进。18，尊重宇宙中最重要、最强大的东西，那就是支配和引领一切事物的东西。对你自己也一样，尊重内心最重要、最强大的东西，它也可以支配和引领你的全部生命。正是你内心的这些东西在引领你的生命，指导你的生活。19，无害于城邦的事情，也不会损害城邦中的公民。在担心受到冤屈的时候，你务必记住运用这一原则。如果整个城邦都不会因为某件事受损害，我当然也不会。既然如此，我为什么要为这件事感到悲伤呢？不如好好思考这件事是怎么回事，到底是谁做的这件事。还有，要经常思考，世上所有存在的物质和所有发生的事情，它们消失得多么迅速。我们看到的物质本身就像一条湍急的洪流，所有的事物都处于无限变化中，没有任何一个是保持静止不动的。你还要意识到，已经过去的日子无穷尽，即将到来的时光同样无边无际，万事万物都会消失在时间的长河里。所以，如果你因为一些事情而骄傲自得、心烦意乱、无病呻吟，担心那些事会困扰你很久，那简直是愚蠢至极。想想你所属的宇宙吧，你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想想时间的长河吧，你所拥有的只不过是其中非常短暂的一瞬。再想想所有的天数和命运，你个人的命运在其中是多么渺小。再有，如果有人冒犯了你，也让他去思考这些吧。冒犯你的人，他掌握自己的运势，也掌握自己的行动。对我而言，我的本性让我在有的，我就拥有；我的本性要我去做的，我就去做。20，永远不要因为肉体的痛苦或快乐来扰乱你的灵魂，因为灵魂才是起指导和支配作用的。也不要将灵魂与肉体混为一谈，更不要让肉体的感觉影响你的灵魂，而是要把它们限定在一个仅影响自身的范围内。但是，你的身体是一体的，所以倘若任何时候这些感觉触动了你的思想，你也不必刻意抵制它们，因为它们是自然的。无论快乐还是痛苦，
当你试着去理解和接纳这些感觉时，都不要让你的灵魂给他们贴上好或坏的标签，因为那样做是不恰当的。21. 与神明同在。那些与神明同在的人，神明任何时候都会把力量赐予他的灵魂。他对于得到的任何事物都感到欣喜满足，他做每一件事都让内心的神性更加愉悦，那神性也督促他，激励他，那神性是宙斯神赐予每个人的礼物。22. 不要因为他人有口臭而生气，也不要因为他人有狐臭而生气。他能怎么办呢？他有那样一张嘴，有那样一个腋窝，所以才产生了那些令人生厌的气味，那都是再自然不过的。但是他也有理性，他自己也知道如果站得太近，肯定会冒犯别人。你也同样具有理性，那么让你的理性发挥通情达理的本事吧，把你发现的情况告诉他，劝他如何注意。如果他肯听，在某种程度上你就治愈了他，将来你也不会再因为他感到生气了。23. 要像生活在山上一样去生活，因为无论身处何地，只要把世界看作一个共同体，在哪里生活都没有什么区别。让人们看看，让他们认识一个真正按照自然生活的人吧。如果他们无法容忍你，就让他们结束你的生命，因为这总比像他们那样活着要好。就像你会说，这屋子烟雾弥漫，我要离开它，这没什么好苦恼的，只要没有什么迫使我出去，我就可以留下来，自由自在，无人阻止我做我想做的事。我的本性永远指引我，做一个理智的，对社会有益的、有条理的人。24. 支配宇宙的理性本质是为社会服务的，因此它既能为高等的事物创造出低等的事物，又能让它们相互适应，和谐共生。你难道看不出来吗？所有的一切都高低有序，相互合作，每件事物都根据其自身价值被赋予了恰当的意义，并与那些最好的事物相结合，构成了一个自然和谐的整体。25. 迄今为止，你的所作所为是否对得起神灵？此外，是否对得起你的父母、兄弟、妻子、孩子、老师、养父、朋友、同胞、仆从？你有没有用言语或行动伤害他们其中任何一个？你要记得你经历了多少事情，忍受了多少艰难困苦。现在，你的生命传奇已经圆满了，你的使命也已经完成了。你辨明了多少真正美好的事物呢？多少快乐，多少痛苦，你不都是带着坦然的态度一笑而过的吗？你蔑视过多少看起来荣耀无比的事，又曾对多少不讲道理的堕落之人抱有恻隐之心呢？26. 为什么轻率无知的灵魂会打扰那些既有学问又行事谨慎的人呢？什么样的灵魂才称得上既有学问又行事谨慎呢？是那些既知道从哪里来又知道往哪儿去的人，是那些掌握了隐藏分散在万事万物全部时空中理性本质的真实道理的人。27. 很快，你就会化为灰烬，或变成一具骷髅，也许留下个名字，甚至连名字都不复存在。毕竟那个名字也只不过是一个空洞的声音和回响。那些在今生今世被我们认为弥足珍贵的东西，本身都是虚荣的、腐朽的、可比的。即使被认为是最重要的、最严肃的，也不过像撕咬的小狗或惹人厌烦的小孩一样，时情时语。至于信仰、谦虚、正义和真理，他们早已像一位诗人所拥有的那样，抛弃了这片广袤的土地，隐退到天上去了。那么，你为什么还要留恋这里呢？所有的事物都如此多变和动荡不安，感官已经非常模糊，而且时常出错。
我们的灵魂只不过是血液中呼出的一口气，留恋这样的人间，难道不是一种空虚吗？留下来做什么呢？等待你的无非是死亡或转换，任何一种结局都会让你感到满足而舒适。但在死亡的那一刻来临前，什么才能让你满足呢？只有崇敬和赞美神明，以及对人行善，容忍人们的过错，绝不错待他们。所有外在的东西，无论是属于你可怜的躯体，还是你的生命，记住，它们并不是你的，也不受你的能力控制。28. 如果你选择走正确的道路，如果你正确的思考和行动，你就能找到一种真实不虚的方法来度过人生。有2件事情对神明的灵魂和人的灵魂来说是共通的，对所有理性动物也一样。第一，不要被别的事情阻碍。第二，幸福存在于对公平正义的偏爱和实践之中。做到这2点，你就不会有非分之想了。29. 如果一件事不是我的恶行，也不是因为我作恶才发生的，如果公众并没有因此受到伤害，那我有什么好担心的呢？公众又会在哪些方面受到损害呢？不能被自负和惯常的想法所驱使，在必要的时候给予他人帮助，必须尽心尽力。但如果他人遭受了无关紧要的物质上的损失，那么你大可不必觉得那是真正的损害，那么想是不对的。正如喜剧中那位行将就木的老养父在离去之前回忆他养子的灵形顶饰一样，你仍要记住，那只不过是一个装饰品而已。在讲台上大声疾呼是为了什么呢？人啊，难道忘了这些事物是什么吗？是的，他们是人们非常在意、非常期盼的。你也要像他们一样愚蠢吗？是的，我曾经是个愚人，就这样吧。30. 死亡要来就让它来吧，何时何地我都不在意，我也许会是一个幸福的人。因为我是一个快乐的人，在我的有生之年，我有过许多快乐和幸福。我的快乐和幸福就在于我拥有善良的灵魂、美好的愿望、慷慨的行为。第6卷。1. 构成整个宇宙的物质非常温顺柔和，支配整个宇宙的理性本质，它自身也没有任何作恶的理由，它本身没有恶意，也不对任何事物做出恶行。世间所有的万物都是因为这个理性本质而存在的，它们都受到它的指引和引导。2. 无论你是饥寒交迫的，还是衣食充裕的，无论你是昏昏睡的，还是精神抖擞的，无论你是万众指责的，还是万人敬仰的，这些都是你生来就应该履行的使命。即便你马上就要死去，死亡也是你生命中必须完成的一项责任。3. 内心多进行思考吧，在你完全理解某一件事情的本质之前，不要轻易地接受它所带来的品质和价值。4. 所有的物质都在不断地变化着，它们要么会消散成气体，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所有事物一定会重新结合成同一种物质，要么就是一部分延续下来，一部分被分解开散散的。至于支配一切事物的理性本质，他最清楚自己的本性，也清楚自己所做的事情，以及他和所有事物之间的关系。所以，当我们对某些事情感到困惑时，那是因为我们还无法完全理解它们。5. 最好的报复，就是不要变成一个仇人那样。6. 不断地行善吧，让这成为你唯一的快乐和安慰。神明永远会在你的心中。7. 理性所支配的部分，它仅仅依靠自己就能激发和转变自己，
因此，他依照自己的意愿，让自己和所有事物都变成他所想要的样子。8. 所有事物都受宇宙本性的主宰，它们不是由其他任何本性所决定的。一个事物的本性，既不在其他事物之中，也不依赖于其他事物。要么，这个宇宙只是一个巨大的混沌的物体，一个复杂的综合体，万事万物随着时间互相缠绕，又不断地分散着；要么，这个宇宙是一个按照秩序建立起来的整体，由神明来管理着。如果是前者，那这种混乱无序还有什么值得我留恋呢？除了关心自己什么时候会死亡，再化成泥土，还有什么事情值得我在意呢？无论我做什么，消亡都是我的终点。无论我愿意与否，它都会降临到我身上。还有什么好让庸人自扰呢？但如果是后者的话，那么我相信，我的信仰并非是虚无的。我将保持安静和耐心，我完全相信神明，他是万事万物的主宰。9. 任何时候，当你感觉自己深深地陷入烦恼或痛苦之中时，都要尽快回归到自己的内心去。压力消散了之后，也不要再感到不安，因为你可以让自己的内心保持和谐。一旦走出了困境，就要做好准备继续前进了。10. 如果你的生母和继母都在世，那么你要对他们都尽孝道。然而，你的生母才是你的避难所，你可以不断地向她求助。宫廷和哲学就像是你的继母和生母一样，你要经常向哲学求助，将哲学当作你的生母，从她那里寻找安慰，请她帮你渡过难关，帮助你忍受所有在别人看来都无法容忍的事情。11. 当一个人面前摆满了美味的食物，嘴里塞满了佳肴时，他就会产生这样的印象：这是一条鱼的尸体，这是一只鸟的，那是一只猪的。这杯香醇的美酒只不过是用葡萄榨出来的汁液，这件紫色的长袍不过是用贝类的血液染红的羊毛，而交配也仅仅是器官互相摩擦，流出一些黏腻的液体和一阵抽搐罢了。透过事物的表面去看它们的真实性质，这真是多么有价值的事情啊！穷尽一生，在任何场合你都要透过现象去看本质，尤其是那些通常被认为是非常有价值、非常值得尊敬的东西。你要看到它们表面下的本质，揭露它们的罪恶，剥去所有彰显它们虚名的修饰和言辞。这是因为外表的华丽亮丽很容易欺骗人，特别是当你正被这件事物所吸引的时候，那往往也是它最具有欺骗性的时刻。12. 想想克拉特斯对瑟诺克拉底的评价吧。13. 那些普通人称赞的东西，大多数都是非常普遍的，也可以说仅仅是自然的，或者是由自然的作用力形成的，比如石头、木材、无花果、葡萄藤、橄榄树。那些更温和、更自制的人，则会称颂那些活生生的东西，比如羊群、牛群。更文雅、更有求知欲的人，只会喜欢那些理性的事物。这并非完全是因为他们自己本来就很有理性，更是因为他们还了解一点艺术或者精通某种技艺，所以能更好地驾驭理性。有的人能意识到，灵魂是理性且对社会有益的，所以他们尊重理性的灵魂。除此之外，他们不关心其他事物。更重要的是，他们通过在理性方面和社会性方面的不断练习和实践，认真地保护自己的灵魂，而灵魂也会回应他，参与到他的本性之中。愿神明保佑。14. 有些事物急于出现，有些事物一去不复返。在那些已经存在的事物中，也有不少走向了灭绝。永恒的流动与变化使世界不断更新，正如永恒的时间进程总让世界万古长青，而世界本身就是无穷尽的。
在这万事万物的不断变化中，谁会留意到那些迅速消逝的事物呢？毕竟，没有人能让其中任何一件成为永恒。就像有人喜欢他养的麻雀，但很快这只鸟就会死去，直到消失。但是，我们绝不能把生命只看作是血液的流动和气脉的呼吸。我们都明白，呼吸是我们每天无时无刻不在做的，一呼一吸，气息吐纳，昨天今天永不停歇，这是我们与生俱来的能力，我们的生命就依靠着它。15. 植物叶面上蒸发的水汽，可能在我们看来并不觉得亲切，同样不觉得亲切的还有家畜和野兽的呼吸。我们空想的能力，我们被感官欲望的力量引导和牵制，聚集在一起，生活在一起，用食物填饱肚子。上述这些事情，实际上并不比我们吃完后排空肚子更悠远。什么才是我们应该珍视的呢？是听到嘈杂的谈笑声吗？如果不是的话，那也不应该是众人的赞颂声，因为众人的赞美实际上并不比嘈杂的谈笑更好。还有什么值得我们珍视呢？我认为，那应该是你只依照自己真正的本性和自然的想法去思考和行动。在这一点上，即便是普通的艺术和职业，也同样可以引导我们。因为每件事情都有它的目标，无论是什么事情，都要通过一定的手法来准备和实现，才能产出它的成果。修建葡萄藤蔓的人，驯养马具猎狗的人，他们都有这种目标。孩子们的教育以及所有的专业训练也应该有这种目标。有了目标，就不必在意其他事情了。你还要珍视其他事物吗？那样的话，你将失去自由，无法知足，不能摆脱激情的支配。你将变得善妒、猜忌，唯恐别人拿走那些你所珍视的东西，甚至在私底下伤害那些拥有你珍视的东西的人。简而言之，你的内心将充满困惑，因为迫切需要又求之不得，你只能怨天尤人。反过来，如果你只尊重和敬畏自己的思想，那就会使自己为他人和自己都接受，与社会保持和谐，与神明保持一致。对他赐予你的一切，你都接纳、赞颂和感激。16. 各种物质上上下下、前后左右地运动着，而美德，它的运动却不是这样的。那是一种更神圣、更完美的运动形式，它是以一种不为人所知晓的方式运动着的。美德也在不断的运动中完成了自我，得到了彰显。17. 有些人的行为真是让人感到奇怪，他们不赞美同时代的人，不称颂和他们一起生活的人，却野心勃勃，希望从未见过的人或者永远见不到的人来称赞他们。这真的很荒谬啊！就好像有人因为没有得到生活在比他更早时代的人给予的赞扬而感到悲哀一样。18. 如果有什么事情你自己做不到，千万不要认为所有人都做不到。但另一方面，如果你认为某件事情任何人都可能做，任何人做都是恰当的，那想必你自己也可以做到这件事。19. 想象一下，在角力场上，有人用指甲挠破你的皮肤，有人冲撞你，使你头破血流。你虽然受伤了，但却不会大声喊疼，你也不会觉得他冒犯了你。事后，你也不会怀疑你的对手，觉得他会在私底下伤害你。你们角力的时候，你尽最大努力不被他打倒，但你从不认为他是一个敌人。你们之间没有什么猜疑的愤怒，只有温和友好的竞争。在生活中的其他时刻，也抱有这种想法吧。我们必须明白，在许多事情上，跟别人打交道就像是在角力场上同对手竞技一样，不要带着任何猜忌或仇恨。我们应该努力做到这一点。20. 如果有人责备我，
让我意识到在言行上有做错的地方，我就会愉快地改正，因为这是我所追求的真理。我也确信，一个人不会因为别人指出他的错误而受到损害。我也同样确信，一个人如果不知道自己的错误，甚至知错不改，那他一定会受到损害的。21，就我而言，我只做属于自己的事情。至于其他，无论他们是没有生命的物体，还是没有理性的东西，还是有理性却被引入歧途的事物，都不会干扰或分散我的注意力。至于那些没有理性的东西以及世界上一切事物，因为我是一个有理性的人，所以我可以自由地、大度地对待他们，驾驭他们。至于跟我有同样理性的人，我要友善地对待他们。但是无论我们怎么做，都要记得向神明祈祷。至于我们还能活多久去做我们想做的事，不要太在意，区几个小时就足够了。22，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和他的车夫死后都被带到同一个地方，他们要么都回到构成宇宙的最初理性的物质之中，要么就以同一种方式分解成了原子。23，有多少不同的事物，无论它们关乎我们的身体，还是关乎我们的灵魂，都会在下一个时刻到来，那么就不要觉得奇怪，是否还有更多的事情，或者所有的事物都可以在同一段时间里共同存在，这个共同存在整体，我们称之为世界。24，如果有人问你，安东尼努斯这个词怎么拼，你势必脱口而出就能把它准确地写出来。如果有人说你拼错了，要与你争辩，你会跟他争辩吗？还是保持谦君子风度，逐个字母拼写出来呢？你同样要记住，属于人的每一项责任都好比是拼写某些字母或数字一样，无论外界怎么喧嚣躁动，你都要按部就班地向你的既定目标前进，而不必与那些喜欢诡辩的人产生争执。25，不允许人追求最符合他们本性的东西，不允许人做对自己有利的事情，那该多么残忍啊！但如果你因为人们作恶而感到愤怒，那还是要用某种方式去阻止他们。他们之所以作恶，是因为他们觉得做那些事是恰当的，对他们有益的。可是你能分辨对错，所以去规劝他们吧，让他们看到更好的事物，让他们知道自己的过错，但不要因为他们而感到愤怒。26，死亡是感官印象的终止，是内心欲望的中断，是错误思想的休止，是驾驭肉体的终结。27，当你的身体还能苟延残喘的时候，你的灵魂却已经提前衰退了，不再主宰，不再思考，这是一件可悲的事情。要小心，不要让自己从一个哲人变成凯撒那样的暴君，不要让自己沾染恶习，如果不多加注意，那是很容易发生的。告诫自己要保持真正的简单、善良、真诚、庄严，毫不炫耀，热爱正义，保持虔诚、慈爱、温柔、坚强，而且充满活力，努力去做符合本性的事情。奋斗不息，让自己成为一个具有理性的人。你要全心全意，持续不断地学习哲学。你更要尊重神明，为人类谋幸福。人生是短暂的，尘世走一遭，我们只能收获一个果实，那就是善行与圣洁的精神。28，做任何事情都要像安东尼努斯·皮乌斯 （Antoninus Pius） 的门徒一样，他行事完全出于理性，一贯地保持坚定。他在所有事情上都公正圣洁，脸上带着愉悦，心中存着温柔。他不会被任何虚荣所羁绊，对任何事情都充分观察，努力去证实。在了解全部情况之前，从不轻言放弃。他耐心地应付那些强加于他的指责，不与人们争辩。
他做事从不轻浮草率，也不听信诽谤谗言，而是仔细观察，认真分析人们的行为和特质。他既不说别人的坏话，也不会轻易受到恐吓或对他人产生疑心。他的言语既不矫揉造作，也不稀奇古怪。他知足简朴，他的住处、卧榻、衣服、食物、仆从，这些东西他只要很少就能满足。他勤勉劳作，持之以恒。做一次简单的饭，可以从早上一直吃到晚上。除了每天有规律的小憩，他不需要额外的休息。在对待朋友方面，也表现出有始有终的坚定。他能容忍别人提出的反对意见，如果有人提出了好的建议，他也会悉心采纳。而且他非常虔诚，却不掺杂任何迷信。你要记住他的一切品行，这样无论你什么时候离开人世，都会像他一样，带着一颗善良的心，无所畏惧。29，振作精神，从你的梦境和想象中再次唤醒你的智慧。当你完全醒来时，你就会明白，那些困扰你的只不过是梦幻而已。看待世俗事物时，也让自己像是从梦中醒来一样，带着清醒的头脑，就像是睡醒后回想自己的梦境一样。30，我由肉体和灵魂组成。对我的身体而言，所有事物都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它感觉不出任何差别。但对我的思想而言，所有不在它行动范围内的事物，它都漠不关心，而它自身的行动则完全取决于它，依赖于它。除了当下的事物，我的思想也不关心其他。至于过去和将来会发生什么，此时此刻他也毫不在意。3至11，只要脚做脚的事情，手做手的事情，那他们无论做什么都不会违反本性。同样，一个人只要做的是符合人的事情，那就也不会违反本性。而如果不违反本性，那这件事情对他来说就不是坏事。如果幸福真的存在于快乐之中，那些臭名昭著的强盗、肮脏下流的乞丐、弑君杀父的逆贼、凶残狠毒的暴君，为什么他们能在很大程度上拥有快乐呢？32，你没有看到吗？那些手艺人虽然在某些方面并不比白痴好多少，但他们仍然坚持做好自己的手艺，内心也从未想过放弃。建筑师或医生尊重他们自己的职业，甚至超过人尊重他的本性，也就是人和神明共同的本性。这不是一件令人悲哀的事情吗？33，亚细亚、欧罗巴，他们是什么？不过是宇宙的一个角落。在宇宙里，整个海洋只是渺小的一滴水，阿索斯山只是一块泥土，我们所处的时代不过是永恒中的一个小点。一切的一切都是渺小的事情，所有的事情都很快就会改变，很快就会消失。所有的事情也都有同一个起源，要么由宇宙的主宰直接创造，要么发源于它，是它产出的结果。所以，张牙舞爪的狮子、各式各样的毒药和一切有害的东西，只不过像荆棘、泥淖一样，都是美好公平事物的副产品。因此，不要把它们看作是与你所尊崇和敬重的事物相反的东西，而要思考一切事物真正的源泉是什么。34，一个人如果看清了现在发生的事情，那么过去和将来的事情他也就都能看得清了，因为凡事都是一类的，都是彼此相似的。要经常冥想世上所有事物之间的联系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因为所有事物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息息相关的，彼此牵连的。一件事在另外一件事之后发生，原因可能是局部运动，可能是自然转换，可能是融合，也可能是分解。35，让自己适应并接受命运的安排吧。
热爱那些你命中注定要和他们生活在一起的人，发自内心地爱他们。一件乐器，一个工具，一套餐具，无论它是什么，如果它符合生产它的目的，那它就是好的。尽管制造它的人可能已经不知踪影了，但是对自然事物而言，制造和适应它们的力量就存在于它们自身，因此要更加尊重这种力量。如果我们可以按照自然力量的法则来生活，我们就必须相信这种力量，做符合自己理性的事情。如果一切都遵循自然的力量，那所有事物就都能得到幸福的。36，任何在你权力和管辖范围之外的事，都要判断它是好事还是坏事。如果是好的，那就接纳它；如果是坏的，就避免它。决定哪个是好，哪个是坏，只能由你自己做主。否则的话，如果你错过了好的东西，或者赶上了坏的东西，那你可能会怨天尤人。事实上，如果我们面对所有事物都不带任何判断的话，我们或多或少都会做一些坏事。所以，当我们对事物做出判断时，如果能完全顺从内心，就能避免犯错，也自然不会迁怒他人。37，我们都朝一个目标努力，有的人心甘情愿，而且理解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以及我们在做什么，而另一些人却没有这个智慧。正如赫拉克利特所说，后一类人即便也做一些事情，也会对世界做出一些贡献，但更像是沉睡者。人与人之间相互合作，有人抱怨，也有人内心抵触，但不管怎么样，人们还是勉强配合，而世界也是这样运行的。现在想一想，你要把自己归入哪一类呢？因为一切事物的主宰必定会赋予你正确的使命，使你作为全体人类中的一员与他合作，无论你做什么，都能从神明那里得到慰藉，获得帮助。不要因为自己是整体中的一部分而感到愧疚。正如克律西波斯所说，粗鄙荒谬的诗句也是戏剧中的一部分。38，太阳会做属于雨的工作吗？医神阿斯克勒庇厄斯会代替农夫耕种吗？天上的星星，虽然它们各自不同，明暗有别，但它们不都是为了同一个目标而共同存在的吗？39，如果神明已经决定了将要在我身上发生的事情，那我必须遵从他的旨意，做一个明智的人，因为神明从不轻率行事。再者，他们为什么要伤害我呢？伤害了我，神明以及他们最关心的宇宙能从中获得什么益处吗？但假设神明没有单独为我做出决定，那么他们对于整体也必然是有安排的，千丝万缕中总会有些事发生在我身上，那我也应该坦然面对，乐意接受。再假设，如果神明对整体一点安排都没有，任何虔诚的人都不会相信这一点。真是这样的话，我们不用牺牲，不用祈祷，不用尊重我们的誓言，也不用相信神明的存在和神明给我们的启示，更不用以神明的感召作为我们日常行为的准则。如果真是那样的话，那神明就既没有安排整体，也没有单独为某个人做出决定。但即便如此，我们依然要感谢他们，因为那些与我有关的事物，我可以自己做出决定，而我做决定的一切出发点，就是哪件事对我最有益的。对每个人来说，只要符合他的品质与本性的，就都是有益的。而我的本性，就是在一切行为中都保持理性，在城邦中做一个善良的、恰当的成员，对待我的同胞永远保持亲切、友好与热情。作为安东尼努斯，我的城邦和国家是罗马；作为一个人，我的城邦就是整个世界。因此，那些对城邦有益的事，也是唯一对我有益的。40，无论什么事发生在什么人身上，对宇宙整体而言都是有益的。因此，
我们要对发生在身上的事感到高兴和满足，因为这对整个宇宙是有益的。这是一个普遍的真理，仔细观察你就会明白。现在让我感到愉快的是，有益这个词更多指的是那些平时我们称之为中性事物的东西，或者无关紧要的东西，比如健康、财富之类的。41. 观看剧院和其他类似地方的演出，你的情绪会受到感染，但如果同样的节目以同样的方式不断上演，则免不了让人厌烦。我们在一生的漫长岁月里看到的所有事物，想必就给我们这种感觉。毕竟，万事万物上下左右都是一样的，也都是从同一个地方发端的，什么时候才有尽头呢？42. 试着在脑海里回想人类的死去、职业的消失、国家的灭亡，你甚至可以回溯到腓力斯提翁、福波斯和奥里加尼安，再试着思考其他时代的人，那儿跟我们所处的时代有很多不同，有许多勇敢的演说家，许多伟大的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那儿也有许多英雄人物，许多勇敢的将军，许多国王。此外还有欧多克索斯、喜帕恰斯、阿基米德以及其他许多天赋异禀、胸怀广阔、勤勉刻苦、心思机敏、踌躇满志的人，还有揶揄嘲笑人生苦短的梅尼普斯和类似他的人。当你回想这些名字时，他们早已离开人世，早已不知去向何处。那么，他们受到了什么损害吗？不，即使是那些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来的人，也并未遭受任何损害。在这世上，有且只有一件事是值得我们珍惜和尊重的，那就是遵循真理和正义，甚至在与说谎的人、邪恶的人打交道时，也要保持谦卑慈爱的姿态。43. 当你打算纵情娱乐的时候，想想每天与你交谈的人，想想他们身上的某些美德，比如勤劳、谦虚、自由等等。没有什么比我们身边的人具备某些美德更让人感到快乐的了，尤其是当他们展现出美德的时候。因此，要经常把具备美德的人留在身边。44. 你会因为自己体重太轻而感到难堪吗？显然不会。那么，也不要因为你能活多久而难过。道理很简单，既然你满足于命运分配给你的体重，你就也要满足于它分配给你的时间。45. 让我们尽最大努力去说服他人吧。如果理性和正义指引你，那就去做吧，不管别人多么反对。若有人用武力抵挡你，阻止你，那更要坚持你的德行，坚持正义、知足、宁静、耐心。这样的话，即使有人反对，你也可以借此来修炼美德。记住，在美德这件事上坚持初心，不要有任何例外或保留。况且，你也不想做那些不可能的事情，不是吗？你想做什么呢？你想做的是毫无保留地努力，不放弃最初的想法。无论你想要的东西是否在你能力范围之内，你也许都能得到。我们来到这个世上，就是为了用理性来管束自己的一切欲望。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别的值得追求的呢？46. 野心勃勃的人把别人的赞美和掌声当作幸福，贪得无厌的人把聚敛钱财的快感当作幸福，理性智慧的人从自己的言行中获得幸福。47. 在这方面，我们有绝对的权利，摒弃任何幻想和自以为是的想法，对一件事不发表任何意见。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让灵魂免受一切悲伤和痛苦的袭扰，因为任何事情本身并没有把某些观点强加在我们身上的能力。48. 他人对你说话的时候，
要用心听，不要三心意，要通过聆听试着尽可能深入地走进他的灵魂，不管对什么人都要这么做。49. 如果某个东西对蜜蜂窝来说是有害的，那它也不太可能对蜜蜂有好处。50. 坐船的乘客会抱怨船长吗？就医的病患会挑剔医生吗？如果会的话，那么在抱怨挑剔之前是否想过，只有船长才能带乘客安全到岸，只有医生才能治愈疾病呢？51. 那些与我同时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有多少已经离开了人间呢？52. 对那些得黄疸病的人来说，蜂蜜都是苦的；对那些被疯狗咬过的人来说，水都是可怕的；对孩子们来说，球似乎是个好玩有趣的东西。那我为什么要生气呢？错误和虚伪的想法在诱使他人犯错方面，难道不比黄疸病人的胆汁和狂犬病人体内的毒素更有威力吗？53. 没有人能阻止你按照本性生活，任何违反宇宙共同本性的事情都不会在你身上发生。54. 想要取悦什么，想要获得什么，通过哪些行为来实现你的目标，这些决定了你是哪一类人。时光飞逝，白驹过隙，一切事物都将灰飞烟灭，有多少已经了无踪影了。第7卷。1. 恶到底是什么呢？它就是在这个世界上你已经非常熟悉的事情。如果有什么事情让你感到困惑，不妨想想，这种事情你已经见过太多了，它们无处不在。同样的事情在遥远的古代发生过，在不太久远的年代也发生过，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也正在发生。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城市里，也发生在家里，没有什么新鲜的，所有事情都只是平凡，一成不变罢了。2. 如果我们的处事准则和哲学思想都不存在了，我们就会失去依靠它们来让自己快乐生活的能力。它们的存在依靠的是我们对事物合理的想象力，只要我们不断地激发它，就能让它保持生命力，它就会是鲜活的。我们的处事原则和哲学思想也就不会消失。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有权利决定这件事是好的还是坏的。既然我有这种能力，那还有什么好烦恼的呢？那些在我认知范围之外的事情，与我没有任何关系，我只关心与我有关的。经常这样思考，就不会容易犯错。3. 假如死后还能从神明那里得到什么，也许大多数人最渴望的就是再活一次，重新看看这个世界，把已经逝去的生命再过一遍。可再活一次又有什么用呢？我们能看到的无非是那些炫耀的表演，故作姿态的演讲，舞台上的剧目，成群的牛羊，还有冲突和争执。我们看到一根骨头被扔向野狗群，钓鱼用的鱼饵，可怜的蚂蚁负重劳作，惊恐的老鼠仓皇奔跑，看到提线拉着木偶上下舞动。看到这些事情时，你必须保持坚定的意念，不要被他们影响，也不要因为他们而生气。你要正确地理解他们，因为每件事物都有它的价值，就像每个人也或多或少都有它的价值一样。4. 我们必须做到逐字逐句地说话，这样才能正确地构思我们要说的话，让说出去的话被别人理解。做事也是同样的道理，必须一个接一个目标去实现。至于目的和行动，我们必须看清楚每件事情合理的用途，以及不同事物之间的关联。对于说出的话语，无论它在哪个场景出现，都要充分考虑每个单词的意思是什么，并根据真实和自然的原则去理解它。5. 我的理智足够胜任这件事吗？
如果胜任，那我既不需要私下里别人的赞美，也不需要在公开场合炫耀，因为这是我天生就具备的能力。我把这种能力当作一个工具，它是宇宙的本性赋予我的。如果不胜任，那么这件事就不适合作为一件私人事情由我来做，要么我放弃它，要么让能力更强的人去做，要么还有另一种方法，那就是我尽最大努力去做的同时，也要接受别人的帮助，集中我们的智慧，以公共利益为目标，全力把这件事做好。无论是我自己做，还是和别人一起做，我唯一关心的是这件事是否对公众有益。至于赞美，想想那些曾经受到赞誉的人，现在哪个不是被人遗忘了？那些赞美他们的人同样也会烟消云散。当你必须请求别人帮助的时候，不要感到羞愧。凡是依赖你才能实现的事情，你都要努力去做。就像攻城略地的士兵，他的职责就是爬上城墙去战斗。如果你一瘸一拐，不能独自冲上战场，但依靠别人的帮助就可以，那你会放弃作战吗？还是拒绝别人的帮助，宁可带着瘸腿硬着头皮上去呢？6. 不要让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困扰你。如果那些事情注定要发生，你迟早会面对它们，不管什么时候发生。最重要的是你要带着面对当前事物的理性，这样的话，任何事情对你来说都是可以容忍的，可以接受的。万事万物都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联系是神圣的。世界上任何一种事物，要么或多或少都对其他事物有益，要么与其他事物存在着某种自然的关联。所有事物都有它们应有的位置，都有它们合理的顺序，它们共同作用组成这个宇宙，就像一件完美的作品或一首和谐的乐曲。纵观一切事物，有且只有一种相同的秩序，有且只有一个共同的神明，一个共同的实体，一个共同的法则。所有的理性动物都有一种共同的理性，也拥有共同的真理。所有的同类生物也参与到这一理性之中。7. 任何物质的东西很快都会消失，融入宇宙的整体中。任何形式的东西，或者任何带有生命的东西，都很快会回归到宇宙整体共有的理性之中。而任何事物的名声或者记忆，也都很快会淹没在宇宙无边无际的时空长河里。8. 对于理性动物来说，遵循自然本性就是遵循理性。9. 自己要站直，否则就会被别人抻直。10. 就像身体的各个器官分工合作一样，团体里的若干个理性动物虽然各自分散，但为了共同的目标，它们也互相协作，统一行动。你也许经常对自己说，我是团体里的一员，理性存在的一员。但如果你只强调自己作为个体，那就说明你还不够发自内心地爱这个团体以及你的伙伴。你虽然慷慨行善，但你从中得到的快乐并没有建立在合理的推理或者对事物本性的正确理解上。你行善时，只认为它是恰当的、适宜的，而并没有把它当作是一件对你自己也有益的事情。11. 那些发端于外的事情，比如突如其来的灾祸，最终都会发生在那些担心害怕它的人身上。遭受无妄之灾的人，就让他们自怨自艾吧。至于我，只要我不认为发生在我身上的任何一件事是坏的，那我就自然不会受到伤害。人有突发的祸福，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完全取决于我自己。12. 不管别人说什么做什么，都要保持一颗善心，不为任何人，只为你自己的本性。就像黄金、绿宝石和紫袍，无论别人怎么说怎么做，它们依然是自己的样子，保持自己的颜色。13. 我的理性支配一切，它从不自己找烦恼，它永远是我的慰藉，我的避港。
我的理性不会让自己陷入任何恐惧，也不会落入任何幻想。如果有其他力量迫使他感到恐惧、忧伤，他也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摆脱出来。我的理性不会因为错误的观点或推测而改变自己，所以他没有恐惧。至于我的身体，为什么要让身体的痛苦使自己的心灵悲伤呢？如果身体感到痛苦，那就让它发泄出来吧。但至于灵魂，它虽然容易感到恐惧或悲伤，但那完全取决于它如何看待问题，如何思考。所以，你要照顾好自己的灵魂，让它不受任何痛苦，别让它受到其他观点或看法的影响，让它完全遵循本性就够了。除此之外，它根本不需要别的。也正因为这样，它才不会被任何东西所困扰或阻碍。它只要不自己乱阵脚就够了。14. 快乐是什么？幸福又是什么呢？是一位善良的神明，还是一种精神呢？你又在这里做什么？我的幻想。我奉神明旨意，祈求你离开，因为我不需要幻想。你照着古代的风尚向我表达忠贞不渝，就像所有人都曾服从过自己的幻想一样。你来了，但我不会因为你而生气，因为我已经看清你的本质，所以请你离开吧。15. 有人害怕变化吗？可是如果没有变化，世间万物从哪里来呢？对宇宙而言，有什么比变化更能取悦其本质呢？倘若柴火不发生变化，你怎么用它烧水沐浴？吃进去的东西如果不发生变化，如何汲取营养？倘若没有变化，还有什么有用的或有益的东西能存在呢？你也应该意识到，对你来说，死亡也是一种变化，它符合自然的规律，对宇宙的本性来说也是必须的。16. 所有物体都被卷入浩瀚无垠的宇宙，仿佛汇聚成一道奔流。所有物体都和宇宙整体拥有一样的本质，并与宇宙整体紧密合作，就像是我们身体的各个部分统一合作一样。世上有多少个克律西波斯，多少个苏格拉底，多少个艾比克泰德，都已经被时间的长河所吞没。今后带着这个想法去看待任何人、任何事吧，这样你就不会分心，也不会轻易做出决定。在我所有的考察和思量中，我唯一关心的就是我自己不做任何有违于人的恰当构成的事，无论是事情本身，还是做事的方式或时机。对你来说，将一切都忘记的时刻已经近在咫尺，被所有人都遗忘的时刻也即将来临。即使那些违抗我的人，我也爱他们，这是我作为人所特有的气质。当他们违抗我的时候，我会想到他们是我的同类，他们犯错是因为无知而非本意，何况在很短的时间里，我们都将不复存在。但最重要的是，他人并没有给我任何伤害，因为他们没有让我的思想和理解力变得比以前更差，也没有让我变得更加卑微。17. 对所有事物的共同存在而言，宇宙的本性就像是可塑的蜡，现在塑成一匹马，过一会儿打破它，把它塑成一棵树，又塑成一个人，再塑成别的。每种形式的存在都只有很短的一段时间，打破、塑造、打破，循环更迭，生生不息。每种存在的形式被打破时，不会有多少痛苦，就像它被塑造成人的胸腔或树的躯干时，也同样没什么痛苦。18. 愤怒的表情和人的本性是背道而驰的。那些濒临死亡的人，往往也是愁容满面的。将你内心的愤怒和激情彻底熄灭，使他们再也无法被点燃，那还不够，绝不能满足于此，而是要进一步努力，通过真正的推理，明白所有的愤怒和激情都是和理性相悖的。如果你失去了自己的纯真，如果你失去了良心的慰藉，丢掉了做事应该遵循的理性的原则，那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你现在看到的一切，都只不过是一瞬间的事情。支配着世间万物的理性，管理着万事万物的不断变化，让它们新陈代谢，相互转换，由此世界生机勃勃，川流不息。19，如果有人得罪你，马上想一想，他得罪你的事情是出于善还是恶？当你明白了他的善恶观，你就会同情他，不会去想他为什么得罪你，更不会感到生气。要知道，你也许和他一样，也存在某种错误的认知。他对你做的事或者类似的行为，换作是你也会觉得是对的。在相似的情况下，你可能也会对别人做这件事，所以你有义务原谅他。另一种可能是，他对你做的事，你自己也无法判断是出于善还是恶。那么，你有什么理由去责备一个犯错误的人呢？20，不要幻想将来的事情，好像它们已经存在了一样。经常想想那些你已经拥有的东西，其中哪些是你最珍惜、最看重的？试想，如果把这些东西拿走，你会有多么想要重新得到它们？你也要很谨慎，避免因为拥有眼前的这些事物而沾沾自喜，把它们看得太重，以至于对它们的渴求变成你的烦恼。回归自我吧，让理性支配你，让理性发挥作用，让理性引导你去做公平正义的事情，让理性满足于内心的平和宁静，不受其他事物左右。21，消除幻想，不要被荒谬的欲望或感情驱使，让自己专注眼前，审视发生在你或他人身上的事情，把它们分成2部分，形式的和物质的。如果你的邻居犯下罪行，那就阻止他吧。审视他们说过的话，认真思考，既要看到结果，又要寻找原因。你要用真正的淳朴和谦逊来让自己快乐，不要去关心那些介于善恶之间的事物。最后，热爱人类，顺从神明。22，神明说，世间万物都按照一定的秩序被安排的。记住这一点就够了，所有事物大体上都是按照一定的秩序安排的，除了很少的一部分。至于死亡，随它而来的，要么是烟消云散，要么是分解成原子，要么化为乌有，要么是消失。至于痛苦，不能承受的痛苦很快就会以死亡作为结束。长期存在的痛苦必定是可以忍受的，在长期的痛苦中，心灵不会因为身体受折磨而悲天悯人，它会保持自身的宁静。即使你长期忍受折磨，你的理性也不会变得更糟。至于受痛苦折磨的身体，假如他们能抱怨，就让他们表达痛苦吧。至于称颂和赞美，看看那些追求他们的人，观察他们的内心想法，他们处在什么状态，他们回避什么，他们又追求什么。想想在海边，无论你看到什么，他们很快就会被绵延不断的沙子掩埋。就像在生命里，一切旧的事物都迅速被后来的新事物接替取代。23，柏拉图曾说，那些真正具备崇高思想的人，他们习惯于思考，把自己投入到与所有时代和一切事物有关的沉思中。他们会觉得凡人的一生有多么了不起吗？当然不会。他们自然也不会把死亡看成是一件悲伤的事，绝对不会的。24，安提西尼说过，行善事即使得恶名，也依然是一件高贵荣耀的事情。如果面容受到心灵支配，被后者随意塑造成他想要的样子，那就是一件可耻的事。同样，如果心灵不关注自己，不把自己变成他想要的样子，那同样是一件可耻的事。25，以下内容引自一些诗人和喜剧演员。生气时迁怒身边的人和事，这种行为完全是无意的，因为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你因为什么而愤怒。乱发脾气，
只会让自己变成神明和他人的笑柄。我们的生命就像已经成熟等待收割的麦穗，有的还站着，有的早就倒下了。即使神明不关心我和我的孩子，他那么做也一定有他的道理。只要善良与我同在，正义与我同在，不必悲伤哭泣，不需颤抖畏惧。26，柏拉图说过，我会带着满腔的公平和正义，这样回答他：人啊，你说的话不对。如果你认为任何人都应该把生死看作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那你就错了。有的人不仅仅关心生死，他们还注意自己的举止是否恰当，言行是否善良。雅典人啊，一个人无论选择身处何处，他都认为那是对他最好的地方，或者那是由主宰我们的神明为他安排的地方。在我看来，尽管存在种种危险，人都应当坚持停留在那个地方，顺从这种安排，不用畏惧死亡或其他事物。真正要在意的是自己是否做过恶毒可耻的事。但是，尊贵的人，听我的祈祷吧。真正的善良和纯粹的幸福，是否只在于保护我们和他人的生命，而不在于别的？生而为人，不应该只渴望活得长久，活得精彩，更应该将自己全心全意托付给神明，并且相信命运女神的告诫，那就是没有人能够逃离死亡。人真正应该关心的是，无论活到什么时候，都应该尽最大努力让自己活得合乎道德。环顾四周，用眼睛跟随恒星与行星的轨迹，仿佛你与他们一起奔跑。你要永远记住，所有元素都会相互转化和变换交替。你要怀有这种思想，才能帮助我们清除尘世生活里的污秽和糟粕。关于世俗事物，柏拉图说的这段话也很恰当。当你看待这世间万物的时候，要让自己仿佛是从高处往低处俯瞰一样。你会看到人群汇聚，军队集结，农夫劳作，鸾凤和鸣，劳燕分飞，世代相传，生死永隔。你也会看见法庭上的喧嚣吵闹，看见贫穷的山水，看见茹毛饮血的画外之民，看见节日、丧礼、集会和市场。这世间万物熙熙攘攘，看似相互对立的事物却交相辉映，共同构成了这完美无瑕的宇宙。第27，回望过去，君主制、联邦制不断更迭，我们也可以预见，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和现在的本质上是相同的，所以他们不会偏离现在已有的运行轨迹。也正是通过现在的事件，将来的事情才得以发生。因此，思考40年的生命，就像思考10000年的人类生活一样，后者又比前者多了什么呢？从地上来的要回归大地，从天上来的也要回到天上去。死亡，要么是交织缠绕在一起的原子分解，要么是简单元素的消散。人们带着酒肉食物，妄图改变生命的航道，躲开死神的召唤。但我们必须忍受从天上刮来的狂风，尽管我们从未如此辛勤劳作过。第28章，他有更强壮的身体，是一个比我更好的摔跤手。然后呢？他比我更慷慨吗？更谦逊吗？他面对逆境时更平静吗？对待邻人的过错时比我更文雅、更温和吗？第29章，如果一件事物遵循神明和人类共同的理性，那它就不会让人悲伤难过。如果能按照人的理性去行事，我们得到的就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损害。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以下这些都是在你能力范围之内的事情：虔诚接受神明的赐予，公正对待身边的人，仔细思考自己的每一个想法，确保不被私心杂念左右，努力理解事物的本性。第30章，
不要把目光放在别人的观点和想法上，要始终聚焦宇宙的本性，注意那些发生在你身上的事，尤其是你自己的事，让宇宙的本性指引你，引领你。每一个人都应该跟随理性，这是必然的，也是合适的，是作为人的真正本性指引我们注定要去做的。至于没有理性的事物，它们都是为了具备理性的事物而存在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没有理性的事物是低等的，它们的存在是为了服务具备理性的高等事物。理性的动物，它们能为了彼此而存在。也就是说，在每个理性动物的道德原则里，最首要的一条就是公共利益。其次，理性动物不会屈从于肉体的欲望，因为它们可以完全掌控自己的身体，不被感官或欲望压倒，这两者都是野蛮动物才有的特质。而理性动物不屈服于其中任何一个，因为它们生来就注定要掌控自己身体的一切。第三，理性动物会避免一切轻率鲁莽的言行，也不会被错误的原则所支配。那么，紧紧把握住这些原则吧，让我们在思想上专注于自己，走正确的道路，不被琐碎的事情分心。这样做就能得到属于我们的幸福。第31，我们都曾活过，我们也终将死去。想想还剩下多少日子吧，把那当成是生命的一种恩赐，带着理性、正直、善良地活下去吧。热爱那些在你身上发生的事情，因为它们都是命运的安排。还有什么能比它们更适合你呢？无论在你身上发生什么，无论你是遭受折磨还是经历灾祸，都在脑海里试着回想其他人的例子，因为同样的事情也都发生在他们身上。他们是怎么做的？他们悲伤、疑惑、抱怨，他们现在在哪里？都已死去，不复存在。你会像他们一样吗？世事变化无常，人心浮躁易变，只有理性才是你唯一值得关注的。看似无常的命运安排，对你来说都是有益的，你也应当好好利用它们，让它们为你今后的努力指明方向。一件事，如果你想做，如果你在意，那就去做吧，因为这样才是遵循本性，你也会因为这么做而更加认可自己。第8卷1，这样思考也能帮你远离虚荣心。你现在还配不上那些人的赞美，特别是那些从一开始到最后，或者至少从青年时期开始就像哲学家一样生活的人。因为无论是对待别人还是对待你自己，你所做的许多事情都与生命的完美状态是背道而驰的。你在人生的道路上陷入了泥潭，从今往后，你也很难配得上哲学家这个头衔和名誉。你的使命和职业也并不符合哲学家的要求。如果你真的能够理解这一点，那就不要为你的名声或荣誉而感到担心或顾虑，而是要依照你的本性去度过余生，去跟随你内心最真实纯粹的自我。所以，你要努力了解你的本性到底渴望什么，不要让其他不相干的事情分散你的注意力。迄今为止，你所做过许多事情都让你犯了错误，迷失了方向，这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已经太多了。那些做错的事情，你无法从其中任何一件里找到幸福。诡辩术里没有，逻辑学里没有，财富里没有，名声里没有，享乐里也没有，这些事物里都没有。那么，幸福应该在哪里找到呢？在做那些符合人本性的事情中，又该如何去做符合人本性的事情呢？那就是要确保你的行为准则、你的道德信念和你的处事态度都是公平正义的，是真实不虚的。有哪些原则呢？那些可以区分善与恶的原则。因为除非这件事让我们变得公正、温和、勇敢、自由，否则它就算不上是真正有益于人的事情，也没有什么真正有害于人的事情。除非它给我们的
是与美德相反的品质。2，在做每一件事之前，都要问自己，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呢？将来我会后悔做这件事吗？毕竟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只有短暂的生命，所有的东西很快都会像烟一样消散。正是因为如此，我更关心的是，无论做什么事都要符合理性，都要以公共的利益为目标，都要受到神明及其理性和法则的支配和管理。3，亚历山大、尤利乌斯·凯撒、庞培，这些人跟戴奥基尼斯、赫拉克利特和苏格拉底相比如何呢？前面几位君主，他们能够看得清楚事物的真实面貌，熟悉他们发生的前因后果，是基于理解来行使他们的权利与统治的。但在后面几位哲学家看来，前者犯下的错误实在是太多了，以至于他们都沦为了事物的奴隶。4，人们还是会做他们想做的事情，即使这会让你感到愤怒。所以，首先不要被他们打扰，因为这世界上所有的事，无论是好与坏，都遵循着宇宙和自然的普遍规律，但很快它们也会化为乌有，没有人会被铭记。即使是征服了非洲的大西庇阿，奥古斯都大帝也是一样。其次，你要集中精力做好自己的事情。你要记住，做一个好人是你的义务，无论你的本性要求什么，都不要偏离它。你要说出你认为最公平正义的话，而且要用一种和蔼、谦虚又毫不虚伪的态度去说。5，宇宙的本性总是在忙碌奔波的，它把这个地方的事物转移到那个地方，改变它们，然后再把它们带走到下一个地方去。所以，你不必对任何新事物感到害怕，因为本质上所有事物都是你所熟悉的、平常的，它们的存在都是源于上天那平等的安排的。6，每一种本性，当它顺应自身意愿去行事的时候，都是感到满足的。首先，当一个理性的本性去行事时，它不会屈服于那些虚假的、不确定的事物。其次，当他所有的言行都以公共的利益为目标时，他就既不渴望什么，也不回避什么，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去行事。最后，他心甘情愿地接受和拥抱宇宙普遍本性所赐予的一切，因为它本身也是宇宙普遍本性中的一个部分，就像一片叶子的本性是树木和植物本性的一部分。然而，树木和植物，它们的本性缺乏理智，没有知觉，因此容易成为被驾驭和奴役的对象。相反，人的本性是无法被阻碍的，因为它是理智的、公平的、正义的。基于这一点，人的理性会根据事物的价值，平等地为它们分配时间、物质、行为、活动、事件等等。这种平等不是指每一件事物都完全相同一致，而是把某件事物的所有细节放在一起，把另一件事物的所有细节也放在一起，然后再进行比较和考量。7，你没有时间，也没有机会去读书。然后呢？难道你没有时间和机会去磨练自己，而不是错待自己吗？难道你没有时间和机会去同身体的一切享乐和痛苦做斗争，并战胜它们吗？同样，你还能做到的是蔑视荣誉和虚名，不跟愚蠢和忘恩负义的人生气，相反，仍然关心他们以及他们的福祉。8，从今往后，不要再抱怨对宫廷生活的不满，无论是在公众面前还是在私底下。9，悔改。这是一种因为忽略了某些有用的东西而做出的内在的自我谴责。无论什么，只要它是善良的，就注定也是有用的。一个诚实而有道德的人，应该把这一点作为自己遵循的原则之一，并努力去追求那些善良的事物。诚实而善良的人，从来不会因为忽略了感官的快乐而懊悔，因为那种快乐既不善良，
也没有丝毫益处。10，一个事物，它自身是什么？合理的结构是什么？它的本体是什么？原因是什么？用途是什么？它的形式或起因是什么？在这个世界上，它被用来做什么？能够存续多久？凡是在你眼前出现的，都要带着这些问题去观察和思考。11，当你极不情愿地从睡梦中爬起来的时候，要记住告诫自己，行事要遵循符合我们恰当构造的共同理性，这是人的本性所要求的。睡眠这件事，对缺乏理智的生物来说，同样也是再普通不过的事情。但是，还有什么比合乎本性的事物更适合、更自然、更亲切、更令人感到欣喜呢？12，每当脑海里出现幻想时，如果你能够做到的话，就去思考它的真实面貌是什么，它的本质是什么，而你的理性又是如何看待它的。13，第一次和人打交道的时候，要问问自己，这个人是如何看待善与恶的？他是如何看待痛苦、快乐以及两者的起因的？他是如何看待荣誉与恶名的？他是如何看待生与死的？诸如此类。弄明白了他是怎么想的以后，再看他怎么做的，你就不会对他所作所为感到奇怪了。也要记住这一点，对无花果树结出无花果感到惊讶是一件羞愧的事情，就像如果有人对世界上本该由它产生的事物感到奇怪，那也是一种羞愧。换句话说，如果医生对病人得了疟疾感到大惊小怪，或者水手对逆风祖航感到大惊小怪，那对他们而言都是一种羞愧。14，如果有人能够纠正你的缺点，那就改正错误并追随他。你要记住，如果你能做到这一点，跟你一开始不需别人帮助就能发现什么是正确的、合理的一样好。要知道，除了你的思考、判断和理解之外，没有什么是不可或缺的。15，如果一件事在你的能力范围之内，你会做这件事吗？如果它不在你的能力范围内，那你又该责怪谁呢？责怪原子还是神明？只有疯子才会去责怪吧。所以，你不能责怪任何人。如果这件事在你的能力范围内，就去纠正其中有缺陷的部分；如果不在你的能力范围内，那么这件事可能会引起的结果，你就没有必要抱怨，因为任何事情都是带着某种目的，会产生某种结果的。16，那些死亡的、逝去的东西，无论他们是怎么死的，什么时候死的，他们都没有脱离整个宇宙。他们在这里存在，在这里改变，也会在这里被分解成恰当的元素。宇宙的元素和组成你的元素也是一样的。当这些元素改变时，他们没有丝毫抱怨。所以，你有什么好抱怨呢？17，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有其目的，比如一匹马，一棵葡萄树，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呢？太阳也会说，我是为了某样东西而生的，每一位神明也都有它存在的目的。那你存在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消遣享受吗？看看常识和理性是否允许你这么做。18，大自然也有它的终点，那存在于所有事物的终结和圆满之中，正如所有事物都存在于自然的开始和延续之中一样。19，扔球的时候，球怎样运动才更好呢？是向上向下，还是掉在地上呢？一个气泡是保持完整更好，还是破碎消失更好呢？蜡烛也一样，是点着更好，还是熄灭更好呢？因此，无论面对名誉问题还是生死问题，都要让自己保持理智。至于身体本身，
你如何判断它好与坏呢？想想，你可能会看到它最坏的一面，当然也有好的、令人愉悦的一面。当身体衰老枯萎时，它是什么样？当它患病受苦时是什么样？当它陷入不伦和欲望时又是什么样？再说说荣誉，人生苦短，赞美的人和被赞赞的人，铭记的人和被铭记的人，很快都将化为尘土。而且，你只不过是在这世界上很小的一个角落里受到称赞，即便在这个小角落里，你都没有得到所有人的认可，没有得到哪怕一个人自始至终的赞誉。再进一步，放眼整个地球，在浩瀚的宇宙里，不也就是一个小点吗？20，将这些作为你思考的重心，要么事物本身，要么它的原则，要么它的行为，要么它的真实意义和重要性。21，那些你刚经历过的事情，为什么不把它们做得更好呢？哦，你却宁可把工作留到明天，也不愿意今天就付诸行动。22，我应该做这件事吗？如果是为了有益于人类的目标，那我就应该做。会有什么痛苦、艰难的事发生在我身上吗？即使是那样，我也接受，因为这些事都源于神明的眷顾与安排，那也是一切事物的源泉所在，世间万物都仰赖于此。23，沐浴通常占用我们很长的时间，但沐浴是什么呢？油腻、汗水、污秽，身上的泥垢、粘稠的排泄物与涂抹在身上的油膏，与脏东西混合在一起，简直令人作呕，都是多么低级、多么可憎的事情啊！我们生活的每一个部分，还有所有世俗的事物，大概都是如此。24，卢西亚埋葬了维鲁斯，没过多久，卢西亚也同样被埋葬。塞昆达目睹了马克西穆斯的死，不久他自己也死了。埃皮提恩查努斯看见了迪奥蒂摩斯的死，然后他自己也死了。还有安东尼努斯皮乌斯送走了他的妻子大福斯蒂娜，后来他也离开了人世。这就是世界的进程。阿德里亚努斯看见塞勒死了，然后阿德里亚努斯自己也死了。还有那些潜心苦修的人，那些预知他人生死的术士，那些曾经声名显赫趾高气扬的人，他们现在都去哪了？潜心苦修的有查拉克斯，有柏拉图主义者德米特里乌斯，有欧达蒙，他们一朝一夕就都离开了人世，很快就被世人遗忘了。有些人虽然变成了传说，但即使是那些传说到现在，也早已被人忘记了。所以你必须记住，构成你身体的一切，无论是什么，很快就会分解消散，而你的生命、呼吸、灵魂都将停止，被转移到其他地方去。25，人真正的快乐在于做符合本性的事，而最符合人本性的事，首先就是要充满仁爱地对待我们的同类，轻视所有感官的欲求，辨别所有貌似可信的幻觉，深入思考宇宙的本性、宇宙以及在宇宙里发生的一切。在思考中，你要注意3种关联：第一是事物与引起它的明显原因的关联；第二是事物与神明的关联，因为世间万物都源于神明；第三是事物与和我们生活在一起的人的关联。在弄清楚这3种关联的基础上，再思考我们如何运用这件事物，它如何才能有益于我们。26，如果痛苦是一种罪恶，它要么关乎身体，要么关乎灵魂。由于身体本身缺乏知觉，所以痛苦应该是关乎灵魂的。也正是灵魂才有力量能让自己保持宁静平和，不把痛苦当成一种罪恶。因为所有的判断和思虑，所有的欲望或嫌恶，都源自内心，而罪恶无法进入内心，
除非你允许他这么做。27，打消所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不断提醒自己，如果我愿意，我可以不让任何罪恶、欲望、邪念纷扰占据我的灵魂，这是我自己就能控制的。你要观察思考所有事物，看到他们的本性，做每一件事也要考察它的真实价值。你要记住，这是属于你的力量，它来自于你的本性。28，无论是在元老院演讲，还是跟别人交谈，说话都应该保持庄重谦虚，但是不能矫揉造作，也不用堆砌词语。在真正的善良和文明面前，世间的虚荣浮华以及世俗的人们都应该服从于真实和理智。29，奥古斯都，他的宫廷、妻子、女儿、侄子、女婿、妹妹阿格里帕，他的亲属、家丁、朋友阿里乌斯、梅塞纳斯，他的祭司和占卜师，整个宫廷的人都死去了。自奥古斯都以来的人，他们不都被死神带走了吗？活着的时候，他们多么风光显赫，但哪一个能逃过命运的终结呢？现在再想想整个家族的灭亡吧，比如庞培家族，那些在墓志铭上刻下名字的人，往往是家族中最后一个。他的祖先父辈辛苦经营，期望他们的后代能永续香火，然而总会有那么一个人成为整个家族的终点。所以再思考一下整个家族的覆灭吧。30，把关注点聚焦到人生的每一次活动上，每一次都竭尽全力使它符合本性，这就够了。谁能阻止你去做符合本性的事呢？不可否认，会有一些外部的干扰，但没有什么能真正阻挡你。只要你行事的时候带着公平正义、理性节制，就会得到来自神明的嘉许。是的，也许在某种程度上，在某些具体行为上，你会感到阻力，但即便那样，也不必感到难过，而是要保持镇定，把注意力从受阻的那件事上转移开，转而关注那些你能施展身手的事。这也同样符合上面说的，把关注点聚焦到人生的每一次活动上。31，财富、地位、名誉，当他们降临时不要炫耀，因为他们都只是暂时的。当他们不再属于你的时候，也随时做好准备放弃。32，如果你看见一只手、一只脚、一颗头颅被从身上砍下来，孤零零地躺在那里，你应该意识到，被砍下手、足、头颅的人，要么是因为什么事得罪了他人而身首异处，要么是做了违背自然法则、社会道德的事情，要么是做了毫无仁慈的事情。无论你是谁，如果你违反了人的本性，脱离了共同的集体，那你也是这样的可怜人。要知道，你生下来就是集体的一部分，现在却切断了与它的联系。万幸的是，你还可以同它再次连接起来。同集体切断以后，再同它连接起来的能力只属于你。神明没有把这种能力赋予除你之外的其他人。看，这是多么伟大的善啊！神明赐予我们这种能力，即便我们与集体分开，即便我们切断了同宇宙的联系，它也允许我们回来。只要我们愿意，随时都可以和集体、和宇宙重新连接起来，被接纳到我们之前所处的位置上，就像从来没分开过一样。33，宇宙的本性，它给每一个理性生物都赋予了某种力量，我们也因此拥有了这种力量。无论什么事物，如果它反对或阻碍宇宙的本性，就会被带到宇宙的本性面前，为后者实现自己的目标服务。尽管这么做可能会违背那件事物的本意，宇宙的本性正是通过这种方式，让所有事物无论愿不愿意都成为它的一部分。因此，每一个理性生物，无论在这世俗的生命进程中碰到什么，无论遇到什么阻碍，都可以把那些事物和阻碍带到面前，
也让他们为自己遵循本性、实现目标和幸福服务。34，在这平凡的一生里，我们注定要经历许多痛苦的不幸，但不要被他们打扰，不要胡思乱想，也不要被烦恼或悲痛占据了心扉。每当有这样一件让你痛苦、烦恼、悲伤的事，都要问自己，这件事对我来说真的无法承受吗？因为你会羞于承认一点，那就是无论未来还是过去，他们都无法伤害你，只有当下才有可能会。但如果你对它稍加限制，伤害也能变得很小。记住这一点吧。你要审视你的内心，问问他，这短暂到仅仅是一瞬间的痛苦，他是否能够抵挡？35，什么？时至今日，潘蒂亚或佩加莫斯还坚守在他们主人的坟墓旁吗？卡布利亚斯或迪奥蒂摩斯还守卫在阿德里亚努斯的坟茔旁吗？别傻了，即使他们这么做，他们的主人能感受到吗？即便感受到了，他们的主人会因此而感到高兴吗？即便感到高兴，就能让他们变得不朽吗？无论男人还是女人，变老、死去，不都是命运的安排吗？一旦我们死去，我们的躯体呢？当尘埃落定时，它们都要化作一滩腐烂的血肉。36，哲学家说，如果你拥有一双敏锐的眼睛，那么你也要带着这双眼睛去判断和审视事物。37，在人的整个构造中，我看不到任何一种会违背正义的德性，但我看到一种可以抵御快乐和感官享受的德性，那就是节制。38，如果能够摒弃那些给你带来伤害、痛苦的幻想以及种种自以为是的想法，那你就能得到真正的心安。至于自己应该关注什么呢？关注你的理性。但我并非理性。你说，那就这样吧。如果你身体的某个部分感到痛苦，就让它发泄出来，一定不要让你的理性陷入痛苦之中。39，如果有什么东西阻碍了你的理智，那它对易受影响的本性来说就是邪恶的。同样，如果有什么东西阻碍你的欲望和追求，那它对本性来说也是邪恶的。说到易受影响，即使是植物，如果有什么东西阻碍它，那对它来说一样也是邪恶的。推而广之，任何妨碍心智与理解的东西，在理智的本性看来都是邪恶的。现在，把这些道理都运用到自己身上吧，是痛苦还是快乐抓住了你？让你的感官去体会，在你致力于某个目标时，有什么东西阻止你吗？当你为了某个目标毫无保留地付出时，你的理性部分也许会遭受打击，但如果你全力以赴，你就既不会受伤，也不会受到阻碍。这是因为，当你的心灵在面对那些完全属于它的事物时，任何人都无法阻挡它。火、铁、暴君的淫威、辱骂的腔调都不能干扰它，阻挡它。40，灵魂，一旦它被铸造成了坚固的球体，就再也不用害怕会被改变了。41，我为什么要使自己悲伤呢？我从未有意让别人悲伤过。不同的人因不同的事而感到快乐。对我来说，我的快乐就在于我的思想是正确的、健全的，它既不排斥任何人，也不拒绝那些我作为人应该遵从的事情。我感到快乐，只要能温顺而慈悲地看待这世上的一切，接受一切，并按照每件事物的真正价值来对待它。42，记住这一刻的所思所想。那些追求死后名声的人不会想到，在他们死后对他们做出评价的人，和他们现在无法忍受的人一样都会死去。所有的人都是凡夫俗子。关于别人如何看待自己这件事，
你要知道，许多人就必然会有许多种声音。关于你，人们会发表这样或那样的看法，持有这样或那样的态度，对你的评价纷繁复杂，又何必太在意呢？43，带我走，把我随便扔到哪儿吧，我不在乎，因为无论在哪儿，我都会呵护好内心的精神，让他对自己所处的状态和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感到高兴和满足，这也是合乎他性情的。44，这件事值得我去做吗？如果我做了这件事，灵魂也许要受伤，变得比以前更糟，变得沮丧、慌乱、疑惑、畏惧。既然这样，还有什么理由去做这件事呢？45，你作为人，发生在你身上的任何一件事都是必然的，符合人的本性的，就像任何违背牛、葡萄树或石头本性的事都不会发生在他们身上一样。那么，如果在任何事物上发生的事情都是普通的、自然的，为什么还要抱怨呢？你要相信，宇宙共同的本性是不会给任何事物带来什么无法忍受的事情的。因此，如果你因为什么外在的事物而感到悲伤，要知道，悲伤并非源于那件外在的事物，而是你关于这件外在事物的态度和自以为是的想法让你难过。只要你改变自己的想法，就完全可以摆脱悲伤。其次，如果你因为自己的性情有缺陷而感到悲伤，那就试着去纠正自己的道德信念和想法。如果你做事没有遵循公平正义的原则，与其悲伤，为什么不去改变呢？第三，如果有什么比你更强大的力量阻止你，让你没办法做成某件事，也无需感到悲伤，因为那不是你的错。你也许会说，但那件事是一件符合本性的事，如果做不成的话，生命的那一刻就失去了价值。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就对所有人都善良，都慈悲吧。那样做，你就可以安心离去。那些阻碍你的事物，即使对他们没有好感，你也可以带着一种释然的姿态离去。46，记住，你的思想是不可战胜的，无法征服的。当他专注于思考的时候，他只满足于一点，那就是任何人、任何事都不能强迫他做什么。如果他与理性相悖，他会因此感到愤怒并尽快纠正自己。更何况，在理性的帮助下，他能以审慎严谨的姿态来判断事物。因此，让你的思想摆脱所有激情吧，这样它就能成为一座坚不可摧的堡垒，成为你的庇护所。看不到这一点的人是无知的，看到这一点但却无视的人是不快乐的。47，当事物显现在你眼前的时候，要保持对他们最初的、最直白的理解。如果听说有人在背后说你坏话，那就让他们去说吧，也让别人去传吧，一定不要因此感到受伤害。当我的孩子生病时，我能看到他病了，但我看不到的是他也许有性命之忧。因此，当事物外在的样子显现在眼前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对他们最初的印象和理解，不要自以为是，也不要想当然地增加什么东西。如果一定要增加什么，那就增加你对发生在这世上所有事物真实本性的理解吧。48，黄瓜是苦的吗？那就扔掉它。荆棘挡路了吗？那就避开它。这样就够了，不必费心问自己，世上为什么会有这些东西呢？如果你这么问的话，那些学术奥秘的人甚至会嘲笑你。木匠铺里自然有很多爆花，鞋匠铺里也少不了边角料。如果你问他们为什么有那些东西，他们也一样会嘲笑你。木匠和鞋匠把薄花和边角料留在店里，并不是因为他们没地方可以扔掉这些东西。但是，宇宙的本性却没有这样可以暂时存放的地方。它令人惊奇的地方就在于能够把自身限定在某种特定的边界里。在整个宇宙里，任何看起来腐坏、陈旧或无用的东西，
他都能把它们变成新的事物。这样，他就不需要到别的地方寻找新的事物，也不需要专门找一个地方来抛弃那些腐烂的事物。得益于此，宇宙的本性满足于它的空间，它拥有的事物，以及它将无用的东西转变成有用的东西的能力。49，不要疏忽懈怠，不要恣意纵欲，谈话时不要争论不休，也不要沉溺于痴心妄想，不要挤压你的灵魂，也不要让它放肆地失去控制，不要一味地只知道忙碌。50，假如人们杀了你，把你撕成碎片，诅咒你，然后呢？因为他们这么做，你的心灵就不再保持纯真、谨慎、温和、公正吗？要知道，你的心灵是一汪干裂清澈的泉水，即便有人诅咒它，它涌出的泉水还是同往常一样纯净甘甜。即使有人把泥土污秽扔进去，它也能很快冲散那些脏东西，重新变回清澈的样子，不会遭到任何污染。要想让自己的心灵变成一泓清泉，而不是一口枯井，我应该怎么做呢？只有通过不断的付出与努力，以慈悲、淳朴和谦逊，致力于追求真正的自由。51，那些不明白世界是什么样的人，也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那些不知道世界为什么目的而存在的人，既不懂得世界的性情，也不懂得世界的本性。对这些事情一无所知的人，甚至连自己为什么存在也搞不明白。那么，你如何评价那些把喧嚣和掌声看作生命中重要时刻的人呢？他们甚至1个小时里就自贬自损3次。你愿意得到那些人的称赞吗？他甚至1个小时里就对自己感到不满意的人吗？倘若有人对他做过的几乎所有事都感到后悔，他还怎么能取悦自己呢？52，从今往后，不仅要让你的呼吸与围绕你的空气和谐一致，更要让你的思想与囊括一切事物的理性和谐一致。只要我们愿意，我们也应当这么做，因为理性可以分散到各个角落，运用到所有事物，就像无所不在的空气可以供我们呼吸一样。53，总的来说，邪恶是不会伤害到这个世界的，但是有一种恶却会伤害到一种人，这种人对曾经施予他极大恩惠和同情的人都毫无敬意，甚至还恩将仇报，而且无论什么时候他都能冒出邪恶的念头。我的邻居，无论他是谁，过得怎样，命运如何，他的自由意志与我的自由意志是毫不相关的。虽然我们生来就应当相互合作，但每个人的思想与理解却有各自的活动空间和控制范围。正如别人的恶对我来说也许不是恶，而神明也不会允许我的快乐由他人所操控，因为除了我自己的恶，没有什么能让我不快乐。54，阳光洒在大地，实际上，太阳光是朝各个方位分布扩散的，而不是像液体一样倾倒溢出的。这种扩散可以看作是光的延伸。现在你再观察太阳光，就会明白它的道理。光沿着直线传播，它能穿过小洞，进入黑暗的房间。当光线遇到任何阻挡它的东西时，它便无法像在空气里一样穿透过去，它会被阻断，但却不会滑落或跌倒，而是停留在被阻断的地方。你的思想也应该这样，也要能向外不断地延伸、扩展。无论它遭遇什么艰难险阻，都不会激烈地冲撞那些阻碍，它也不会因为受到阻碍就滑落跌倒。他会站得稳稳的，照亮那些接受他的事物。倘若有某个事物不愿意接受来自心灵的光，那他就只能陷入黑暗，那是他自己的损失。55，害怕死亡的人，要么是害怕丧失所有感觉，要么是害怕死后感觉全都会改变。然而，如果死后真的没有任何感觉，那就也感觉不到邪恶，或者说，
如果死后还有任何感觉的话，那就说明会有来生，死亡会带来新的生命。56，人生来就是要相互帮助、相互扶持的，要么教导他人，要么容忍他人。57，心灵的运动和一支射出的箭的运动不太一样。当心灵运动时，它保持谨慎而警觉，勤勉细心地不断调整方向，从而能最终实现目标，仿佛像射出的箭一样，也是一条直线。58，跟你打交道的人，要洞察他们的想法，同样，也要把你的想法放在明处，让其他人也能洞察得到。第9卷。1，那些不公正的人，他们也是不够虔诚的，因为宇宙的本性要求所有的理智生物互相帮助，最终的目标是互相受益。然而，在不同的环境和不同的情境下，每个人都会或多或少伤害到彼此。这显然违背了宇宙的本性，也亵渎了最古老、最受尊敬的神明。宇宙的本性就像所有事物共同的父母，我们都应该虔诚地感知它的存在。现在存在的万物和所有新生的事物都存在着某种联系。宇宙的本性就是真理本身，也是所有真理的基础。因此，那些心甘情愿地撒谎的人，他们是不虔诚的，也犯了不公正的错误。而那些违背了本意而撒谎的人，他们的行为与宇宙的本性相悖，这扰乱了世界的整体秩序。他们的所作所为无异于向宇宙的本性宣战，他们违背了自己的本性，也就把自己推到了与真理相对立的位置。宇宙早已为他们提供了足够的本能和机会，但他们却一直没有注意到，直到现在才发现，他们已经失去了分辨真假的能力。把享乐当作真正的善去追求，把痛苦当作真正的恶去逃避，这样的人都是不虔诚的。他们必定常常抱怨宇宙的本性。他们认为，宇宙在分配事物时没有根据善恶来做判断，因此，坏人常常享受到快乐，并且拥有能带来快乐的事物，而好人却常常陷入痛苦之中，得到那些引起痛苦的事物。同样，那些害怕痛苦和磨难的人，有时甚至会害怕那些注定要发生的事情。他们这样的行为也是不虔诚的。追求享乐的人是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欲望的，他们无法戒除那些不公正的行为，这显然也是不虔诚的。愿意遵循本性生活的人，对于那些在宇宙本性看来是相同的、同等的事物，也会将它们看作是同等。如果对他们没有同等的感觉，宇宙的本性就不会创造出他们。这就像宇宙创造了痛苦和快乐一样。因此，如果有人认为苦乐、生死、荣辱是不同的事物，那他也是不虔诚的。因为支配这个世界的宇宙本性都是同样运用它们。前面说了，宇宙的本性会同等地运用这些事物，比如苦乐、生死、荣辱。我的意思是，这些事物在宇宙的自然过程中是没有区别地发生的，无论它是主要的还是次要的。事物的发生都存在着某种必然性，都遵循着神明最初、最原始的旨意。宇宙也是遵循这个旨意，在某个时刻决定创造出我们这个世界，就像子宫孕育生命一样，它孕育了理性的种子，也孕育了事物的存在、变化、延续以及其他所有这些事情。2，对于一个即将离世的人来说，如果他在这段将要结束的一生中，始终远离所有谎言、伪装、奢侈和骄纵，那么他必定是更幸福、更自由自在的。这听起来也许难以实现。那么，如果一个人在离开人世时，
能放弃对世俗事物的爱，这也比他渴望继续活着，却继续走在邪恶的道路上要好得多。以往的经历，难道没有教会你如何避开瘟疫吗？最可怕的瘟疫，莫过于心灵的腐坏，那比任何空气中的腐坏变质都要严重得多。后者是众生的瘟疫，影响的是动物，而前者是人的瘟疫，影响的是我们的理性。3，在死亡这个问题上，不要轻视它，而是要让自己成为一个对死亡这件事感到正常、感到满意的个体。因为这是符合自然规律的一件事。人从孩子变成青年，再变成老人，逐渐成熟，长出牙齿，长出胡须，长出白发，孕育生命，繁衍后代，以及其他各种事情，对我们来说，都是生命中某个阶段必定会发生的。这符合人的本性，而分解和消亡也不例外。因此，有智慧的人在面对死亡这个问题时，绝不会带着极端或骄傲的心态，而是会耐心地等待它，将其视为宇宙的一项活动而已。就像等待还在妻子子宫里孕育的胚胎一样，等待孩子在他腹中成熟长大，你也可以等待死亡的那一刻，等待灵魂褪去躯体的外壳。不过，人们通常希望有一种更容易接受的办法来抵御对死亡的恐惧。虽然这个方法不那么直接，也不那么哲学，但它非常有效。那就是这样想：死后将不再受到世俗事物的烦扰，也不必再和各种样的人打交道。的确，你大可不必因为别人的过错而生气，而是要去关心他们，静静地忍受他们。然而，也要记住，无论何时离开人世，都要试着不要离开那些跟你想法相近、观点相似的人。事实上，那是唯一让你贪恋这人世间的理由，也就是和有共同信仰的人在一起生活。你现在也看到了，和意见不合的人一起生活是多么痛苦的事情。你甚至会祈求死亡快点到来，以免有朝一日你也迷失了自己。4，作恶的人也是在对自己作恶，行不义之事的人也会伤害到自己，因为他让自己变得比以前更坏、更糟。不光是做错事的人，还有那些做事时遗漏和疏忽的人，他们往往也在不正当的行动。5，如果我现在此刻对事物的理解是正确的，如果我当下的行为是仁慈的，那么无论神明赐给我什么，我都将感到满意，这就足够了。6，把那些幻想抹去，深思熟虑，扑灭邪恶的欲望，让心灵得到真正的自由。7，所有非理性的生物都只有一个非理性的灵魂，而所有理性的生物只有一个理性的灵魂，这个理性的灵魂分散在它们中间，就像地球上有如此多的事物一样，但我们只有一个地球，看到同一个太阳，呼吸同一种空气。也就是说，所有共享了某种东西的事物，自然而然地会影响并偏爱那些与它们共享的其他事物，因为它们同属一类，具有相同的性质。凡是属于土的，都倾向于大地；凡是属于水的，都会流动；凡是属于气体的，也有它们的共性。因此，如果没有什么阻碍或者外在的干扰，具备共性的事物就很难被分开。凡是属于火的，其本性都是向上燃烧的，火势会蔓延，越烧越旺，引燃周围的一切物体。因此，每一个共享了理智本性的事物，也自然而然地倾向于它的同类。即便它在各个方面都优越得多，它仍然渴望与同类统一、融合。那些没有理性的事物，比如蜜蜂、牛羊、飞鸟，也会成群结队，繁衍生息，抚养幼小。它们也有一种相互的爱和情感。它们虽没有理性，
但却有某种灵魂。在他们身上那种促使他们融合的自然力量，比具有更优本性的生物还要强烈，也比植物、石头、树木都要强烈。具备理性的事物，则有联邦、友情、家庭、公众集会，甚至有战争、谈判和休战。具备更优本性的事物，比如恒星和行星，它们虽然距离很遥远，但也有某种相互对应统一的关系。如此优越的事物都渴望融合，即使相隔万里，也无法阻挡它们按照某种共性运行。现在再回过头来想，那些具备理性的生物反而忘记了要相互热爱、融合统一的本性，在他们身上反而看不到那种和谐共处的品质。不过，尽管他们不愿意统一融合，在行事过程中还是依然会展现出这种品质。只要认真观察就能发现这一点。你也许能找到一个脱离同类的土性事物，但却很难找到一个完全脱离社会的人。8. 人类、神明以及整个宇宙，在恰当的季节里都会结出一些果实。虽然这么说听起来像是在描述葡萄之类的植物，但事实的确如此。至于理性，它既为自己也为他人结出果实，并且具有向外扩散的特质。理性可以传播到其他事物上，由此生生不息。9. 如果力所能及，就教人顺其自然地从善如流；如果做不到，那就耐心忍受他人做错事。你应该温柔仁慈地这么做。神明对人同样仁慈且善良，他赐给人们健康、财富、荣誉，帮助我们实现梦想。你为什么不这么做呢？或者，告诉我是什么阻碍了你呢？10. 当你劳作时，不要带着被逼无奈的窘迫，也不要期待他人的怜悯或赞美，而是只关心追求一点，那就是无论做什么，都要遵循仁爱的法则，并且符合公众的利益。11. 今天我终于摆脱了所有烦恼，也可以说我把所有烦恼都抛在脑后，因为我知道，无论困扰我的是什么，与其说它来自外部的事物，不如说它来自内心。只有把世俗的纷扰从内心驱赶出去，才能得到真正的、长久的自由自在。12. 一切事物在宇宙的经验看来都是熟悉的、普通的，这是因为它们持续的时间都如此短暂，它们的本质都毫无价值，它们存在于我们已经埋藏的岁月里，也存在于当下，没有区别。13. 影响我们的那些东西，他们不知道自己去向何处，不了解自己，也不能对别人说出任何关于自己的事情。什么才能对这些东西做出判断呢？只有理性。14. 正如善恶不在于激情的爆发，而在于行动本身一样，一个具备理性的、仁爱的人，他真正的善与恶也不在于激情的爆发，而在于行动。15. 一块被抛起来的石头，当它下落的时候，不会受到任何伤害，正如它上升的时候，也不会得到任何好处一样。16. 有的人，如果你对他们如何看待自己感到害怕，那就注意仔细观察他们的思想，看看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以及他们是如何自我评价的。17. 世间的一切事物皆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你也一样处于永恒的变化之中，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处于不断的腐坏消亡中，整个宇宙也是如此。18. 如果这不是你的错，而是他人犯下的罪行，为什么你要为此烦恼呢？让他们自己去看看吧，看看是谁的过错。19. 一项行动，一个目标，终究会有一个结果。
一种想法也会有它完全停止的那一刻，仿佛死去一样，但在整个过程中没有任何伤害发生。再引申到人的生命，我们都由孩子变成青年，再由青年变成老人。每次年龄的变化都是某种意义上的死亡，无需感到悲伤。再联想到你曾经存在于你祖父母的生命中，然后存在于你父母的生命中，迄今为止，在你生命的整个进程中，你目睹了多少次变化，见证了多少次终结和告别。试问，你从中发现了什么悲哀或伤感的事情吗？或者遭受了什么损失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整个生命的结束也同样不会带来任何悲伤，也不会造成什么损失。它 dog 过也是一次终止，一次变化罢了。20，必要时，让你自己的思想、宇宙的思想以及你所打交道的人的思想成为你的庇护所。到你自己的思想里去，它绝不会违背正义；到宇宙的思想里去，记住你也是其中的一部分；到他人的思想里去，考察他是否无知，是否具备理智，并记得他是你的同类。21，无论你是谁，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社会的完美和圆满而生的。因此，你的每一项行动都必须有益于社会的完美和圆满。22，孩子们的争吵，喧嚣而嘈杂，可怜的灵魂忍受着逝去的躯体，希望他们不会很快倒下，就像那首我们时常听见的挽歌一样。23，观察一件事物时，要考察它的性质是什么，把性质与物质本身分开，毫无遮挡地观察这件事物。接下来，思考这件事物的性质能持续多久，它的最大时间界限有多少。24，你经历了无穷尽的烦恼和痛苦，只因为你认为所有的快乐都无法让你满足，或者说，即使你一直遵循理性行事，却不认为那是一件足以让你幸福的事情。25，若有人诬告你，或者求全责备，或者恶意重伤你，试着进入他们的内心，了解他们的想法，看看他们是怎样的人。要明白，没有任何理由因别人如何看待你而感到烦恼，不过仍然要爱他们，因为他们生来就是你的同类。至于神明，他通过各种方式，也通过梦想和启示来帮助人们实现那些他们视作伟大的事情。26，前前后后，来来往往，时代更迭，斗转星移，世间万物皆依然如昔。无论什么事情，在它发生前，宇宙就已经决定并安排好一切，所以就遵从这绝妙的安排吧。宇宙在起源的那一刻就决定了所有事物，在那之后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是遵循宇宙意志的必然产物。所有的事情在某种程度上也都是不可分割、相互联系的。总而言之，要么这一切都是神明的完美安排，要么都是出于偶然、侥幸。如果是后者的话，你就要运用自己的意志来妥善安排与你有关的事情，这么做的话就会幸福。27，过不了多久，大地就会将我们埋葬，然后它自己也会发生变化，从一个永恒变成另一个永恒，最终变得不朽。如果一个人能在内心思考那些物是人非、沧海桑田，看明白这宇宙的变化是多么迅速，他自然会看清所有的世俗之物。宇宙的进程就像一股势不可挡的洪流，把一切都带走。28，你手下的那些所谓的政客，自以为只有他们才配得上哲学家的称号，他们自诩崇尚美德与诚实，但却充满了对世俗事物的喜爱。实际上他们是多么卑微，多么无用，多么让人鄙夷啊！
那么人啊，应该怎么做呢？遵循理性的要求吧。如果你觉得一件事可以去做，就下定决心去做，不要在意他人的想法。你说，我不敢想象真会有柏拉图式的理想国，即使取得哪怕一点点成果我都高兴，一点点进展我都感到欣慰。那么，人们会因为我而改变他们此前的错误观点吗？一点都不会。他们只有奴性的思想，心怀怨恨，却故意表现得顺从理性和真理，哗众取宠。现在跟我讲讲腓力二世和亚历山大·法勒鲁姆的德米特里乌斯的事情。他们是否明白共同的本性要求什么？是否能驾驭自己？是否最了解自己？但如果他们只是虚张声势，言过其实，那么感谢神明，我就不必效法他们。真正的哲学，意味着不矫揉造作的简朴和谦逊，意味着让我远离炫耀和虚荣。29，站在某个高处俯瞰众生，看数不清的人群，看他们的祭祀，看各种各样的航行，有的在波涛汹涌的大海里，有的在风平浪静的水面上，看事物的区别差异，看它们的不同属性，看那些刚诞生出来的事物，看那些在一起的事物之间的联系，看那些即将消亡的事物。同样，在脑海里思考前人的生活，也思考后人的生活，思考世上现存的那些诸多野蛮部落的生活。想想，有多少人从来没听过你的名字？有多少人听过了，但很快就会忘记？有多少人此时此刻赞扬你，过不了多久，却可能诋毁你？因此，无论名望、荣誉，还是这世俗里的任何东西，都不值一提。总的来说，无论在你身上发生什么，都源于神明的馈赠，心满意足地接受它。无论你做什么，都要听从内心，行事公平正义。换言之，你的所思所想所做，都应该以善待他人、有益社会为目标。那是你生而为人必须遵循的本性。30，许多困扰和束缚你的事情，在你能力范围内都可以将它切断。不要只听从于自己的幻想和种种自以为是的想法，这样做你就能挣脱束缚，自由自在。31，用心去思考整个世界，去思考当下这个时代的全部进程，去观察每一件事物的瞬息万变，从万物的发生到消散，时间是何等的短暂。回首过去，遥望未来，时间却又是多么广袤浩瀚。你所见的一切都将迅速消亡，而目睹分解消亡的人们，自己也将很快逝去。活到100岁的人和不幸早夭的人，都将殊途同归。32，人们想法和悟性是怎样的？他们忙于什么事情？他们热爱什么？讨厌什么？试着看清他们的灵魂。当他们想通过诋毁、中伤、损害别人的时候，当他们想通过赞美、称颂、帮助别人的时候，是多么愚蠢而自负啊！33，损失和腐败本质上就是变化而已，而变化也是宇宙本性最喜欢的。世间一切事物无时无刻不在变化中运行，一切世俗事物从古至今再到将来，都处在永恒的变化里。那么，你会认为这世上所有东西从诞生之初就一直是邪恶的吗？世上有如此多神明，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就找不到一种可以修正这个世界的力量吗？这世界注定要陷于永无休止的不幸和苦难中吗？34，所有的平凡事物都是多么卑微，多么没有价值。水、尘土、骨头，还有构成我们躯体的一切令人憎恶的东西，都极容易腐坏溃烂。还有那些人们珍视赞美的东西，
比如大理石，它是什么呢？不过是坚硬的土块罢了。黄金和白银是什么？不过是沉积的石头罢了。事实上，你最高贵的衣裳也只不过是羊的皮毛而已，它的颜色只不过是贝类的血，而你的生命也不过是血液的喷涌罢了。最终它也将转变成其他的平凡事物。35，这吹毛求疵，这低语抱怨，这掩饰伪装，难道永无止境吗？那么烦扰你的是什么？有什么新的事情发生吗？有什么事让你惊讶吗？注意观察事物的属性以及它的物质本身，除那之外再无其他。力，担负起神明赐予你的使命，心怀仁爱，思想简朴，去摆脱这一切的纷扰和束缚吧。36，这些东西无论看100年还是3年，都是一回事。37，若有人犯了罪，那伤害是对他自己的，而不是对我的，但也许他并没有做错。38，所有事物都基于同一个理性，作为不同的部分构成一个整体。如果整体中的某个部分抱怨任何有益于整体的事情，那就明显有悖于理性。按照伊壁鸠鲁的说法，或者还存在另一种可能，原子是一切事物的起因，生命只是一种偶然的混合，死亡则是一种分解。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你还为什么自寻烦恼呢？39，试着扪心自问，我的理性还活着吗？它衰败腐朽了吗？它还能去无存精吗？它会像牛羊牲畜那样吗？会和躯体一样终有一死吗？40，要么神明已经无法为我们做什么，要么他们仍可以消除我们心中所有的困惑与烦恼。如果他们什么也做不了，你还祈祷什么呢？如果神明能拯救我们，为什么不祈祷呢？向他们祈求永不畏惧，祈求永不迷恋任何世俗事物，祈求带走你的所有困扰。与其追求或逃避神明，不如在他在与不在时都避免悲伤难过。这一点是肯定的。既然神明可以帮助我们做任何事，他自然也可以帮我们做成这类事情。你也许会说，在那些神明赐予我自由的事情上，我可以随心所欲地做我想做的事。但是，如果你肆意妄为地做卑鄙的事，并且带着奴性的思想追求享乐，而不是让自己的心灵获得真正的自由，你怎么能变得更好呢？至于神明，有人说，那些他让我们完全自己做主的事情上，他就不会再帮助我们。这一点是真是假，试试便知道了。你只需向他祈祷就够了。有人祈求神明，让他能和这个人或那个人同床共枕，而你应该祈求神明，别让自己陷入色欲而不能自拔。有人祈求让他摆脱某人，而你应祈求神明，让你耐心忍受他，不要轻易抛下他。有人祈求神明，让他不要失去孩子，而你应该祈祷，我怎么才能不害怕失去亲人呢？要像这样祈祷，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41，伊壁鸠鲁曾说，在我生病的时候，我的谈话内容并不是我身体的痛苦，我也不会和来看望我的人聊这些，而是继续探讨我之前一直在研究的自然哲学。即使在患病受苦时，也要像他一样，不向痛苦低头，不让自己的理智受到损害，这才是我们应该去效仿的。42，当有人因为别人的无耻行为而感到愤怒时，应该立刻问自己，这个世界上难道能没有无耻的人吗？这是不可能的。既然如此，就不要去苛求那些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你要知道，这个世界上总会有无耻的人、虚伪的人以及犯下各种错误的人。
当你遇到这样的人时，提醒自己，他们正是那不可避免的一部分，这样你就能对他们多一些宽容和理解了。此外，你还要在每次遇到伤害时，马上想想，面对这种错误，本性赐予了你什么样的美德来应对。比如，面对无理之人，本性赐予了你温和；面对其他错误，本性也赐予了你相应的解药。而且你还可以去纠正他们，因为任何犯错的人都只是迷失了方向。你又受了什么伤害呢？你会发现，那些让你生气的人，其实并没有对你的心灵造成任何实质性的损害，而真正的伤害，只能是你自己造成的。第10卷。我的灵魂，你将变得善良、淳朴、干净。你会比包裹你的身体更加坦诚，更加耀眼。我相信，那一天终会到来的。总有一天，你将体会到什么是幸福。幸福的终极目标就是仁爱，就是不再沉迷于世俗的事情。总有一天，你会充实自己，不再渴望外部的事物，不再追求物质的享乐，无论这些物质是活的还是没有生命的。你不再期待快乐会一直持续下去，也不再去寻找合适的地方、恰当的时机，也不需要令人愉悦的天气或和谐的人群。当你能够满足于当下时，所有的事物都会增加你的满足感。当你相信自己已经拥有了一切时，一切对你都是有益的，一切也都源于神明的旨意。当你对未来充满信心时，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一切都会有助于神明维系他赐予你的幸福。完美无缺的生活，善良美丽的生命，神明诞生了万物，它囊括了所有的一切，无论是什么，无论在哪里，所有的分解消散，神明都会将它们重新聚集起来，再孕育出新的事物。你要期待这样的一天，无论是对神明还是对同类，都要保持适当的谈吐。在任何时候，既不要抱怨他们，也不要做任何可能让自己遭受谴责的事情。2. 作为一个完全由本性所支配的人，你要注意观察你的本性要求什么。作为一个理智的生物，如果你发现本性不会因为你打算去做某件事而变得坏，那就去做吧。还要注意观察，本性要求你做什么。无论是什么事情，只要你作为理智生物的本性不会因为这件事而变坏，那就大大方方地去做吧。再者，任何称得上是理智的事情，同样也是对社会有益的。遵循这些处事原则，不要被那些零碎的小事困扰。3. 在你身上无论发生什么事，你能承受它与否，是由你的本性决定的。如果你能承受，那就不要感到生气或难过，而是要遵循本性去承受它，因为本性也赋予了你承受的能力。如果你不能承受，也不要抱怨连连，因为在你身上发生的事情很快就会终结你的生命。无论是什么事情，它都会与你一同消失。所以要记住，无论发生什么事，都要凭借自己的认知，把它视为是可以承受的。你的本性就决定了这一点，这也是基于你对真正的利弊与责任的思考。4. 如果有人冒犯了你，就用仁爱和温和来教导他，告诉他错在哪里。如果你无法做到这一点，那宁可责备自己，或者如果你尽力做了却不能改变他，那也大可不必自责。5. 在你身上发生的任何事情，在冥冥之中早就被注定好了。基于同一种连续性，构成你的所有物质，它们在永恒的时间中发生的一切事情，也是命运早就预先注定好的。6.
要么相信伊壁鸠鲁，认为万物都是由原子构成的，要么我们必须去寻找本性。首先要明确这一点，即我们是宇宙的一部分，而这个宇宙是由本性所支配的。其次，宇宙中那些和你具有相同本性的部分，就是你的同类。我将始终留意这些事情。首先，作为整体的一部分，我对任何出于整体分配给我的事物，永远心怀感激。因为任何对整体有益的东西，对整体的一部分来说也是没有害处的。所有本性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质，那就是整体不会包含对它有害的东西。宇宙的本性也是一样的，它是至高尚的本性，任何外部因素都无法违背它的意愿，也不可能产生任何有害于自己的东西。我是这样一个宇宙的一部分。当我将这句话深深刻进脑海时，我对任何发生的事情都不会感到不满。那些拥有与我相同本性的人，我与他们紧密关联，因此我处处留意，不做任何对社会有害的事情。思考任何事情，我都会顾及我的同类。所有的意图和决心都以实现我们的共同利益为目标，任何有违于共同利益的事情，我都尽量避免。所以，一旦明白了这些道理，你就可以认为一个人是快乐的。他不断地学习和实践，去做对同类有益的事情。他对城邦分配给自己的事物也感到满足。你也必须这样做，才能过上幸福的生活。7. 世间万事万物必然在某个时刻要走向腐坏，或者换一个更真实、更确切的说法，万事万物在某个时刻都要迎来变化。但为了让理解更方便，我现在还是用腐坏这个词来描述。如果说腐坏是有害的、不可避免的，那么考虑到整体的所有部分都处于变化之中，整体里包含了不同甚至相反的事物，这让整体容易腐坏。那么你还认为整体是处于良好的状态吗？是本性自己决定向组成它的部分施加痛苦和折磨，从而不可避免地使它们陷入罪恶吗？又或者说，当本性使组成它的部分陷入罪恶的时候，它难道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由此可见，这些假设都是荒谬的。不妨先把整体的本性放一边，根据事物自身独有的本性来思考它。我们已经了解到，组成整体的所有部分，根据它们合理的自然构造，是处于不断变化中的。既然是这样，当一个人病倒、死去或经历了诸如此类的事情时，如果他表现出疑惑、奇怪的态度，那不是很荒谬可笑吗？当死亡发生时，这样想就能减轻痛苦。无论什么东西，当它消失不见时，只不过是分解成组成它的那些元素。每一次消失不过是元素的分解，分解后的元素再重新组成别的事物，就像坚固的石头变成土地，纯净的或是精神的东西变成气体。这样看来，没有什么东西真的凭空消失，它们只不过是回归到宇宙中，重新变成了理性的种子。而宇宙要么在火焰中被吞噬，要么在永恒的变化中不断更迭。上面说到坚固的石头、精神的东西，你不能认为它们自你诞生以来就是那个样子。人啊，你今天所处的状态，无论物质本身还是生命的灵魂，只不过是因为你近几天吃进食物、吸进空气才得以实现的。一条奔涌的大河也是靠支流不断汇入带来更多的水才得以维系，这一点你与它别无二致。因此，自出生以来你所获得的一切，不仅来自于你的母亲，还来自于不断的变化。但是，考虑到那些常见的东西，比如坚固的石头，它们与你毕竟不是完全相同的。那么，如何恰当地看待它们，对它们应该秉持怎样的一种感情？这一点也能体现出每个人的特质，因为显然每个人的做法都不一样。
8. 既然你已经意识到要善良、谦逊、真实，要专注、安分、超脱，那么在任何时候都不要做违背上述美德的事情，要让自己的言行配得上他们。或者，如果你真的做了与之相悖的事情，那就尽可能快地纠正自己，回归美德。也请记住，专注意味着对呈现在眼前的每一件事物都仔细辨别、认真考量，而且要心无旁骛。安分意味着用坦然和知足的心态去迎接命运的一切安排。超脱则是心灵和思想的延伸，超越一切肉体的苦乐，超越荣耀，超越死亡以及其他在心灵看来同属无关紧要的事情，超越那些在智者看来有碍于理性的事情。那么，如果你将这些美德视为神圣而不可侵犯，如果你能够严格地遵守它们，不因为他人的看法而改变自己，你就会变成一个新的人，开始一种新的生活。继续按照以前的样子生活，经历生命里不可避免的纷繁困扰。只有愚蠢的人和过于溺爱自己的人才会这么做。那些在竞技场上与野兽搏斗的人，虽然伤痕累累、血迹斑斑，但却仍想多苟活一天，即使那意味着他们还要被野兽的獠牙和利齿撕咬，他们就像身体被咬了一半、奄奄一息的可怜虫一样。因此，去做自己的摆渡人吧，远离此前生活中的烦恼，驶向那些美好的品德。如果你能够遵守它们，不断地践行它们，你就能感到愉悦和快乐，仿佛置身于赫西俄德和柏拉图描绘的幸福岛，也就是人们口中常说的极乐世界。无论何时，当你发现有脱离这些美德的风险时，当你无法克服眼前的困难和抵制眼前的诱惑时，退回到你能完全掌控自己的小角落里去吧。如果那样还不够的话，你甚至可以放弃生命。离开并非出于冲动，而是以一种简单、自愿、谦卑的方式离开。这也是你整个生命中唯一一件值得赞美的事情，也是你毕生的追求。实现了这一点，你就可以安然离去。现在，为了更好地记住上面提到的那些美德，你也可以经常诉诸神明。记住，神明要求我们做理性的生物，而不是用漂亮的语言、表面的虔诚来逢迎他们，而是我们应该变得像他们一样，就像所有其他自然生物一样。譬如无花果、狗、蜜蜂，所有的生物都是依照自然的构造做好自己，人更应当如此，要遵循人的本性来为人。9. 家里的玩具和小把戏，外面的战士时而令人恐惧，时而麻木，时而愚蠢，时而倦怠。这些事情每天都在奴役你。渐渐地，如果你不看管好它们，那些神圣的原则就会从你的脑海里溜走。有多少事物，你仅仅是以一种自然主义者的角度去看待它们，几乎不考虑它们的本性，更谈不上运用它们。做任何事，你都应该知行合一，把行动与思考结合起来，既要把眼前的事情做好，做什么事情都仔仔细细恰如其分，又能思考事物的本质，并在思考中收获喜悦与快乐。换句话说，根据事物的本质去观察它、考量它，以获取对事物真实的、成熟的认知。这样做尽管可能会遭受一些阻碍，但能给你带来足够的快乐和幸福感。这种快乐和幸福感的确不张扬显眼，却也不隐蔽晦涩。那么，你何时才能享受到真实而不虚假的淳朴和自然真挚的庄重呢？何时能享受到按照事物本性去认识它的快乐呢？看清它的本质和实体是什么，在这世上的作用是什么，它能存续多久，由什么东西构成，它属于什么人，谁又能给予它、拿走它。10. 当蜘蛛抓住它追逐的苍蝇时，它会感到骄傲，但又不过于自负。同样，当农夫抓到野兔，渔民网住了鱼，
或猎人捕获了一头野猪、一只熊时，他们也会感到骄傲。他们也会为自己英勇地与萨尔马特人作战手舞足蹈，或为战胜北方部落而欢欣雀跃。这些农夫、猎人、战士，如果你仔细审视他们内心的想法，除了追捕和猎杀，他们还追求什么呢？11，去寻找一种适合自己的冥想方法吧。通过这种冥想，你能清晰地辨别呈现在眼前的万事万物，以及它们是如何相互变化的。永远要记住这一点，确保自己在冥想沉思上得到充分的锻炼，因为没有什么比这更能产生真正伟大的精神了。12，他挣脱了身体的束缚，也意识到在很短的时间里，他就要与世界告别，把所有事情都抛在身后。他全心投入，一切行为都致力于公平正义，任何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他都遵循宇宙的共同本性。他只满足于2个方面：一是公正地做每件事；2是欣然接受神明赐予的一切。别人怎么说他、评价他，甚至反对他，他都不放在心上。他追随正义和理性的指引方向，追随神明，这是他唯一想做的事情，也是他唯一的希望和追求。13，怀疑一切有什么用呢？或者说，为什么要让不信任的想法以及对未来的猜疑来困扰你的心灵呢？如果你明白了这一点，那对现在应该做什么还有什么好担心呢？如果你能够很好的、独立地感知一件事，就不要让任何人使你分心。但是，如果你无法只靠自己看明白一件事，那就停止行动，去从最好的人那里采纳建议。如果还有什么事情妨碍了你，那就根据当下的场合和时机，小心谨慎地行事，继续做那些你认为最公平、最正义的事情。做正确的事情，全力追求这个目标，就一定会给你带来幸福。但我们却往往做不到这些。14，什么人既宁静又积极？什么人既愉快又严肃呢？凡事都以理性为导向的人。15，早晨刚醒来的时候，你的判断力是最自由、最不偏不倚的，它还没有受到你的情绪或外部事物的感染。这时候，问自己这个问题：公平正义的事情你自己去做，或者当你做不到的时候由别人去做，这是否重要？是否有什么区别？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至于那些在生活中过分在意别人的赞誉或贬损、诋毁他人的，你难道忘了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吗？他们在卧榻上，在船舱里，他们的所作所为是怎样的？他们追求什么？逃避什么？他们偷盗劫掠，但并非用手脚，而是用他们最宝贵的部分，即思想。可如果他们愿意的话，本可以用思想去产生信仰、谦逊、真诚、正义和一个伟大的精神。16，受过良好教育和真正谦逊的人对造物主说：你想要给我什么就给我吧，想要带走什么就带走吧。他这么说的时候，并没有决绝的悲凉之情，而是出于纯粹的爱和谦卑的恭顺。17，所以就像独自生活在沙漠山丘上的人一样，对这个世界和一切世俗的事情都淡然处之吧。无论在哪里，如果把整个世界都只看作一个小镇的话，在哪儿并不重要。让人们看看一个人如何完全遵循自己的本性而活。如果人们容不下我，就让他们杀掉我吧，因为宁可死，我也不愿像他们期盼的那样活。18，不必再费唇舌争论一个好人的标准和品质是什么，而是要真正去做一个好人。19，始终带着对这世界全部时间以及整个实质的思考，去观察每件事情的实质是什么。对整个宇宙来说，它们只不过是沧海一粟，
它们存续的时间就像是杵子在盐钵里碾一圈那么短暂。接下来，把注意力放在每一个特定的事物上，把它想象成已经处于分解变化的状态。实际上，它也的确如此。它们趋于腐坏消散，无论它是什么，死亡都注定是它以及它所有同类的结局。20. 思考人们在生活中是什么样的。当他们吃饭时、睡觉时，当他们竭力争辩时、受欲望驱使时，他们会怎么做？你会发现，人们要么得意忘形、盛气凌人，要么垂头丧气、暴跳如雷，好像自己高人一等，随意训斥责骂别人。他们心绪摇摆不定，是多么卑微，多么奴性。试想，过不了多久，当他们被死神扼住喉咙的时候，又会变成什么样子？21. 宇宙的本性带给每件事物的任何东西都是好的，当它赐予我们时，那就是最好的。22. 诗人说，大地总是热切地盼望雨水，同样，神圣的天空渴望亲吻大地，这源于他们彼此相爱。所以我说，这个世界对他创造的任何事物都带着爱意，而我对世界说，我的感情同你一样，我热爱的正是你热爱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世界热爱一切，就像源于希腊、传颂于拉丁人的谚语：事物是怎样的，他们就热爱成为那个样子。23. 要么继续像这样生活下去，因为你早已习惯并能够忍受这样的生活；要么离开这种生活或告别这个世界，怎么做完全由你自己决定。再或者，如果生命突然被外力终止，你也要庆幸这一切的结束。除了这些，再也没有其他可能性。所以，好好的活着吧。25. 从主人那里逃走的人，我们称之为逃亡者，而法律，它是每个人的主人。因此，那些违反法律的人，我们也可以称之为逃亡者。无论他是谁，无论他犯错是因为痛苦、愤怒、恐惧还是别的，他那样做无异于逃避造物主的安排。那主宰宇宙的神明是准则，是法律，也掌管着所有人一生中发生的一切事情。因此，无论谁因为发生什么事而感到痛苦、愤怒、恐惧，他都是一个逃亡者。26. 男人在女人子宫里播撒种子，然后女人孕育生命，种子长成胎儿，再过不久女人便生下孩子，这是多完美的过程啊！再比如，人把东西吃进肚子，然后身体消化食物，分解、吸收，变成知觉、情绪、生命和力量，这也是多么神奇的过程。这些看起来神秘而不可知的过程，你必须观察思考，不光过程本身，还有它们受到哪种力量驱使，你必须努力去感受，就像用眼睛去看清楚事物的变化一样。27. 始终提醒自己，现在看到的一切，过去很长时间都是如此，将来也还是那样。在你的脑海里掠过那些舞台剧，他们描绘着形形色色的人和各种各样的故事。你也可以从自己的亲身经历或历史书上看到许多故事，譬如阿德里亚努斯、安东尼努斯皮乌斯、腓力二世、亚历山大、克洛伊斯等。你会发现，故事都大同小异，变化的只不过是故事里出场的人物罢了。28. 想象一下，当一个人因为某件世俗的事情而悲伤痛苦时，他就像一头被割断喉咙拼命挣扎的猪。自我隔绝、蜷缩在床上抱怨命运不公的人也同样可悲。记住这一点，所有生物都毫无疑问由神明支配，但只有那些具备理智的生物才有资格死心塌地、心甘情愿地服从神明。29. 无论你在做什么，都要问自己，我在做什么？因为死了，
就不能再做这件事了。难道就因为这样，死亡就可以让我忧愁吗？30，当你被任何人冒犯的时候，立刻反省自己，想想你是否也犯过同样的错误，譬如曾认为幸福要么是生活富足，要么是追求享乐，要么是被人称赞等。如果能回想起这些，你就能很快抛开愤怒，特别是当你意识到那些冒犯你的人可能是出于无知而做出了错误的举动。如果你可以的话，就帮助他们消除错误的想法吧。31，你看到苏格拉底派的萨蒂龙时，想想欧提西斯或是许门；当看到哲学家尤弗拉特斯时，想想犹地基翁和希尔瓦努斯；看到阿尔西弗龙时，想想特罗佩奥弗鲁斯；看到瑟诺芬时，想想克里托或西弗勒斯。当你反观自己时，也想想过去的任何一位凯撒。对待所有人，你都应该这样去思考，同时问问自己这个问题：这些人现在在哪儿？无处可寻，无人知晓。所以你明白，一切世俗的事情都只不过是过眼云烟，要么旋即消散，要么虚无缥缈。你也应该想到，只要这个世界能够存续，那么任何东西一旦经历变化，就再也不会是它曾经的样子。你能存在多久呢？如果能把分配给你的那仅有的那一点点时间都用在善良的、合乎道德的事情上，不是更能让你满足吗？32，生命的主题是什么？它的进程又是什么样的，以至于你如此渴望摆脱？世间万物，它们是什么？不过是遵循各自本性发挥效用罢了。因此要有耐心，直到你完全熟悉这些事情，就像一个强壮的胃把所有食物都消化吸收掉，也像一场大火把一切都烧成火焰和光亮，让它们在你看来完全自然、熟悉。33，关于你诚实与否、简朴与否、真挚与否、善良与否，不要让评价的权利落入他人手中。无论谁妄图评价你，都不要让他得逞，因为只有你自己才能评价自己。谁能够阻止你成为真正简朴善良的人呢？你是否宁死都不愿意违背本心呢？事实上，如果一个人做不到简朴善良，那他活着也的确与理性相悖。那么，当下我们应该怎么说、怎么做，才算得上遵循本性、遵循自我意志呢？无论什么事、怎么说、怎么做，完全由你自己决定。因此，不要以自己受到阻碍为借口。直到你做任何事情都能符合人的恰当品质，你才会享受快乐，才会停止呻吟抱怨。你必须认可这种快乐，那是你按照本性行事才能获得的。如果你做到这一点，在哪儿都能获得快乐。至于没有这种能力的圆筒或滚轴，它无法按照自己的意志移动。水、火以及其他只称得上自然事物的也一样，它们因为缺乏理性而容易被阻碍。这种能力可以说是头脑和理性的某种特权，它们能够根据本性和自我意志来冲破横亘在眼前的一切障碍，继续朝着目标前进。所以说，把理性作为你心灵的幸福快乐摆在眼前。理性可以穿越一切事物，可以掌控一切行动，无论是火焰般向上燃烧的，还是石头般向下掉落的，甚或是圆筒般沿着斜坡滚动的，理性都对它们安之若素，因为理性不受任何阻碍。至于其他阻碍，它们无法阻止你的心灵，要么它们对躯体是合适的、恰当的，要么它们仅仅是观点的产物，用你的理性使它们不足以成为阻碍，并让它们自行腐坏就好了，因为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都不会给你造成任何伤害。如果情况不是这样的话，那么无论是谁，无论他遭遇了什么阻碍，他势必会变得比以前更糟，因为那阻碍伤害了他。但事实是，
人在面对这种阻碍时，只要能够正确处理这些阻碍，反而能够变得更好，更值得称赞。记住，如果一件事对城邦没有损害，那么它就不会损害城邦里的公民。同样，如果一件事对法律没有损害，那它也不会损害城邦。城邦里人员的死伤或其他外部的阻碍，并不损害法律，也不违背我们用来维系公共社会公平与正义的进程，因此它们并不损害城邦或公民。34. 被疯狗咬过的人害怕他看到的一切。同样，一个人如果被宇宙的真理打动过，或被真正的知识震撼过，那他往后看到任何东西都会觉得不过是短暂平凡之物，只不过是记忆中的一个注脚罢了。从此他也会摆脱所有痛苦和忧惧，就像诗里写的那样，风吹树上，叶落地上，然后树木又开始发芽，到春天又长出新的枝芽。一代代人也是如此，有些人来到世界，有些人走了。你的孩子们就像是树叶，那些为你欢呼鼓掌的人，那些称颂赞扬你的人，还有那些私底下贬损诋毁你的人，他们都不过像那树叶，那些无法忘却往日荣耀的人同样像那树叶。所有世俗事物都是如此，春天来了就生长，风吹来了就掉落，在他们死后树上又长出新的枝桠，世上又来了新的人，跟他们经历同样的过程。既然所有事物的存在都只有很短的一瞬间，那为什么还要费心追求或逃避，仿佛他们会是永恒呢？过不了多久，你就会闭上眼睛，而那些埋葬你的人不久后同样会追随你的脚步。35. 健全的一双眼睛应该能看见所有可见的事物，而不是只能看到绿色的东西。酸痛的一双眼睛盼望的也是看见所有可见的事物。同样，健全的耳朵应该可以听到任何可以听见的声音，健全的鼻子应该可以闻到任何可以闻到的气味，健全的胃可以像磨盘碾碎东西一样消化任何食物。同理，无论发生什么事，健全的理智都应当有所准备。如果有人说，无论我做什么，都让所有人称赞我吧，那他的所作所为就是追求一双只能看见绿色东西的病眼，或是一副只能咀嚼软烂食物的朽牙。36. 一个人死后，如果身边有人对他的逝去感到欢欣喜悦，那死亡对这个人来说就是一件再快乐不过的事情。这个人真正称得上善良明智吗？一个有德行的人是否会这样对自己说，我终于安息了，造物主并未给我很多烦恼，但我知道他内心在默默地谴责我们。至于平凡的我们，如果离开人世，又会有多少人多少事因之感到解脱，感到快乐呢？因此，无论何时死去，你都应当带着欣然愉悦的姿态离开。应该对自己说，现在我就要离开这个世界，这里有我最亲近的朋友和亲人，我曾为他们受难，我也曾为他们祈祷，我如此关心在意他们。但即便如此，他们也希望我安心离去，希望我死后，他们能活得比从前更加快乐。既然如此，还有什么好贪恋呢？然而，不要因为即将离开人世就减少对人们的仁慈与关爱，而是要像以前那样继续关心他们，做他们的朋友，善待他们，给予他们温柔，全心全意地为他们。但在这么做的时候，不要表现得像是你希望能以此拖延自己的死期，而是要同他们马上分离，就像突然死掉的人，灵魂和身体马上分离一样。宇宙的本性把我带到世间，让我与人们结合。现在他要带我走了，我已经做好准备与我的朋友亲人告别，没有一丝不甘，因为这同样符合宇宙的本性。37. 无论看到什么人做什么事，都要马上问自己，他做这件事的目的是什么？
但首先要问自己，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认真问自己，我做这件事的目的是什么？38，你要记住，驱使我们工作的、调动我们情感的、掌控我们方向的，并不是任何外在的事情，而是隐藏在每个人内心的原则和想法，那是我们的生命，是我们自身的信念。至于人的躯体，它只不过像一个容器，一个器皿，它是包裹你的皮囊，有许多附着在它身上的东西，不要让它们扰乱你的意志，把它们看作是木匠的斧头，唯一区别就是它们与生俱来就跟我们在一起。如果你不使用内在的驱动力去影响它们、制约它们，那它们就会变成对我们没有用处的赘物，就好比织工的梭子、作家的笔、车夫的鞭子，如果不妥善地运用它们，它们就都是没有用处的。第11卷。1，一个拥有理性的灵魂，具备一些很重要的特质。他会审视自己，他会掌控自己，他会主导自己，他会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塑造自己，然后他也会收获自己播下的所有果实。相比之下，无论是植物还是大树，或者其他那些没有理性的生物，他们结出的果实都是为了别人，而不是为了他们自己。更进一步来说，当生命终结时，灵魂总会找到自己的归宿。无论他在何时何地死去，不管他的生命还剩多久，灵魂都不会像舞蹈家或音乐家那样，一旦被什么东西打断了表演，就变得不完美了。无论灵魂在什么时候，因为什么行为被打扰，它都能让眼前的一切事物都变得完整。当生命结束时，它带着一种满足感离开，它会说，我活过，我现在不需要任何曾经属于我的东西了。再说了，理性的灵魂会在整个宇宙中遨游，它可以穿透虚空，也穿透它周围的一切。它把自己横亘在无限时间的长河之中，它看着世间万物不断的变化，不断的更替，看着海洋枯竭，岩石腐烂，一切都只是在重复着过去发生过的事情。他明白了，我们的后代看不到什么新奇的东西，我们的前辈也不会比我们看得更多。在某种程度上，一个40岁的人，如果他拥有一定的智慧，他就能看明白所有已经存在过，以及所有将来会存在的事物。理性的灵魂热爱他的邻居们，他非常真诚，而且很谦逊，他从来不觉得自己比别人更厉害。法律也是如此，这也是为什么理性和正义这两条道路虽然看起来不一样，但最终都通向同一个地方。正义是最重要的，而一个理性的生物理应把追求正义当作自己一辈子的奋斗目标。2，一首令人愉悦的乐曲，或者一支美丽的舞蹈，或者你喜欢的角斗场上的比赛。如果把一首和谐的乐曲分割成一个个音符，你问问自己，到底是哪个音符让你感到沉醉呢？你肯定会觉得有点厌烦的。你也许不好意思承认这一点，但是你试着想象一下，如果把摔跤也分解成一个个特定的动作和姿势，你还会被它所吸引吗？所以，除了美德本身，以及那些从美德衍生出来的一切东西之外，其他无论是什么吸引了你，都试着把它分解成一个个小部分。如果你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对于这些小部分组成的整体，你也自然不会过于沉迷其中。把这种方法同样运用到你的整个生活中去。3，如果灵魂准备好了随时离开他的身体，无论是被毁灭还是被分离，又或者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变成另一种形态，那该多幸福，多快乐啊！但是，这种欣然接受的状态，并不需要表现得非常庄重，好像随时准备赴死一样，也不需要把灵魂和身体分离这件事当作是一件极其热烈、充满激情的了事，就像基督徒们常常做的那样。
相反，这种欣然接受的状态，只是来自于灵魂自身独特的判断。这个判断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它带着谨慎和庄严，悄悄地让别人也深信不疑，并跟着效仿着去做。4. 我做了什么好的事情吗？我有没有从中受益呢？要经常这样思考，永远不要停止。你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善良的人，除了要遵守那些关于宇宙的本性，或者关于人的恰当结构的公理和信条之外，还有什么能让我顺顺利利地做好事情呢？5. 悲剧的上演，最初是为了让人们记住世事总是变化无常的，提醒人们有些事情虽然让人感到难过，但它们都是符合自然规律的。如果人们对舞台上发生的一幕幕感到愉悦，那么在更广阔的人生舞台上发生类似的事情，就不应该让我们感到悲伤痛苦。你也看到了所有事物的终点在哪里，即使那些为祭赛荣山哀嚎呼喊的人，你也必须忍受他们的悲伤和哭泣，忍受他们以及其他所有人。不少诗人对此都有精彩的描述，比如，如果神明们忽视了我和我那2个孩子，那他们一定是有某种原因的。又比如，对事物本身大声吼叫和愤怒是毫无意义的。再比如，让自己的生命结束，就好像它是一粒成熟的麦穗等等。悲剧之后，又有了古老的喜剧。它非常放肆地批评着人们的各种坏习惯，它嬉笑怒骂，大声说出自己的想法，提醒着人们不要变得自大又傲慢。狄欧根尼也擅长使用这种形式。再之后，又有了我们称之为中生代或者新喜剧的形式，但实际上它仅仅是，或者至少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满足人们好奇心和打趣的快感罢了。比如，他会悄悄地溜走的，快看他。为什么没有人否认这一点呢？那就是在戏剧的演变变化之中，也存在一些能让人受益的东西，哪怕只有一点点。不过，除了上面说的这些戏剧形式之外，还有什么别的呢？6. 在生命中，没有哪一条路比你现在已经走上的这条更适合你。像一个哲学家一样去修行，这一点你还不清楚吗？7. 从相邻的枝桠上砍下来的树枝，必然也是从整棵树上砍下来的。所以，如果一个人和另一个人分离了，那他也必然是和整个社会分离了。树枝是被人为地砍下的，但一个人却是出于自己的憎恨或者疏离而与他人隔绝的。他可能不知道自己这么做了，但他同样也与整个社会隔绝了。幸运的是，神明是我们这个宇宙的创造者，仁慈的他赐予了我们一种天赋，那就是即便我们切断了和社会的联系，依然能重新和社会连接上，重新成为整体的一部分。然而，一个人如果经常切断和社会的联系，那他重新回归到整体的难度就会越来越大。园丁也明白这个道理，树枝一旦被砍掉了，再怎么把它接回去，也无法像它最初自然发芽生长那样，和整棵树完全融为一体。8. 在营造良好的关系和情感上，你要和你的同伴一样，像相邻的枝桠一样共同生长，但是在观点和想法上，你可不必强求完全一样。那些反对你的，认为你这样做是不公平正义的人，他们是没有能力改变你的做法的。所以，不要因为他们反对你，就收回你对他们的仁慈和善意。因此，无论是竭力阻止你的那个人，还是对你的所作所为感到不满意的人，都要一贯地对待他们，既要保持正确的言行，也要做到真诚而温柔。如果你没有做到其中任何一点，或者是因为害怕放弃了对那些生来就是你的朋友、你的亲人的爱，那么你的所作所为就和一个懦弱的逃兵没有任何区别了。9. 本性不可能比技术更差，因为任何技术都是从本性中产生的。
正因为如此，在所有本性中最完美、最普遍的那种本性，一定也具备一些技术。所有的技术都有一个普遍的原则，那就是次等的要服务于优等的，本性也同样是这样。因此，在美德中最好的那个是正义，从正义才衍生出其他的美德。但如果我们把注意力或者情感都放在世俗的事情上，或者盲目相信别人，鲁莽行事，喜怒无常，那我们就很难保持住正义了。10. 那些你试图躲开的，或者让你陷入麻烦的事情，他们并不是自己找上门的，而是你通过某种方式趋向于他们的。所以，你真正应该做的是放空自己，不再去想那些事情，他们自然就会平静下来，既不会有任何干扰，也不会发出任何动静。这样，你就可以停止所有的追求和躲避了。11. 恩培多克勒把灵魂比作一个圆球，它总是保持着一种特定的形态和样子。它既不会贪婪地向外扩张，也不会卑微地向内收缩。它不会一蹶不振地倒在地上，而是会散发出光芒，照亮一切。它也借着那光亮，看清和领悟了本性，包括宇宙的本性，也包括它自己的本性。12. 会有人轻视我吗？那问问他自己为什么这么做吧。而我要关注的却是自己的言行，绝不能说出或做出任何让人瞧不起的事情。会有人憎恶我吗？也问问他为什么。而我自己，我会对所有人都保持仁慈善良，即使是那些讨厌我的人，无论他是谁，我都愿意帮助他指出他的错误。但我不会责骂他，也不会借此炫耀我的耐心，而是坦诚而温柔地劝诫他，就像伟大的伏击翁那样，一点都不装模作样。有些事情必须是向内而生的，神明是观察我们的内心而非外表。只有体察自己和他人的内心，才能真正从愤怒和悲伤中解脱出来。无论他人对你做了什么，只要你自己做合乎本性的事，还会有什么伤害呢？难道不愿意接受合乎宇宙本性的事情吗？这既是你对别人的本分，也是人类共同利益所要求的。13. 人们轻视彼此，却又互相迎合奉承。他们盼望着在这个世俗生活中处处比别人高人一等，却又贬低自己的价值，把最好的部分卖给别人。14. 有人说，我决定从今以后用我所有的聪明才智和天真淳朴来对待你，多么老套，多么不真诚啊！人啊，何必说出这种话呢？谁需要听你说这些呢？你究竟会怎么做，自然而然就会显现出来的。所以说，你的愿望应当明确地通过言语和行动来表达出来。只要听到你的声音，对方就能猜出你心里所想，就像相恋的人只要看对方一眼，就胜过千言万语一样。人对全世界都应该这样，真实地展现出简单和善良。如果他腋下有狐臭，那无论谁靠近都会闻到气味，所以不需要刻意地掩饰什么。要知道，那种做作的朴实是根本不值得称赞的。也没有什么比虚伪的、背信弃义的友谊更加可耻的，你一定要尽最大努力去避免。事实上，真正的善良、朴实和仁慈是无法被隐藏的，就像刚才所说的，他们会清晰无疑地投射到我们的眼睛里。15. 快乐的生活是灵魂的一种内在力量，只要他不把心思放在那些本质上并不重要的事物上。要做到这一点，灵魂必须同时观察世俗事物的整体和部分。他也需要记住，任何事物本身都不能让我们对它产生什么想法，它们也不会主动走到我们身边，而是保持静止不动。我们对它们的任何想法，
都不过是出于我们内心的判断。我们也可以不把它们写在内心里，如果它们依然潜伏地隐藏在心中某个角落，那我们也应该把它们清除出去。还要记住，如果你渴望什么东西，那种念头只会存在很短的时间，因为生命本身就很短暂。如果能做好这些事情的话，还有什么能阻止你和你的灵魂呢？所以，那些合乎本性的事物，就去热爱它们吧，让它们取悦你，给你带来快乐。如果你面对的是违背本性的事物，那就转身离开，去寻找合乎本性的，用尽全力去追求，不管它们是否能带来名声，因为任何人都不应该因为追求自己的善良和幸福而受到责备。16，无论什么事情，你都应该去思考它，它从哪里来，由什么组成，将变成什么样子，它的本质是什么，或者当它改变的时候，它是否会因为这种改变而受到损害。至于别人的愚昧或者坏行为，不要为此烦扰或忧愁。第一，想想我和别人有什么联系。我们生来就是要对彼此好，这是第一点。而另一方面，我生下来就是要统领他们的，就像羊群里的头羊和牛群中的公牛一样。让我们从这一点出发，试想，如果万物并非都是由原子组成的，那必然存在一个主宰宇宙的创造者，否则就无法解释这一切。宇宙的本性如果真的存在，那么低等的事物自然也要服从于高等的事物，所有的事物也应该互相服务。第二，无论是什么样的人，在船上，在床上，他们是如何被自己的想法所胁迫的，做事的时候又带着过分的骄傲和自负呢？第三，如果人们是正确的行事，那你更没有理由悲伤。但是，如果他们行事的方式有违正义，那很明显他们是违背了自己的意愿，或者纯粹是出于无知。根据柏拉图的观点，没有任何灵魂是甘愿犯错或违反本意去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的。所以，当人们被指责有违公正、忘记恩情、贪婪自私，或者对邻人行恶时，他们也一定会感到痛苦的。第四，你也做过不少错事，犯下了很多别人曾经犯过的错误。即使你也放弃过某些坏的行为，但你还是有犯错的倾向的。更何况你放弃这些坏的行为，或许并不是出于本意，而是因为害怕、虚荣或者其他愚蠢的原因。第五，人们是不是真的有罪，你并没有绝对的发言权。很多事情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如果你想要真正做到明智而公正地判断别人的行为，必须先了解全局，掌握所有情况。第六，每当你感到悲伤难过的时候，都要记得，生命不过是短暂的一瞬间，过不了多久，我们就都将躺在坟墓里。第七，真正困扰我们的，并不是罪恶和错误本身，因为它们只存在于做出这些坏行为的人的头脑和意念中，而困扰我们的，只不过是我们对这些罪行的看法。所以，和你的自以为是的想法告别吧，那是一个会让你感到痛苦的东西，与它告别，才能摆脱愤怒。怎样才能安心放弃呢？用理性告诉自己，放弃它并不是一件可耻的事情。假如放弃自以为是的想法是可耻的，那么你做这些事岂不是唯一真正的邪恶？比如你受本能驱使，为了追求名声、追求利益而做出了许多违背公正的事情，变成小偷强盗之流。第八，有多少事情，我们之所以感到愤怒痛苦，并不是因为它们本身，而是因为我们所持有的观点和看法。第九，温柔是一种无法被征服的气质，只要它是真实自然，而非虚伪做作的。
即使你能想象到的最凶恶狠毒的人，如果你能温柔地对待他，甚至当他对你作恶的时候都能保持心平气和，用最大的耐心去教导他、劝诫他，那他还会反对你吗？你可以试着这样说：我的孩子，生来为人，我们不是要互相伤害的。如果你作恶，受伤害的并不是我，而是你自己，我的孩子。跟他把道理讲清楚、讲明白，连蜜蜂都不会伤害彼此，更不用说生来就具备社会属性的生物了。不过，不要带着嘲讽、指责的语气，而是要用温柔的口气告诉他这些。告诉他这些，既不是为了发泄，也不是为了让旁边听到的人佩服而故意炫耀。最重要的是，让他能听进心里去。要牢记这9条准则，仿佛他们是缪斯赐予的礼物一样。更重要的是，只要还活一天，就要活得像一个正常人一样。但另一方面，你也要注意这一点，那就是对人们迎合奉承或者大发雷霆，都是同样没有用的，同样有害的。当你情绪激动时，马上想一想，愤怒不是人的一部分，宽厚包容才是，因为后者才更有人性的味道，也更有男子的气概。宽厚包容的人，他们也拥有力量和勇气，活力和坚毅，而生气发怒的人却什么都没有。正所谓，越是摆脱激情的缠绕，就越是接近于力量。悲伤源于软弱，愤怒也是如此，因为那悲伤的、愤怒的人，他们都受到了伤害，都懦弱地屈服于由他们自己引起的情感。如果你愿意，还可以接受来自赫拉克勒斯的第10件礼物，他是缪斯的领袖和引导者。这第10件礼物就是，只有疯子才会指望这世上一个坏人都没有，因为那显然是不可能的。一个人如果能忍受世上有坏人的存在，却忍受不了他们对自己作恶，那显然就是违背了公正，而且是专横跋扈的。17，你必须仔细观察，时刻提醒自己，注意自己是否有一些不好的倾向。无论什么时候发现了苗头，都要立刻纠正，告诉自己那样想是没有必要的，缺少慈悲心的。那样想或者那样做，只会成为他人的奴隶或工具。没有什么比那更愚蠢、更荒谬了。你更要懂得反省自己，看看自己是否因为屈从于那些不光彩的部分而失去了神性，看看自己是否因为贪恋生命中低俗的欲望和短暂的快乐而丢掉了理智。18，你身体里那些属于空气或者属于火的部分，虽然根据它们的本性是趋向于往上的，但它们却服从于宇宙的法则，停留在你的体内。同理，在你身体里那些属于土的、属于水的，虽然根据本性是趋向于往下的，但它们却跟随你上下运动，或者保持着恒定。宇宙中所有的元素都是这样的顺从，无论被放在什么地方，尽管可能有违本性，它们都会耐心地等待在那里，直到宇宙再次发出分解改变的信号。这样看来，如果你的理性部分不顺从宇宙，不情愿待在自己应该待的地方，那不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吗？特别是考虑到没有任何外部力量强加于他的时候，要他违反本性，而他却不愿意做合乎本性的事，那就更加痛苦了。当我们描述火或者空气的时候，如果它们是趋于往上的，那我们就不能说它们不顺从，因为趋于往上本身就是它们的本性。同理，当心灵趋向于任何不义、放纵或者悲伤、恐惧时，那就是偏离了人的本性的。心灵如果因为任何上天的安排而感到痛苦难过，那也是因为他放弃了自己应该待的位置。我们的心灵生来就被赐予了神圣和虔诚，特别是要谦卑地顺从上天以及他对万事万物的一切安排，要趋向于公平和正义，这也是我们作为社会动物应尽的责任。
做到这些，我们才能愉快地彼此交谈。做到这些，我们的一切行动才有了根基和动力。19，一个人活着，如果没有一个一贯的目标，那就不可能做到始终如一。光有目标还不够，更重要的是树立什么样的目标。许多事情虽然在大多数人看来是好的，但如果它缺少了某种特质或者限定条件，比如社会性，那它就称不上是真正好的。同理，如果有什么事情不是有益于公众的，那它也算不上是好的。所以，我们为自己这一生制定的目标，也必须是有益于公众、有益于社会的。一个人如果能坚定不移地朝着这个目标努力，并为之全力以赴，那他所有的言行也都将是始终如一的。也正因为如此，他才能成为一个善始善终的人。20，记住那个讲乡下老鼠和城里老鼠的寓言。故事里，他们同为鼠族，却大打出手。21，苏格拉底常常把人们自己认为的那些想法和对事物想当然的观点，比作一种妖怪。这种妖怪完全是凭空想象出来的，用来吓唬那些愚蠢的孩子。22，古代斯巴达人在举行公共活动时，常常让陌生人坐在遮阳挡雨的地方，自己则不拘小节，随意地坐下来。23，苏格拉底向马其顿的佩尔迪卡斯二世解释了为什么没有去他那里。苏格拉底说，这是因为我不想以最坏的方式迎接死亡，也就是说，我不想接受别人的恩惠，却又没有回报。24，古代以弗所人的神秘书信里有这样一段话：一个人应该永远提醒自己，在过去的岁月里，自己曾有多少德行高尚的人。25，信奉毕达哥拉斯主义的人，早上起来通常会做一件事，那就是仰望天空。他们把自己想象成一个能持之以恒、坚定不移地做事情的人，让自己的头脑秩序井然、有条不紊，并且保持着纯粹和没有丝毫掩饰的淳朴的思想。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呢？因为你看天上的恒星、行星，它们没有任何遮掩，可以一览无余。26，想象一下苏格拉底的窘境，当他的妻子赞西佩把他的衣服全部卷起来的时候，他还能泰然自若，给自己裹上一件毛皮。再回想一下，当他身边的人和朋友们看到他衣不蔽体而感到羞愧，并要离开他的时候，他说了什么呢？27，在写作或者阅读方面，你必须先接受训练才能付诸实践，在生活中也是一样的。因为你生来就只是一个奴隶，只受你的感官和粗野的情绪的奴役。如果你没有学会真正的知识，没有形成健全的理智，那你就会是真正的贫困潦倒。28，我的心灵在深处微笑着。那些人甚至会用令人感到难以忍受的污言秽语来指责美德。29，有人明明知道冬天没有无花果树结果，却还要费力地寻找它们。也有人在上天还没有赐给他们孩子的时候拼命盼望，这么做都是毫无意义的。30，艾比克泰德曾说过，无论一个父亲有多么热爱自己的孩子，都应该悄悄地对自己说，明天我可能就会失去他们。不过这样的话通常被认为是不吉利的，但是艾比克泰德还说过，所有符合本性的话都不用担心它，就像葡萄成熟时把它们摘下来一样。未成熟的葡萄、成熟的葡萄、枯萎的葡萄、晒干的葡萄，都不过是一种事物的诸多变化而已。它存在的形式不是绝对的，它也不会变成虚无，只会转变成尚未存在的东西而已。31，
没有谁能夺走我们的自由意志。艾比克泰德是这样说的，也就是说，我们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某种技术和方法，要很仔细地观察我们的思想倾向，确保心灵保持应有的谨慎克制，永远宽容慈悲，尊重当下每个目标的真正价值。至于感官欲望，应尽力避免它，对待世俗的事情也一样，尽力躲开它们，这完全取决于我们的意志。他还告诉我们，不要在细碎琐事上争执纠缠，而要关心自己是要追求粗鄙庸俗而近乎疯狂的，还是在哲学的指引下变得明智清醒的。32. 苏格拉底说，你想要什么？是那个拥有理性的灵魂，还是那个没有理性的灵魂？当然想要拥有理性的灵魂。想要哪一种理性的灵魂呢？是健全的还是畸形的？当然是健全的。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努力去追求健全的理性灵魂呢？是因为我们已经拥有它们了。既然如此，人们为什么还要争斗吵闹呢？第12卷。1. 从今以后，无论你多么热切地盼望什么，只要你欣然接受自己应有的幸福，那么你现在就能得到你想要的一切。该怎么做呢？你要将过去的一切彻底忘掉。对于未来，你要将自己全身心地托付给神明，所有的想法和所有的动机都必须完全献给虔诚和正义。虔诚就是接受上天赐予的一切，接受宇宙本性为你所指派的一切，无论那是什么。而正义则是能够斩钉截铁地阐明事实，并且公正而严谨地去处理事物。在这条通往美好的人生道路上，不要让别人的恶行、看法或者言论来干扰你，也不要让那可怜的身体受到外力的左右。那些容易感受到痛苦的部分，就让他们随之自我哀叹吧。无论你何时即将离开这个世界，你都必须做好与一切告别的准备。唯独你的心灵以及你心中那部分神圣的领域，你不必畏惧死亡何时会降临，你只需要担心自己在它到来之前是否已经开始按照本性生活了。因为只有遵循本性，你才算得上是一个真正的人，配得上这个宇宙天地，不枉来这世间经历一番生活。对于故土，你不再是一个陌生人；对于每天发生的事情，你也不再感到意外；对于那些超出你能力范围的事情，你也不再感到焦虑了。2. 神明透过生命的容器，透过我们的外表以及所有纷繁复杂世俗的事物，清晰地看清了我们的思想和心灵。他带着那简单纯净的思考，看穿了我们内心最质朴无华的部分。对神明而言，做到这一点就像是架设一条水管，铺设一条水渠一样轻松自然。水自然而然地从他那里流向我们的内心。如果你也能做到这一点，那么你就能摆脱那些将你困住其中的许多烦恼。一个人如果能不关心自己的躯体，不在意自己的穿着，不介意自己居住的住所或外部的装饰，那么他一定能够享有内心的安宁与平静。你是由3种事物构成的：身体、生命和思想。你有义务去照顾好前2者，但是第3种事物，也就是你的思想，才是真正完全属于你的。正因为如此，你必须要努力让自己的思想摆脱掉各种束缚，无论他人说什么、做什么，无论你自己迄今为止说过什么、做过什么，也要摆脱对未来的所有恐惧。你要知道，凡是属于你身体的或属于你生命的，都是不会以你的意志为转移的。人生是无常的，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在你的身上。所以说，你的思想要让它放松下来，要让它摆脱一切外在的牵缠，
随时做好准备与这个世界告别，让他独自生活，为自己而活，让他只做正义的事，接受上天的一切安排，并且永远只说真话。为此，你要努力让自己的思想脱离那些附着于他的事物，让他跳脱出过去和未来的时间限制，这样就能在各个方面实现自我，就像恩培多克勒所说的球体一样浑圆无缺。在思考人生时，也只看此刻，只看当下，那样你就能真正的快乐地生活，不再心烦意乱了。你要坚持内在的精神，以高尚和慷慨的态度，带着善行和一贯的专注，安心度过余生。3. 我常常感到好奇一件事，按照道理来说，每个人都应该爱自己胜过爱别人，但在看待自己这件事上，人们却更重视别人的意见胜过自己的意见。假设有神明或者某位严格的老师来到我们面前，命令我们只要一想到任何事，就必须立刻大声说出来，恐怕没有人能够忍受这种约束哪怕一天。这也大概解释了为什么我们那么在意邻居怎么看待我们，竟然胜过我们自己如何看待自己呢？4. 有人说，神明把一切都安排得如此完美又至善，却唯独忽略了一件事。有些非常善良的人，他们在神明面前许下了誓约，通过虔诚的行为和严格的服从获得了神性。当这些人死亡之后，他们不再有来生，而是永远地、完全地消失。神明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安排呢？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如果神明真的这样安排，那也必定是最合适的。这是因为凡是正当的事，凡是合乎本性的事，都是有可能发生的，这是宇宙本性的必然规律。如果这个安排在你看来不符合本性，那你就可以确信这个安排是不适合你的，你甚至可以就此自由地向神明辩解。倘若神明不具备最高等级的正义和仁爱，你是不敢和他理论的。相反，如果这个安排在你看来是公正的、善良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神明在创造世界的过程中，不可能有违背公正或欠缺理性的忽视任何事物。5. 即使是那些最初让你感到绝望的事情，也要全力以赴。就好比我们平常不太用左手，但是左手却比右手更有力量，因为我们经常用左手去握紧缰绳。6. 平常冥想的时候，经常想想这些事情。当死神降临时，我们的灵魂和身体处于什么状态？凡人这短暂的一生，过去和未来那无尽浩瀚的时间，以及每一个世俗事物的脆弱不堪，这一切都需要我们去思考，去剥掉它们的伪装和外壳，看清它们的本质。再有，思考所有事物形成的原因，思考所有行为的目的性是什么，以及应该怎么去做。痛苦是什么？快乐是什么？死亡是什么？名誉和荣耀是什么？为什么说每个人是他自己能否获得休息与宁静的主宰？为什么说人不可能真的被他人所阻碍？为什么说一切都只不过是我们的自负心和种种自以为是的想法？在运用你的处事原则时，必须把它们投入到不断的实践中，就像一个拳击手那样，同时运用手脚去搏击，而不是像一个角斗士那样。对后者来说，如果他手中的剑掉了，那他必然会死去；而前者，他还可以用自己的手脚去扭转局势。7. 对任何世俗事物都要仔细观察和思考，把它分解成物质、形式、参照物和存在的根本目的这几个部分。8. 人生来就被赋予了这种力量，他只需要做神明赞赏的事，只需要欣然接受神明为他安排的一切，这该是何等的幸福啊！9. 在宇宙运行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我们既不能怨恨神明，也不能责怪他人。对神明而言，他们不可能有意无意地对我们做出任何带有缺陷的事情；对他人而言，
他们是因为无知才违背本意做了错事，所以我们不能求全责备。10. 如果有谁对生活中发生的事情感到惊讶，那这该是多么可笑，多么奇怪啊！11. 命运要么是一种绝对的必然和不可避免的注定，要么是一种平静而灵活的天意，又或者仅仅是一种没有任何秩序的偶然发生的混乱。如果命运的确是绝对的、不可避免的注定，那我们为什么还要抵抗它呢？如果它确是仁慈而善良的天意，那就让自己配得上神明的眷顾吧。如果命运只是一种没有任何秩序、没有任何原则的混乱，那你更有理由感到庆幸，因为在一个如此混沌的洪流中，你拥有一颗理性的灵魂，你也可以用着理性来支配自己的生活和行为。即使那浑浊的洪水冲垮了你，它能带走的也只有你的身体、你的生命，或其他从属于身体和生命的事物，但它不能带走你的思想、你的灵魂。或者换一种说法，蜡烛燃烧，从始至终发出光亮，直到它熄灭的那一刻。那么，你心中的真理、正义、克制，难道要在你生命结束前就熄灭吗？12. 当我们认为某人有罪的时候，一定要问自己，怎样才能断定他做的是一件坏事呢？即使他真的做了坏事，我又怎么知道他是否已经为此自责过呢？就像面对一个把自己的脸抓破的人，对他我们宁可抱有同情而不是愤怒。我想再来说一遍，如果指望这世上没有人作恶，就像指望无花果里没有水，婴儿不会啼哭，马儿不会嘶鸣一样。这些都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一个人如果经常痴心妄想，那他又能做成什么事呢？所以，如果你也粗暴、偏执，喜欢争辩，那也尽力去纠正自己吧。13. 如果感觉一件事不对，那就不要做；如果感觉一句话不真，那就不要说。永远坚守自己的目标和决心，不被任何外力干扰。14. 面对任何事物，都要思考它的真正本性是什么，让它原原本本地呈现在眼前，把它划分成几个部分。它的形式是什么？物质是什么？存在的真正用途或目的是什么？以及上天安排它存续的时间有多久？15. 你早就该明白，在你内心深处有一种更好的、更神圣的东西，它远胜过你的激情、欲望和情绪。此时此刻，我脑海里想的是什么呢？是恐惧、猜疑、欲望，还是其他诸如此类的东西呢？永远不要因为缺乏目标就轻率地行动，这是首先要记住的。其次，为你的行为只设定一个目标，那就是人类的共同利益。人啊，你可知道，过不了多久你就会无踪无影。你现在看到的一切，你身边所有的人，全都会被时间带走的。所有事物按着自己的本性，都要经历变化、扭曲和腐坏，这样我们的宇宙和自然才能得以延续。16. 记住，我们所有的思绪都只不过是个人的想法，而怎么想完全取决于心灵。所以，清空你所有的想法吧。就像诗人描绘的那样，把自己想象成一艘经历风雨洗礼的船。此刻你驶入了港口，一切都平和安静，这是一片不再有风浪的海湾。17. 一个人无论做出什么举动，只要他在某个时某个刻停下来，就不能说那个举动会招致任何苦难，因为它已经结束了。同样，做出那个举动的人，因为他的行为已经终止了，所以也不能说他遭受了任何苦难。推而广之，也不能说我们的生活会遭受任何苦难，因为生命同样会在某个时刻停止，
而一个遭遇不幸的人，如果在某个时刻结束他的不幸，那他也不能说是受到痛苦折磨的。那个停止的时刻或时间段，则完全取决于本性。有时候是由某个特定的本性决定的，譬如，人老了自然要死亡；有时候是由宇宙的本性决定的，譬如，事物不断交替变化，但整体却保持焕然一新的。但凡对宇宙这一整体有益的，就永远是最好的，最合乎时宜的。因此，死亡本身似乎并不会损害到我们任何人。死亡也不是一件可耻的事情，它既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也毫不违背人类的共同利益。总体而言，它还算是一件好事，因为它对宇宙的整体来说是有益的，合乎时宜的。死亡也是上天的旨意和安排。所以说，如果一个人在意志和思想上与神明保持一致，坚持以神性的启迪去引导和激励自己，那他就真正可以称得上是由神明驱策的人。18. 必须时刻记住以下3条原则。第一，就你自身行为而言，你是否做事时没有考虑周详，或者有违背公平正义？那些发生在你身上的事，不管他们是出于偶然还是由上天安排，你都不要指责和抱怨，因为那样做就违反了本性。第二，当我们的身体从尚未成型到获得生机，再到分解消失，在这几个阶段里，它是由什么东西构成的，又将分解成什么？第三，想象你从高处俯瞰地上的一切世俗事物，看到它们所经历的奇妙变化，你会发现它们是多么空虚渺小，更会发现宇宙是多么广袤浩瀚，多么无边无尽。如果能经常这样思考，你就会发现，世间一切皆大同小异，所有的事物都只能存续很短的时间，尽管我们渴望它们并以拥有它们为骄傲。19. 如果能抛弃个人的主观想法，你就会是安全的。是什么阻止你那样做呢？当你因为某件事感到悲伤的时候，你忘记了，一切都是遵循宇宙本性发生的，而神明他只在意谁有过错。你忘记了，现在发生的一切以前也发生过，将来还会继续发生。现在世界上每个角落都在发生。你更忘记了，所有人都紧密相连，人与人之间的亲缘关系不在于血脉，也不在于种子，而在于共同的理智。你还忘记了，每个人的理智都是神性的一部分，都源于神性。没有谁可以把什么事物说成是自己的，即使是他的孩子、他的身体、他的生命，因为这些都来自于上天，是他创造了一切，施予我们一切。所以，我们所认知的一切，都只不过是个人的主观臆想。我们的生活只有当下，只有此时此刻。所以，人无论什么时候死去，其实都没有损失什么，除了死亡的那一瞬间。2外时经常在脑海里回想，有些人曾苦苦追寻不得出离愤怒，有些人曾经历最伟大的荣耀，最不幸的灾祸，最刻骨的仇恨，有些人曾拥有无尽的财富，身处最好的环境。这些人现在都到哪里去了呢？都已经化为烟尘和灰烬，变成了传说，甚至连传说也算不上。再想想这些人，比如田野里的费比乌斯，花园中的路奇乌斯·卢普斯，巴亚城里的斯特蒂尼厄斯，卡普里岛上的提贝里乌斯，还有维利乌斯·鲁弗斯，以及其他我们熟知的曾猛烈追求世俗事物的人。试想，为了所谓的成功、财富、荣耀，人们拼尽全力追逐，甚至不惜一切代价，这多么卑微，多么没有价值的行为啊！生而为人，我们更应该做的是把握住上天赐予我们的机会，将哲学付诸实践，展现自己的公平、正义、审慎、克制，以一种毫无保留的纯粹遵循神明。我们也要明白，一个人如果为了最不值得骄傲的事而清高自傲，那是最无法容忍的。
21。如果有人问你在哪里见过神明，如何证明他们的确存在，你为什么能这么前进？我回答，首先，在某种意义上，神明如此明显，以至于我们用肉眼就能看见。其次，我甚至从未见过自己的灵魂，但我知道它的存在并且尊重它。所以，当谈及神明时，从我每天获得的体验，他们给我以及其他人的力量和启示，我确信神明的存在，并且发自内心地尊崇他们。22。生命的幸福在于能够完全地、彻底地了解每一件事物的本性，明白它的物质是什么，形式是什么，永远能够全心全意地行正道，讲真话。在生命的进程中，如果能做成一件一件的善举，能够一以贯之，能够不被打扰，哪怕很短的一刻，那还有什么理由不幸福呢？23。只有太阳有光亮，尽管阳光会被墙壁、山峰和其他无数个东西所阻断。整个世界有一个且只有一个共同的实体，尽管它分布在无穷尽的不同个体之中。整个宇宙有一个且只有一个共同的灵魂，虽然它也分成了数不清的特质和本性。同样，只有一个理性的灵魂，即便它也散落在无数个角落。至于其他事物，比如敏感脆弱的灵魂，它们本身没有理性，彼此之间也缺少联系的纽带。即使它们中的某些有一些见解，或者有一些理智的能力，它们还是注定要接受理性的统治和管理。但对理性的灵魂来说，它们有一种特质，那就是渴望与自己的同类相结合、相统一。它们彼此之间的这种共同的情感，或者说息息相关，趋向一致的紧密联系是无法被阻断或分割的。这种情感或联系是无时无刻不在的，不像其他普通事物那样只在特定情形时才出现。24。你渴望什么呢？是活得长久吗？是否渴望拥有一个敏感的灵魂？是否渴望感官的享受？或者是否渴望成长，然后又渴望消亡？是否渴望能够与自己对话，能够让自己思考，能够保持理性呢？在你看来，哪些才是真正值得你追求的目标呢？如果你能明白，这一切世俗之物都毫无价值可言，那就转而追求另一个目标吧。凡事都遵循神明和理性。不过，如果你因为死亡将要带走你的一切而感到悲伤，那你就既违背了理性，更忤逆了神明。25。宇宙浩瀚无垠，时间无穷无尽，但分配给我们每个人的又是多么短暂、多么渺小的一部分。它转瞬即逝，一刹那间就淹没在永恒的时光之中。宇宙共同的实体以及共同的灵魂，我们都只拥有其中极小的一部分。在整个地球上，我们也只有一小块立锥之地。如果你能正确地思考这些事情，你就能明白这世界上没有什么真正重要、真正值得、真正有意义的事情，除了按照自己的本性去行事，并遵循宇宙共同的本性。26。我眼下的理解力怎么样？它是一切的基础所在。至于其他事物，它们都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也正因为这一点，它们对我来说是没有生命的物体，就像烟尘一样。27。一个人如果能激励自己蔑视死亡，那他就拥有了一种极好的能力。要知道，即使是那些把快乐当作幸福，把疼痛当作不幸的人，他们中的不少人也能做到这一点。如果我们明白，死亡只不过是本性的一个正常进程，合乎时宜的时候它自然会来，那我们还会觉得死亡可怕吗？一个人无论他做多少事，只要他做的事都是善良的、一以贯之的，还会畏惧死亡吗？人啊，
你曾在这世上活过，曾是这个伟大城邦里的一员公民。至于能活多久，真的重要吗？可以确信的是，你一直遵循了这城邦的法律与秩序，这也许是所有人的共同慰藉。那么，为何感到悲伤呢？要带你离开人世的，既不是暴君，也并非不公正的法官，而是人的本性，也是他把你带来的啊！本性就像是我们的执政官，而我们就像是他请来的演员。他把我们带到台上表演，他也请我们离开。可你说，表演尚未结束，只演出了3幕剧，说的没错，但人生路上3幕剧就是整出戏。我们人生的戏剧能上演多久，只取决于神明。他创造了你，现在他也会让你消逝。至于你自己，你的创造与消亡统统与你无关，所以安然地跟他走吧。要将你带走的神明也和你一样，感到欣喜而满足。